这人生之旅，暗涛汹涌，变幻莫测，命运之途，荆棘丛生，陷阱密布。在这一过程中，不光需要勇敢坚强，我们更需要一些手段和技巧，需要那高明的处事方略。做人要有心机，是让你在为人处事的过程中讲究方法，讲究策略，讲究变通之道，以便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灵活机智地应对人情世故，游刃有余地达到成功的彼岸。做事要有手腕，是要你在成大事的过程中学会方圆通达之道，把成事的方法和技巧运用得淋漓尽致，才能达到卓越超群的境界。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青竹小东。从今天开始咱们共同来分享一本新书，做人要有心计，做事要有手腕。那么话不多说，咱们直接开始正题。心计之一，乐于忘忧，知得天下，想得开。这一个人来到世上，并不是为了苦恼而来的，所以咱们就不能天天都板着面孔。世上没有绝对幸福的人，只有那些不肯快乐的人。人生苦短，与其事事张弓拔弩，不如咱们也悠他一默。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常有，乐观点，自己要营造快乐，学会轻松的生活。我们人生的第一个心机，就应该是为自己培养一个乐观、积极、欢笑的个性，懂得享受快乐。做人要远离忧愁、悲伤、苦恼，要吃得下、想得开，这样的人生才是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保持良好的情绪，情绪会影响人的健康，稳定的情绪是一个人事业成功所必要的条件。这就是为何现在人们特别注意培养情商的原因。一个人能不能把握和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这往往是决定一个人事业得失成败，以致人生命运很重要的一点。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行为经常是伴随着情绪反应而产生的。有时我们会感到自己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经常会出现冲动、急躁、焦虑甚至抑郁等现象。苦恼和消极的情绪会给人以负面的影响，诱发各种各样的疾病，使原有的病情加重。现代医学认为，良好的情绪可以使机体生理机能处于一个最好的状态，并且使免疫抗病系统能够发挥到最大的效应，抵抗各种疾病的侵袭。躯体本身就是良医，85%的疾病都能够自我控制。现代医学证明，如果一个人经常在苦闷、压抑、生气的心情下紧张的工作，或者说他经常处在紧张的生活之中，会降低机体的抵抗力。如果机体的抵抗力太差的话，那么则会引起很多的疾病，加快人体衰老的进程。由此可见，营造出一个好心情是十分重要的。营造一个好心情，不但要学会想得开、放得下，还要学会控制情绪。这情绪的威力是很大的。美国著名的投资家沃伦·巴菲特在谈到自己成功的原因时说，他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的智商高，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对理性的控制力。对于一个病人来说，情绪的好坏直接关乎病情的好转的程度。好的情绪有时候胜似良药。有这样一个故事，在一所肺结核专科医院里面住了2个病人。A 的肺结核特别的轻微，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治疗，已经基本上痊愈了。而 B 的肺结核病特别的重，医生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还是没能治好他的病。医院已经没什么办法了，只有让 B 回到家里边自己休养。A 和 B 2人是同时出院的，而因为医院工作人员的马虎，
出院的时候，把这2份病情通知单给写颠倒了。病情已经基本痊愈的 A 接到的是病情还没有痊愈，所以他接到的是一定要加强营养、注意休息的通知。接到通知的 A 便紧张了起来，而且是忧虑重重，认为之前医生对他肯定是隐瞒了病情啊，病是不是没办法治好了呀？结果在出院以后啊，病情是一天天的加重，而且还有了恶化的趋势。没过多久，他就再次住进了医院。但是病情严重的 B 呢，看到的出院通知上写的是病情基本痊愈，心情顿时就放松了许多。他回到家里，经常食用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经常出去散步，再加上心情舒畅，精神愉快。一段时间之后，B 被认为不好治而且非常严重的肺结核竟然是痊愈了。这看似有点不可思议呀，其实这也不奇怪，这完全是人不同情绪导致的结果。能够克制住自己情绪，也是一种人生的美德，既要能够抵挡因为命运的冲击而产生的情绪波动，还要注意不能沦为激情的奴隶。做自己情绪的奴隶，比做暴君的奴隶更为不幸。这是一位名人曾经说过的话。就拿《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来说吧，不仅有一身的才华，而且纯洁又真诚，但她自小是羸弱多病，多愁善感。在那1年365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贾府，她又不会像薛宝钗那样曲意迎逢，八面玲珑，而是经常郁寡欢，茶饭不思，夜不能寐，泪水连连。当他听说心上人贾宝玉与薛宝钗结婚时，一气而绝，悲愤而逝。从心学角度来看，正是因为他内心的抑郁情绪，造就了一场悲剧。生活中令人愤怒的事情确实非常多，但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因事而怒，而且愤怒的程度也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怒气的产生来源于一个人对于外部世界不正确的评价、认识或者是解释。当然了，这跟一个人的性格也有一定的关系。面对同样一件事，有一些人就特别的坦然，而有些人却气的是吹胡子瞪眼，甚至还有因此而命丧黄泉的。有这样一则西方寓言，有2个饥渴的狮子同时到达了他们平时喝水的地方，但是这俩狮子到那里谁都不肯退让，谁都想喝上那第一口水。2个狮子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冲突很快就升级了，终于是大打出手。这俩狮子在争斗的过程中，突然间发现有一群狼正在围着他们呢，等着失败者跌倒。2只狮子这时忽然就醒悟了，于是他们停止了没有必要的争斗，各自走开了。狮子在看清楚情况之后，各自通过控制情绪而保住了性命。所以说，我们得学会控制情绪的发展。大致来说呢，愤怒情绪的发展有9个阶梯。刚开始的时候，只是脸部上表情的不愉快，气恼而低声的嘀咕。如果思维不对的话，那么愤怒就一定会加剧，甚至浑身发颤，而且双手都会哆嗦，还会失去自控。大怒而且暴怒，最后就会变成丧失理智的狂怒。就像是富兰克林所说的那样，愤怒起于愚昧，终于悔恨。如果可以了解到愤怒情绪是逐步发展的，那么就可以测定自己和别人愤怒时的状况，并且能够及时的把怒气置在萌芽的状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在遇到较强的情绪刺激时，一定要对自己说，要冷静下来，迅速分析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然后再采取表达情绪或者是消除冲动的缓兵之计。要尽量使自己不要陷入冲动、鲁莽和简单轻率的被动局面。当你被别人讽刺和嘲笑的时候，
如果你马上暴怒，并且反唇相讥，就特别容易引起双方争执不下，怒火越烧越旺，于事无补。可是，如果在这个时候你能够提醒自己冷静一下，理智的采取对策，比如用沉默为武器以示抗议，或者只是用寥寥数语正面表达自己受到的伤害，并且能够指责对方无聊，这个时候反而会让对方感到特别的尴尬。总之啊，用理智来控制情绪，不失为为人处事的明智之举。怀感恩之心，幸福常伴。我们的现实社会，名利与世俗横流，虚伪与欺骗无处不在，渐渐地淡化了人性原本存在着的善良，也让人们逐渐淡忘了如何去感恩。当我们痛苦时啊，别人的安慰让我们走出了迷茫，可是走出之后，又有多少人学会感恩了呢？我们在风雨历程里，别人曾经为我们撑起了一把伞，留下了温暖，让我们迎来了阳光。但又有多少人用心去记住那把为我们撑起过的伞呢？父母的养育，师长的教诲，朋友的关爱，大自然的慷慨赐予，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时时都接受着社会的恩赐。而对于社会的恩惠，有些人是麻木不仁，熟视无睹，似乎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感恩之心已经在某些人的心目中淡化，甚至是消失了。人们不能缺少一颗感恩之心，感谢父母给予生命，感谢家人给予亲情，感谢朋友给予友谊，感谢生活给予快乐。对父母、家人、朋友、社会要常怀感恩之心。对于那些在自己身处困境时候给予自己帮助的人，我们更应该怀有感恩之心、感激之情。一个流浪汉流浪在街头，因饥饿而晕倒，一位好心人给了他10元钱。那位流浪汉因为那10元钱而重新站了起来，而他对那位好心人感激不尽，求好心人留下联系方式，以便有一天能够回报他。而好心人对流浪汉说：“我曾经也与你陷入了同样的困境，也是有好心人给了我一些钱，让我走到了今天。”那位好心人也只对我说了一句话，就是学会用一颗感恩的心去对待别人。所以今天我对你所做的一切，也真心希望明天你也能够学会运用一颗感恩的心去对待另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助人者助人，不求感恩与回报，但受助者应当常念他人滴水之恩，对善行报以善行。要对父母心存感恩，常怀孝心，常有孝行；要对他人心存感恩，常怀仁爱之心，常存慈善之念；要对事业心存感恩，常记忠于职守，常见爱岗敬业；要对生命、对生活、对大自然、对一切美好的事物心存感恩，使灵魂得到不断的净化。松下幸之助在他的自传中说道：“我们要常怀感恩之心，感恩绝对不是对父母之恩简单的回报，它更是人们的一种责任意识、自立以及自尊意识，更是一种精神境界的追求。感恩不仅仅是一种美德的要求，更是生命的一个基本要素。”有一位老汉在烈日下赶路，狠毒的太阳就像是要把他烤焦了。老汉挥汗如雨，路旁有一棵大树，撑起了巨大的树冠。老汉在树下休息，一阵风吹过，老汉气意极了，冲着太阳大喊：“谢谢太阳，没有你，我哪会感到如此的清凉呢？”老汉舒服地睡着了。一条大黄狗走了过来，冲着他大叫。老汉醒了，他看了一眼太阳，时间已经不早了。他爬起来，对着大黄狗点了点头：“谢谢你啊，大黄狗，谢谢你提醒我又该赶路了。”老汉又上路了。
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感激，心情快乐无比。我们要常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作为上司，应该常怀感恩之心，即使员工只完成了分内的事情，也要真诚地表达自己的谢意。每个员工对于真心的感谢都会做出积极的回应，员工将为向自己表达感激的上司更加努力的工作。作为学生，应该常怀一颗感恩之心，以一颗感恩的心对待自己的老师，因为老师给了学生许多的教诲，让学生抛却愚昧，懂得思考。学生应该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对待老师，只有这样才能以更好的学习态度来对待学业。作为孩子，应该常怀一颗感恩的心，以一颗感恩的心来对待自己的父母。父母给予了自己生命，从小到大的过程之中，父母需要倾注很多的心血。只有你以一颗感恩之心来对待你自己的父母，你才会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亲情的温馨，你才会对你的父母更为的孝顺。同时，你也会因为感受到亲情而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学会感恩是一种思想与灵魂支配下的言行。感恩不是一种对人的施舍或是怜悯，它是一种人世间最为质朴又最为真挚情感的体现，是于点滴的言行中升华出的一种人性最原始最本质的东西，也是人性的真善美。感恩是一种人性的真爱，也是一种对人的真诚，更是对人世间的关爱。感恩不是物与物的交换，不是量与量的平等，而是一颗善良与仁爱的心，真心的对待别人，善待别人。如果为感恩而感恩，那顶多是自我寻求一种心理上的平等与安慰，那样的人永远不会有一颗感恩的心。一缕微笑可以融化寒冷的冰雪，一双温暖的手可以拯救一颗破碎的灵魂。一句最为真挚的问候，可以感化一颗最麻木的心。拥有一颗感恩的心，会让你觉得你是个幸福的人。史蒂文斯失业了，一切来的是那么突然。一个程序员在软件公司干了8年，他一直以为他将在这里做到退休，然后拿着优厚的退休金颐养天年。然而这一年，公司倒闭了。史蒂文斯的第3个儿子刚刚降生，他感谢上帝的恩赐，但同时也意识到重新工作迫在眉睫。作为丈夫和父亲，自己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让妻子和孩子们过得更好。但是失业以后，他的生活开始凌乱不堪，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找工作。1个月过去了，他没有找到工作，除了编程，他一无所长。终于，他在报上看到了一家软件公司要招聘程序员，待遇不错。史蒂文斯揣着资料，满怀希望地赶到公司。应聘的人数超乎想象，很明显，竞争将会异常的激烈。经过简单的交谈，公司通知他1个星期后参加笔试。凭着过硬的专业知识，笔试之中，史蒂文斯轻松过关，2天后迎来了面试。他对自己8年的工作经验无比自信，坚信面试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然而，考官的问题是关于软件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些问题他竟然从未认真思考过。史蒂文斯觉得，公司对于软件业的理解令他耳目一新。虽然应聘失败，但他感觉收获不小，有必要给公司写封信，以表达感谢之情。于是他立即提笔写道：贵公司花费人力物力为我提供了笔试面试的机会，虽然落聘，但通过应聘使我大长见识，获益匪浅，感谢你们为此付出的劳动，谢谢。这是一封与众不同的信，落聘的人没有不满，毫无怨言，竟然还给公司写来了感谢信，真是闻所未闻。这封信被层层上递，最后送到了总裁的办公室。总裁看了信之后一言不发，
把它锁进了抽屉。3个月之后，新年来临了，史蒂文斯收到了一张精美的贺年卡，上面写着：尊敬的史蒂文斯先生，如果您愿意，请和我们共度新年。贺卡是他上次应聘的公司寄来的。原来公司现在出现了空缺，他们首先就想到了史蒂文斯。这家公司是美国的微软公司，现在已经闻名世界。10几年后，凭着出色的业绩，史蒂文斯一直做到了副总裁。心存感激，一路走来，道路很宽，朋友很多，思想很活，生活很美。以感恩的心态面对一切，包括失败，你会发现人生其实很精彩，生活其实很幸福。对于一份源于心底的激动，用一颗感恩的心去对待别人以及这个世界，你就会发现生活之中有了感恩，而多了欢笑、快乐和真诚，而少了那些虚伪、欺骗和伤害。知足者常乐，善于知足。自我满足有2种，一是盲目的满足，一是知足而常乐。盲目的满足是不可取的，它会使你走向失败，而后者心灵通达，极易知足。人生一世是非常不容易的，知足是一种最大的满足。人生就是炼狱，磨难不计其数，要想活得潇洒些，就必须要学会自己安慰自己。正所谓心底无私天地宽，凡事只要想开了，就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来折磨你。想要心情好，就一定得学会自己来欣赏自己。现在大家都比较关注自己的生活质量，然而生活质量的好坏并不完全在于物质方面，它更多的在于你自己心情的好坏。一个人成天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苦恼，即使他拥有了金山银山，那么生活质量也好不到哪儿去。华智仁波切说过，有一匹马，那么就有一匹马的痛苦；有一只羊，就有一只羊的痛苦。财富越多，痛苦就越大。所以凡事要学会知足，知足的人胸怀就会坦荡，没有欲望和烦恼，这是超越世间的一种安乐的境界。有一位年轻人总是埋怨自己生不逢时，发不了财，整天愁眉不展。这一天走来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老人关心地问：年轻人呐，为什么不高兴？我不明白，我为何老是这么穷啊？穷？我倒觉得你非常富有，老人由衷地说。这个年轻人不能理解，老人于是问道：如果我现在折断了你的一根手指，给你1万元，你干是不干呢？不干呢，年轻人马上回答。如果说我马上让你死，给你1000万，你干还是不干呢？不干呢。那这不就好了？你身上的钱已经超过1000万了呀。老人说完就笑着走开了。我们时常和这个年轻人一样，愁眉苦脸的，不能够看到自己所拥有的，整天考虑的是未来的难处，自己给自己背上了包袱，很少有知足之心。知足者常乐，满足于现状对于个人来说并不一定就是不思进取。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对于事业，我们应该孜孜以求，而对于那些名利之事，我们大可不必计较，还是顺其自然的好。有的人呢，钱多的不知该怎么花，而对于相当多的老百姓来说，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怎么办？红眼病那是万万犯不得的，钱多了就容易遭贼惦记。如果你这么想，那么你的心态也就逐渐平稳了。你开着私家车是神气，可是过不了10几年，那么充其量它也就是一堆废铁呀。有人骑自行车上下班，累是累了，可是一来安全呢，二来还符合环保的要求，
更重要的，他还锻炼了身体。千金难买好身体，何乐而不为呢？有一个乞丐和一个富翁，同在一个沙滩上晒太阳。富翁就问乞丐：“你为什么不努力工作呢？”乞丐反问：“你努力工作是为了什么呀？”“为了赚钱呢。”“那赚钱是为了什么？”“为了能够出来旅游啊。”“那出来旅游又是为了什么呀？”“为了可以躺在这沙滩上晒太阳啊。”“是啊，我现在已经躺在这儿了。”知足就是一种快乐。要做到知足常乐，那么就一定要经常来审视自己，时刻保持一种豁达和乐观的积极心境，消除一切不合实际的物欲，排除那些不合理的诱惑，抵御那些想入非非的杂念，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无论外部的环境如何，都不要让荣华富贵、得失成败左右了自己的心境，一定要守住自己知足的心理。再苦也要笑，开怀一笑。再苦也要笑一笑。人这一生啊，不知道要遇到多少的艰辛与坎坷，还有各种的厄运和困难。就是因为有那火焰般燃烧在内心的希望，才使得我们不甘心被眼前的困难所吞噬，不甘心让暂时的挫折束缚了我们前进的脚步，从而焕发出生机与活力，锲而不舍的寻觅和追求。人生就是得失循环的过程，适时的放弃一些东西，才能够获得更珍贵的东西。我们该看到自己的优点，也应该去接受自己的缺点。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完美的人生，因此我们不必戴着面具去生活。追求享乐是人生的天性，但是经历苦难也是人生的必然。人若不经历挫折、苦难、挣扎，也就不可能脱颖而出。古今中外的历史反复证明了一个道理：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难。只要向着阳光，阴影就留在你的背后。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人不是因为心情好而笑，而是因为笑而心情好的。把笑容留在你的脸上，慢慢的它就会渗透到你的心里。晚上笑一笑，睡个美满觉；早晨笑一笑，全天生活有情调；工作之余笑一笑，自在乐逍遥；喜庆之时笑一笑，满堂欢喜又热闹；烦闷之时笑一笑，一切烦恼全忘掉。曾经有这样一位女学生，因为家里边贫困，很早就退学嫁人了。她的同学猜想啊，她一定是个愁肠百结的女人，就一起相邀去看她。谁知这一看啊，发现她竟然是一副很满足的样子。她有一个很爱她的丈夫，有一个可爱的小男孩，这就是一个女人的幸福了。日子一天天流逝，后来她的丈夫在一场大病中离她而去，再后来儿子因开车出事进了监狱。而此时她的朋友猜想，她这回一定是很痛苦了。有一次，一个朋友路过她家，特地去看她。她的容颜苍老了许多，额头过早地爬上了一条条的皱纹，但她办起了一个托儿所。在与朋友的谈话之间，她一会儿抱抱这个孩子，一会儿拍拍那个孩子，屋子里充满了孩子幸福的欢笑，看起来她没有想象的那么痛苦。倘若别人能将你的财产、你的妻子、你身外的一切都拿走，你还能够坚强的挺立，这可说明你是个强者。因为谁也拿不走你的快乐、你的自信、你内心的宁静。在一个讲究包装的社会里，我们常禁不住羡慕别人那光鲜华丽的外表，而对自己的欠缺却耿耿于怀。其实啊，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是完整无缺的，每个人或多或少的都缺少一些东西。有人夫妻恩爱，
月收入数十万，却有严重的不育症；有人才貌双全，能干多金，情字路上却是坎坷难行；有人家财万贯，却是子孙不孝；有人看似好命，却一辈子脑袋空空。每个人的生命都被上苍画了一道缺口，你不想要的，它却如影随形。你要宽心接受，体会到生命中的缺口。它好似我们背上的一根刺，时时提醒我们要谦卑，要懂得怜惜。若是没有苦难，我们会骄傲；没有沧桑，我们不会有同情心去安慰不幸的人。有这样一则实例啊，非洲的一座火山爆发之后，随之而来的泥石流倾泻而下，迅速流向了坐落在山脚下不远的一个小村庄。农舍、良田、树木，一切的一切都没有躲过被摧毁的劫难。滚滚而来的泥石流惊醒了睡梦中的一位14岁的小女孩。流进屋内的泥石流已经上升到了她的颈部。此时，小女孩只能露出双臂、颈和头部。及时赶到的营救人员围着她，但却没有一点的办法。因为对于这个遍体鳞伤的小女孩来说，每一次拉扯无疑是一种更大的伤害。这时，房屋早已经倒塌，她的双亲也被泥石流夺去了生命。这个女孩是村子里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当采访的记者把摄像机对准她的时候，她始终没有叫一个疼字，她只是咬着牙微笑着，不停地向营救人员挥手致谢，两手做出表示胜利的 V 字形。那个小女孩坚信政府派来的救援队一定能够救她，可是营救人员最终也没能从这固若金汤的泥石流中救出她。但那个小女孩自始至终都微笑着挥着手，直到一点一点地被泥石流淹没。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那小女孩脸上没有一丁点的痛苦失望的表情，反而洋溢着微笑，而且一只手保持着 V 字形。那一刻仿佛能延伸一个世纪。在场的人含泪目睹了这庄严而又悲惨的一幕，心里边都充满了悲伤。世界静到了极点，只有灵魂在独舞。死神可以夺取人的生命，却永远夺不去在生死关头的那个 V 字所蕴含的精神。在人生的道路上，挫折、困难，甚至是绝境是避免不了的。最重要的是要坦然面对，自信自强，让灵魂始终微笑，高举那面叫做自信的胜利之旗。因为穿透灵魂的微笑，常常在生命边缘蕴含着震撼世界的力量，让人生所有的痛苦如轻烟一般飘散。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不管你在做什么，要永远记住，简单的一个微笑是一种最为普及的语言，它能够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人与人之间最短的距离是一个可以分享的微笑。即使你是一个人在微笑，也可以使你和自己的心灵进行交流和抚慰。一旦学会了再苦也要开怀一笑，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从此就会变得更加轻松起来。所以啊，不要幻想生活总是那么圆满，也不要幻想在生活的四季之中享受所有的春天。每个人的一生都注定要跋涉坎坎坷坷，品尝苦涩与无奈，经历挫折和失意。在漫漫旅途之中，失意并不可怕，受挫折也无需忧伤。只要心中的信念没有萎缩，只要自己心中的季节没有严冬，即使凄风苦雨，即使大雪纷飞，人生旅途也不会为之中断。艰难险阻是人生对你另一种形式的馈赠，坑坑洼洼也是对你意志的磨练和考验。落英在晚春凋零，来年又灿烂一片。黄叶在秋风中飘落，春天又焕发出勃勃生机。
这何尝不是一种达观，一种洒脱，一份人生的成熟，一份人情的练达？当晨曦洒进你的心中，你会幡然明白，人生不要太圆满，再苦也要笑一笑。卸下人生包袱，懂得放松。在人生的旅途之中，一个人如果喜欢把自己所遇到的每件东西都背上，身上负重，这样就会感觉到非常的累，保证不了哪天会因为身负如此沉重的东西而停止不前，或是倒地不起。在车站，我们看到走得最累的是那些背着大包小包的人，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有携带越少，才会越超脱。一个人越是淡泊，精神就越自由。宋朝的吕蒙正被皇帝任命为副相。第一次上朝的时候，人群里突然有个人大声讥讽：“嘿嘿，这种模样的人也可以入朝为相啊！”可吕蒙正却像没有听见一样，继续的往前走。然而跟随在他身后的几个官员却为他鸣泣不平，拉住他的一角，一定要帮他查出究竟是谁如此大胆，敢在朝堂上讥讽刚刚上任的宰相。可吕蒙正却推开了那几个官员：“谢谢你们好意，我为什么要知道是谁在背后说那些不中听的话呢？倘若一旦知道了是谁，那么这一生都放不下，以后怎么安心的处理朝中的事儿啊？”吕蒙正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宋的一代名相，究其根源是他能有一个放下一切荣辱的胸襟。有一首流传非常广泛的谚语：为了得到一根铁钉，我们失去了一块马蹄铁；为了得到一块马蹄铁，我们失去了一匹骏马；为了得到一匹骏马，我们失去了一名骑手；为了得到一名骑手，我们失去了一场战争的胜利。为了一根铁钉而输掉一场战争，这是一个不懂得及早放弃的恶果。生活之中，有时那些不好的境遇会不期而至，搞得我们猝不及防，此时我们更要学会放弃。诗人泰戈尔曾经说，当鸟翼系上了黄金时，就飞不远了。放弃是生活时时处处应该面对的清醒选择。学会放弃，才能卸下人生的种种包袱，轻装上阵，安然地对待生活的转机，度过人生的风风雨雨。智者曰：两臂相衡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古人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选择量力而行是睿智和远见，放弃是顾全大局的果断和胆识。人生如戏，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唯一的导演，只有学会选择和放弃的人，才能够彻悟人生，笑看人生，拥有海阔天空的人生境界。有个人刚刚参加了一个特别的葬礼，一位在某医院工作年仅20多岁的女孩，由于长达5年的恋爱失败而自杀。那个女孩不仅生得美丽善良，孝顺父母，而且有着令人羡慕的稳定的工作。在沉痛的哀乐声中，那个人泪流满面，女孩的父母白发苍苍，心力交瘁，痛不欲生。生前的亲朋好友也都低声为她哭泣，为之惋惜。那个女孩在人生的转折之处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她选择了在痛苦中静静的离去，在静静的离去之中摆脱痛苦。然而这个女孩的这种做法却给活着的亲朋好友留下了更多的痛苦。其实如果她能够看得开，能够放下这心头的包袱，事情也许会是另一种结局。人生为何不看开一点呢？在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讨论一个共同而且永久的话题：人的一生该怎样才能够让自己拥有快乐？
从乡野蛮夫到名人圣贤，各个阶层、不同经历的人，都有自己独特而精辟的观点。有的人会以舍生取义、精忠报国为乐，有的人会以不断进取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为乐，也有的人会以不择手段来满足一己之欲为乐。其实一个人要想获得真正的快乐，只有卸下装在身上的包袱，只有用心来体验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尽管人生短暂，但却如此的美妙和精彩，那就让我们的身心减少些包袱，让我们热情地去拥抱生活，让我们学会用心去采集人生道路上的激情浪漫，让我们懂得用心去玩赏人生道路上的快乐之花。如此这般，我们的人生将变得绚丽而多姿，我们的人世间将会充满幸福和快乐。生活中，你遇到越多的诋毁和指责，有时反而更能证明你自身的价值。每一个前进的人都会受到阻拦，这是社会的游戏规则，也是人性。银幕硬汉施瓦辛格竞选州长时，也面对了各种刁难和重伤，可是他选择放弃很多为自己辩解的时机，这样反而增加了他在选民之中的人格魅力，赢得了更多的信赖和支持，并且最终获得了胜利。不但竞选是这样，现实生活也是如此。自己想做什么事儿，就一心一意地去实现它。对出现的阻挠不要介意，把它们当作是生活中的琐屑之事，停一停，摆一摆，暂时卸下这些包袱，让自己放松一下，这样就会风平浪静，一切就会过去。选择放弃，成就了施瓦辛格。其实放弃不只是一种豪气，也是更深层面的进取，同时它又何尝不是一种生存的智慧呢？活在当下。活在当下，这是禅宗里的语句。他是说，人应该放下过去的烦恼，舍弃未来的忧思，把所有的精神力量用来承担眼前的这一刻。失去此刻，就没有了下一刻，不能珍惜今生，也就无法向往来生了。而活在当下，也就是快乐来临的时候就享受快乐，痛苦来临的时候就迎向痛苦。在黑暗与光明之中，既不回避，也不要逃离，以坦然自然的态度来面对人生。如果我们把活在当下变成快乐的活在当下，是除了承担之外，还有希望，有愿望，有好的心情。不只是坦然和自然，还希望能够扭转此时此刻的生活，使自己永葆一份喜悦之心。有这样一则故事，在一所寺院里，有一个小和尚，他每天早上负责清扫寺院里的落叶。早晨起床扫落叶实在是件苦差事，特别是在秋冬之际，每一次起风之时，树叶总会随风飞舞。每天早上都需要花费许多时间才能够清扫完树叶，这让小和尚头痛不已。于是他就一直想要找个好办法，可以让自己轻松一些。这时有个和尚跟他说：“你在明天打扫之前，用力地摇一摇树，把落叶统统地摇下来，那么后天就可以不用扫落叶了呀。”小和尚感觉这是个很好的办法，于是隔天他就真的起了个大早，使劲地来摇树，这样他就可以把今天与明天的落叶一次性地扫干净了。一整天的小和尚都非常开心。第二天，小和尚到院子里一看，不禁是傻了眼，院子还是和往常一样，满地的落叶。这时那老和尚走了过来，对小和尚说：“傻孩子，不管你今天怎么用力，明天的落叶还是会飘下来的。”小和尚终于明白了，世上有许多事情是无法提前的。想要拥有最为真实的人生态度，只有认真的活在当下。曾经有一位特别富有的商人，
他不但拥有无尽的财富、美丽的妻子、可爱的儿子，家庭生活也十分美满。但是面对拥有的这一切，他根本感觉不到快乐。有一天，他把医生找来了，跟他说：“我怎么这么不快乐呢？请你让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变得快乐起来，那样你就可以得到我一半的财富。如果你不能做到，我是不会放过你的。”这位医生听了之后便慌了起来，这可怎么办呢？要怎样才能让一个人快乐呢？他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什么办法。他就对商人说：“尊敬的老爷，我需要静心，要回去参照一下古代的经典以及以前的医学，看看有什么方法，明天来告诉您。”商人说：“好吧，那你回去吧。”回到家，这个医生头痛不已，心想这该怎么办呀？如何才能让他在较短的时间内快乐起来呢？这个医生就像疯了似的自言自语：“如果我做不到的话，那么他真的不会放过我的。”他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他对商人说：“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你只要把这个国家最快乐的人的衬衣穿上，你就会快乐了。”听到了这个方法，商人很高兴，于是他就对总管说：“去找一个快乐的人，并且尽快的把他的衬衫拿给我。”于是总管出发了。他想，什么人才快乐呢？应该是那些不愁吃穿的人才快乐。于是他就到了一家不愁吃穿的人的家里，讲了这件事。那个不愁吃穿的人说：“可以啊，你要拿多少衣服，吃多少东西都可以。但我实话告诉你，我一点都不快乐。我还很感谢你告诉了我这个方法，我也要我的家人去找这个最快乐的人的衬衣。”总管又出去找了很多人，但是大家都感受到不快乐。总管知道上当了，那个医生的问题现在变成了他的问题，他有麻烦了，怎么办呢？这时有一个人跟他说：“总管大人，别担心，我知道一个快乐的人，你也应该知道这个人。他每天晚上都在河边吹笛子，他的笛声非常优美，而且又特别的动听，他一定是一个很快乐的人。”总管一听说：“对呀，有时候在漆黑的夜晚，我陶醉在他的笛声里，那些曲调是那么的美。这个人是谁呀？他在哪儿呢？”那人说：“到了晚上，我们就可以去河边寻找他，他每天晚上都会出现。”第二天晚上，那个吹笛子的人又出现了，他的笛声无与伦比的美妙，每个音符都充满了喜悦。总管格外的高兴，我终于找到这个人了。当总管到达河边时，那个吹笛子的人问那个总管说：“你想要做什么？”那个总管问：“你快乐吗？”吹笛子的人说：“我很快乐，我就是快乐。你想要做什么？”那个总管高兴的手舞足蹈地说：“你只要给我你的衬衫就好了。”吹笛子的人沉默不语。总管又说：“你为什么不说话呀？快给我你的衬衫，我的主人需要它。”吹笛子的人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没有衬衫啊。你现在看不到是因为夜晚太黑了，但事实上我是赤裸裸的坐在这儿。如果我有的话，我可以给你们，我甚至可以给你我的生命，但我真的没有任何衬衫啊。”总管问：“那你为什么感到快乐？你怎么能快乐的起来呢？”这个人说：“每天无论什么时候，当我放下所有的东西时，我就变得非常快乐了。”我们要为现在而活，你所拥有的只是现在。内心的平静，工作的成效，都决定于我们要怎样活在现在的这一刻。不论昨天发生过什么事儿，
也不论明天有什么即将来临，你永远置身于现在。从这个观点来看，快乐与满足的秘诀就是全心全意集中于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之上。过去的烦恼，未来的忧虑，全部都集中到现在，使我们的生活悲惨，效率低下。我们也要学会把快乐延伸到学会享受，因为我们有时会认为未来的情况会比现在好。快乐应寓于创造之中，应寓于自得其乐的生活中。有一支淘金的队伍，在沙漠中艰难地行走，大家步伐都很沉重，因为带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大家都痛苦不堪。然而有一个人却在快乐地走着。别人问他：“你为何如此惬意啊？”他笑着说：“因为我带的东西最少啊。”其实，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拥有少一点就可以了。人生的光彩在哪里？早上醒来，光彩在脸上，就是要我们充满笑容地迎接那崭新的一天。到了中午，光彩在腰上，是要我们挺直腰杆活在当下。到了晚上，光彩在脚下，也是让我们脚踏实地地做好自己。人生应当是快乐的，每个人都要持乐观的生活态度，让烦恼悲伤离我们远去，让快乐、祥和、幸福扎根于我们的心田。有时真的会羡慕古人的三大快乐：闭门读书、开门迎客、出门远行。古人焉能如此，我们更应该有过之而无不及呀。乐由心生，其实拥有快乐是非常简单的，关键在于你怎么想。也许今天看来很严重，而为此过分担心，心神不宁。或许到了明天想想，真的没什么，不必太在意，只要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也就够了。生活中令人难忘的美好东西很多，只要你敞开心胸，驱逐那些让人不愉快的记忆，让心灵的底板多拥有真善美的写真，你就会由衷的感到快乐，加倍珍惜自己所拥有的，快乐的活在当下，这就是幸福的人生。解开心结。在心理学中 Samuel Jana 这个词是指内心的结实、束缚或是疙瘩。比如当某人对我们说话不友好时，如果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说而感到恼怒，此时一个疙瘩就在我们心中形成了。如果心中的这个结解不开，害的只能是自己。生活中难免有一些磕磕碰碰，要学会营造自我调节的空间，才能化解矛盾。从前有个武士，名叫做宾悲剧。一天晚上做梦时，他梦到了一个强壮的男子，戴着白色的丝绸帽子，缀红色彩绘的帽带，穿大布衣服，新白鞋子，配着黑色剑鞘，向他斥责，往他脸上吐唾沫。他就惊慌地醒了过来。其实这不过就是个梦而已，但他却一整夜的坐在那里很不开心，而且一夜都没有再睡着。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叫来了他的朋友说：“我从小就很好胜，到今天60岁了，还没有受过这样的挫败和侮辱。昨天晚上我受辱了，我一定得找到梦中的那个人，如果找不到，那我就死了算了。”于是每天清早他都要朋友陪他站在大路口等这个人的出现。结果等了3天还是没有找到，回去之后他就真的自杀了。真可谓是神仙也救不了他，因为他气量太小了，所以自己害了自己，这只能说他是自取灭亡。
其实许多事情，只要卸下思想上的包袱，想通了，也就不是什么烦心的事儿了。只有会解思想上的结，人生才能走得更加轻松，才能得到更多的幸福和快乐。王先生啊，就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的妻子为什么会背叛自己，因为一直以来他们夫妻的感情都是被别人所称道的。可是这人活一世啊，难免有不小心走了神儿，妻子就是走了神儿才做了错事儿。当王先生听妻子说出事情原因的时候，他半晌都没回过神来。好一会儿，两行清泪才从他那木然的眼睛之中流了出来。他痛心疾首地对妻子说：“你已经知道错了，也知道要改，你还告诉我做什么呀？你现在是轻松了，已经放下了，我呢，我的心却已经背上了包袱。”此后，王先生常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对自己说：“妻子已经认过错了，算了，原谅他吧。”可是内心深处，王先生还是原谅不了自己的妻子。在一个人的时候，他脑海里总会一遍又一遍地浮现出妻子与别的男人在一起的镜头。他想到了离婚，只有这样，他才能走出妻子偶然出轨的阴影。可这说离婚容易，真要离却很难呐。因为王先生不是个没有责任心的男人，每每面对儿子妻子，他又开不了口，他只能让心一天天的纠结。有一天，王先生的朋友约他出去玩，坐在朋友的车上，他看到车窗前挂着一个漂亮的中国结，他拿到手上把玩，这时不知为何他就想到了妻子，因为妻子原来就喜欢用线来编一些手工艺品，他还曾经特地为他编过一个。想到了妻子，他的心就痛了起来，不由得在中国结上是左勾一下右引一下的。不一会儿，这个看起来挺复杂的中国结竟然让他给解开了，成了一根长长的线。朋友见他把中国结解开了，不由得感叹地说：“再复杂的结都是一根线编的，可是这人心中的结啊，怎么有时就打不开呢？”听了朋友的话，王先生不由得是心头一激灵。他忽然间发现自己的苦恨怨憎，其实就是因为自己心放不开，结成了一个结。现在看到的只是一根线而已。他终于想通了，一个无论怎样复杂的结，最终还是来自一条简简单单的线，是人把线变成了结，又是人把结变成了线。成结成线啊，原来都在于自己。想到这儿，他不由得笑了。从此以后，王先生再没想过离婚，而且跟妻子的感情一日好过一日，因为他的心中没有了结，只有线，一根爱和责任的线，一头连着妻子，一头连着他。小李在候车室里认识了一位异乡的朋友，简单的交谈之后啊，这位朋友便谈到了他此次出门的原因。他是在百忙之中放下自己经营的公司，而来看望一位挚友来的。他谈到了这位挚友，话语之中便多了几分感慨和无奈。他原本很恨对方，只因为在他刚进公司做事时，便在一次小小的失误中，被这位担任领导的挚友扣除了20%的成效金，还成了个被通告的人物。他愤愤不平，以后的工作中，不管他的朋友怎么努力的想解除一切的误会，他都固执着连问声好都觉得是多余的事儿。但渐渐的，他开始发觉，挚友会在同事的生日会上小心翼翼的留一块蛋糕给加班加点的他，在端午节为他煞费苦心的包上2个粽子，在炎炎夏日恰到好处的在他那凌乱的办公桌上放上几颗鲜嫩的荔枝，为他熬夜悄悄的修改不甚完美的文案。在一个假日的午后，他跟这位诚恳的上司说了3个月以来的第一句话：谢谢。
他看见对方那惊喜的表情和孩子气十足的叫了声万岁，他笑了。从此公司里就多了一对共欢乐同奋斗的兄弟。他说，我们是在上一年度的体检中知道他得绝症的，是肺癌晚期。说到这儿，小李看到了这位老乡潮红的眼睛。医生说他最多只能再坚持1个月的时间了。我想陪陪他，就谈谈以前，但我怎么恨他，又怎么原谅他？小李问他，你应该有许多公司的事情要处理吧？而他却说，我可以用我的一生来陪伴我的公司，但我只有1个月的时间和我的朋友一起度过。他重复了最后一句话，努力的在痛苦中使自己微笑着。死结在细心与努力之中，终究有一天会解开。然而解开的那一天，也就是心情轻松愉快的开始。解开一个心结，人生也就走进了另一个世界。时间可以改变一些东西，时间可以让我们忘掉那一时的不快，持续的不爽。时间会给我们解开一些心结。很多时候，人心中的结并非是解不开，而是不愿意解开。那是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呐，谁都愿意将这一切埋在心中，多年之后当成一种温馨的回忆，一种记录了生活的无奈的回忆，一份对于生命的执着的回忆。其实生命固然需要执着，但执着过了头就是固执。一个固执的人终究会因为太多的固执而失去太多。解开心结，走出自己封闭的世界，你会感觉自己拥有了一片自由的天空。学会营造自我。营造自我，其实就是要学会自我调节。我们的心情需要自我调节。人有的时候会在不知不觉之中心情不好，影响到你无心做事，一个人闷闷不乐地傻坐着，脑子里是一片空白，不知这种情绪是从何而来，因何事而来。总之做着做着，说不痛快就不痛快了。可能这潜意识里有某种自己还没有细细品味的原因，它已经在心中捣鬼，破坏着你的情绪。光阴流转，人生易逝，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对于每个人来说，心情也就有了特别的意义。如果心情爽朗愉快，不仅生活和工作有劲头有奔头，就连走起路来也会觉得轻盈敏捷。而倘若这心情郁闷沉重，生活的滋味也就毫无享受可言。尤其是在丰衣足食的今天，使得人们对这心情格外的看重，因而也就有了那份向往，那份渴望，那份祝福。其实呢，一个人的心情怎么样，情绪如何，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这就需要自己学会调节，学会放松。当心情烦躁不安的时候，不妨听听优美的音乐。音乐相对于其他艺术形式有其独特的魅力，虽说都是传播生命之美的媒介，但它往往能够给予人们一种心灵上的启迪和共鸣。音乐是人的情感最为直接的表现，你对美好生活的深深的爱，都寄行在那些动人的歌声之中。这些歌和我们的心灵结成一体，成为我们最难忘最动情的记忆。当心情有些悲伤沉重的时候，不妨翻阅一下杂志，读上几段自己喜欢的文章。此时你就会感到心海微沉，浅浅的动，默默的流，仿佛在文章的字里行间慢慢的升腾起一股绚丽的情愫，吹动你的心情，激发你的情感，驱动你心中几多悲伤，填补几许的慰藉。学会自我调节情绪，无论是自觉不自觉，经意不经意，都会产生好心情，使不安、烦躁
悲伤沉重的心情变得开朗、平静和愉悦。曾经有一个人呢，他生活得很不快乐，别人问他是哪方面的，他也说不清楚。总之，从孩子、家庭到工作都觉得不顺心。对这个人的看法，也许大多数人都不敢苟同。当然了，人生在世，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一个人想要事事如意、处处顺心、一帆风顺、青云直上，那是不可能的，简直位于天方夜谭。要想快乐，关键在于我们自己。快乐是一种心境，要靠我们用心去营造它。对于快乐，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境遇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大家都觉得有钱的人应该是快乐的，而其实有钱的人的烦恼远比一般人要多得多。不是担心后院起火，就是担心有人图财害命，远没有平民百姓过得开心和逍遥自在。世上的事儿啊，就是这样，快乐并不能用金钱来衡量。有钱的人并不一定快乐，没钱的人不一定不快乐。一个人曾因为没有鞋穿而苦恼，直到有一天他碰到一个没有腿的人，他才感到和没有腿的人比起来，即使是没有鞋也很快乐了。人生苦短，苦也是活，乐也是活，何不活得快乐一些呢？别人如果对不起你，你没有办法，但你不能对不起自己，更不能要跟自己过不去，否则即使在别人看来是很快乐的事儿，你也会觉得很烦恼。快乐是淡泊名利，试想那些终日处心积虑追逐名利的人，哪有什么快乐可言？只有那些不争名不争利、淡泊人生、宁静致远的人，才能快乐一生。快乐是给予，那些只知索取不知给予的人是不会快乐的。即使他们得到快乐，也只是一时的，绝不会是长久的。只有那些乐于奉献、乐于助人、乐于给予的人，才会永远的快乐。快乐是善良，只有善良的人才会快乐，心存邪恶的人是不会快乐的。与人为善，真诚待人是快乐之本，快乐也是坚强。有一个叫张然的女孩，她还不满17岁，在身患癌症、做过3次手术、10几次化疗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快乐，即使是在告别人世之际，依然把她那永恒的微笑留给了我们。一个10几岁的女孩教会了我们这些成年人如何直面人生，如何创造快乐。她的坚强，她的快乐，令我们这些仍然活着的人深思，思索快乐，思索人生。快乐不是与生俱来的，快乐需要去寻找，去营造。只要我们用心的去找，精心的营造，一句问候，一个微笑，一件小礼物，甚至一个会意的眼神，都会成为快乐的源泉。有一个美国商人坐在墨西哥海边一个小渔村的码头上，看着墨西哥渔夫划着一只小船靠岸，小船上有几条大黄鱼。这个美国商人对墨西哥渔夫能够抓这么高档的鱼而感到惊讶，问要多长时间才能抓这么多呀？渔夫说才一会儿功夫就抓到了。美国商人惊奇地问，那你为什么不待久一点啊，多抓一些鱼？那渔夫却笑着回答说，这些鱼啊，已经足够我们一家人生活了。于是美国人又问，那么你剩余的时间都在干什么呢？墨西哥渔夫告诉他，我每天睡到自然醒，出海抓几条鱼，回来之后呢，再跟孩子们玩一玩，再懒懒的睡个午觉。黄昏的时候啊，到村子里喝点小酒，再跟哥们们玩玩吉他。我这日子过得是又快乐又忙碌呢。美国人以自己的心思帮他出主意说，我是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企业硕士，我认为啊，
你应该每天多花些时间来抓鱼，到时候你就有钱去买条大一点的船。等有了大船之后啊，你自然就能抓更多的鱼，然后再买更多的渔船，然后你就可以拥有一个船队了。到时你就能够控制整个的生产、加工、处理和行销了。最后，你可以不用待在这个小渔村，搬到城里去住，然后到纽约，在那里经营你不断扩充的企业。墨西哥渔夫问：那要花多长时间啊？美国人说：15到20年。那然后呢？美国人这时得意地说：然后你就可以在家快活啦。等时机一到，你就可以宣布股票上市，把你公司的股票卖给投资大众，到时你就有数不完的钱。那再然后呢？美国人又说，到时候你就可以去享受生活了。你可以搬到海边的小渔村去住，每天睡到自然醒，出海随便抓几条鱼，跟孩子们玩玩，再睡个午觉。黄昏时到村子里喝点小酒，跟哥们们玩玩吉他。墨西哥渔夫这时疑惑地说：哎，那我现在不就是这样吗？对于这个渔夫来说啊，现在的生活就是很快乐的。这快乐也是因人而异的。如果你认为你的生活是快乐的，那么你就会过得很快乐，因为这快乐啊是自己来营造的。心机之二，与人为善，不耍诡计，胸怀坦荡。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但有的人啊却总喜欢刁难别人，以为难别人为乐，不给别人以方便，不肯付出真心为别人服务。这样的人不但得不到人缘，反而会显示自己的无能。凡是那些能干的人，当别人对他有所请求时，都会得到肯定的答复，都是 OK。如果你总喜欢去帮助别人，那么你必定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人。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人格健全完备的人，才能够受到人们尊重。做一个自私的人，做欺心的事，嫉贤妒能，与成功无缘。要处处为他人着想。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那这一生一定要过得有意义，不管在哪个方面都要努力的做到最好，要处处为他人着想，不做自私自利的人。常为他人着想的人是迷人的人。倘若在一个失意的日子，你在大街上遇到这样的人，你就会觉得似乎心情好多了。依据比肯斯菲尔德伯爵的看法，一位真正的贵妇或是一位真正的绅士的主要特征，就是在为他人着想。在英国的一所古老庄园，里面的人信奉这样一段话：真正的绅士是上帝的仆人，是世界的主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美德是他的事业，学习是他的娱乐，知足是他的休息，快乐则是他的回报。上帝是他的父亲，耶稣基督是他的拯救者，圣人是他的教友，而所有需要他的人都是他的朋友。热忱是他的牧师，纯洁是他的侍从，节欲是他的厨师，温和是他的管家，好客是他的仆人，节约是他的出纳，仁慈是他的看门人，谨慎是他的搬运工，虔诚则是他家里的女主人。这些人在最恰当的时候为他服务，这样他的整个家就是由美德构筑起来的，而他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这样的人必然会将整个世界带上通往天堂的道路。一路之上，他努力着，尽其所能，他给自己带来了灵魂的满足，给他人带来了心灵的快乐。有一个人遭遇暴风雪，迷失了方向。由于他穿着的装备无法抵挡风雪，以致手脚开始僵硬。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结果他遇到了另一个和他相同遭遇的人，几乎冻死在路边。他立刻脱下了手套，跪在那个人的身旁，按摩他的手脚。那人开始有了反应，最后两人合力找到了避难处。之后，有人告诉了故事中的主角，他救别人其实也是救了自己。他原本手脚僵硬麻木，而就是因为替对方按摩而变暖了。善心是从不损失的投资。爱默生曾经提醒我们，要做一个为后来者开门的人，不要试图使世界成为死港。他又说，此生最美妙的报偿就是，凡真心帮助他人的人，没有不帮助自己的。曾获得奥斯卡奖的电影剧本作家罗伯特·显汤尼，在1982年的时候，事业遭遇了重创，同时与妻子闹得不可开交，而他无比钟爱的宠物犬恰在此时又死了，这一切都令他悲痛不已。他说，我独自一人踟蹰在荒凉的沙滩上，那儿放眼都是飘来的垃圾，我觉得自己真的是一无所有了。而此时，沙滩上有一对夫妻走过来对他说，对不起，我们碰到了一些麻烦，我们坐汽车到了这儿，但是因为司机罢工，回程票作废了，现在的现金不够回到市里去，你能够帮助我们吗？于是他把手伸进了口袋，倾囊帮助了他们。唐尼继续说，此时我感到心胸顿时开阔，我本来觉得自己彻底完了，但就在那个沙滩上，我竟然还能为别人做点什么，这使我感到我并不是完全没有用，而且相信无论如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善意的微笑，或是肩膀上的轻拍，都可以将一个人从悬崖的边缘拉回来。在帮助他人疗伤的同时，我们也使自己痊愈。我们知道来自爱的快乐，那是瞬间即逝的，很快我们就会觉得不满足，于是又重新开始了我们的追寻。其实，快乐的源泉就在于托，为别人奉献，关注别人，与别人分享希望，分享自己的故事，也倾听别人的故事。相传有一个偏僻的山村，村民们每天起早贪黑地种植稻谷，可年年收成都很少，不能够养家糊口。有一个聪明的农夫想到山外寻找一些优质的稻种，终于如愿以偿。第一年试种，果然是产量颇丰，他得到了一笔不菲的收入。左邻右舍就想从他那儿换取一些稻种，可是这位农夫想，如果产量都提高了，那么自己不就不能发财了吗？于是他拒绝了乡亲们的请求。第二年，他更加辛勤的劳作，期盼能有个更好的收成。但始料不及的是，稻子又恢复了原来的产量。原来啊，在稻谷授粉之时，蜜蜂使他家的稻子接种了别家的花粉。与这位农夫的自私自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位盲人宽阔的心胸。这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夜间走路之时，总是提着灯笼，点上蜡烛。路人不解，就问他：“你眼睛看不见，这么做不是多余的吗？”这位老人正色道：“我打灯笼是为了给别人照路，这样别人就不会撞到我了。”照亮别人等于是照亮了自己，为他人着想，实际上亦能惠及自身。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就是这个道理。诚然，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情操，很多人难以做到，但在为人处事时，又岂能是只考虑自己，不考虑他人和社会呢？不可否认的是，生活中确实有一些人信奉个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人生哲学。有的人甚至一味追求个人利益，
置道德法纪于不顾，干出损人利己、伤天害理的勾当。在他们看来，受损的是别人，得利的是自己，却全然忘了害人终会害己的教训。社会本来就是个有机的整体，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利益相关，损害了别人的利益，自身利益也难保不受损失。因此，无论身处何方，都不要忘了处处为他人着想，也是在为自己着想的道理。宽恕你的敌人。每个人都说宽恕是美德，如果要一个人真正的去宽恕敌人时，那就又有所不同了。只要稍稍一提，就会有人对你大呼大叫的。人们并不认为宽恕是一种特别超然、很难实行的德行，而是认为此态度对敌人，其行不可忍受，也为人所不齿。人们会说，这种话叫人恶心。大多数人以为宽恕自己的敌人，就是要承认他们并不是那么坏的人，而事实上，他们确实是坏人。宽恕是适度的弯曲，但折伤不到自己。宽恕是承受伤痛，并为自己疗伤。拒绝原谅只会带来更多的伤害，何不卸下受难者的袈裟，做个宽恕的人呢？宽恕是去伤解痛的唯一良方，是一项重要的求生技能。它可以帮助你在一片误解、痛苦、怨恨与憎恨的狂乱之中，找到人生正确的方向。让宽恕打开和解之门，你今天的敌人也许会变成你明天的好朋友。这是两则关于宽恕敌人的例子。乔·路易曾经是美国著名的拳王，纵横拳坛多年，打败了许多高手。但他在生活中为人却非常的谦和，对人又特别的宽厚，和他在拳场上的勇猛完全不一样。有一天，乔·路易和他的一位朋友一起开车外出，结果在拐弯的时候和一辆货车擦了一下。乔·路易看见自己的车蹭掉了一块漆，也没什么大毛病，对方的货车也没什么问题，就准备上车走了。谁知对方下了车，气冲冲的不由分说就将他痛骂了一顿。乔·路易一声不吭的听着，那人骂够了之后上了车，扬长而去。货车司机走了之后，他的朋友非常奇怪地问他，那个人如此的无礼，你又不怕打不过他，为什么不将他修理一顿？乔·路易十分幽默地回答道，如果有人侮辱了歌王卡罗素，你想卡罗素会为他唱一首歌吗？一个人的品格不应该由他特殊的行动来衡量，而应该由他日常的行为来衡量。因为日常行为的好坏或是高低，才能反映一个人个人素质的高低。路易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有涵养的人。因此，在评价别人时，不如借鉴一下。永远不要对敌人心存报复，那样对自己的伤害将会大过对于别人的伤害。在二战期间，一支部队在森林中与敌军相遇了。激战之后，2名战士与部队失去了联系。这2名战士来自同一个小镇。2人在森林中艰难地跋涉，他们互相鼓励，互相安慰。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依然没有与部队联系上。有一天，他们打死了一只鹿，依靠鹿肉又艰难地度过了几天。也许是战争使动物四散奔逃，或是被杀光了。这以后，他们再也没看到任何的动物，他们仅剩下的一点鹿肉背在年轻战士的身上。有一天，他们在森林中又一次与敌人相遇了，他们巧妙地避开了敌人。就在自己以为已经安全时，只听到一声枪响，走在前面的那个年轻战士中了一枪，幸亏伤在肩膀上。后面的战士惶恐地跑了过来，他害怕得语无伦次，
抱着战友的身体泪流不止，并赶快把自己的衬衣撕下来包扎战友的伤口。晚上，未受伤的士兵一直念叨着母亲的名字，两眼直勾勾的。他们都认为他们熬不过这一关了。虽然饥饿难忍，但他们谁也没有动身边的鹿肉。天知道他们是如何度过的那一夜。第二天，部队救出了他们。时隔30年，那位受伤的战士安德森说：“我知道是谁开的那一枪，他就是我的战友。当时在他抱住我的时候，我碰到了他发热的枪管，我怎么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对我开枪。但当晚我宽恕了他，我知道他想独吞我背上的鹿肉，我也知道他想为了他的母亲而活下来。此后30年，我假装根本不知道此事，也从不提及。战争太残酷了，他母亲还是没有等到他回来。我和他一起祭奠了老人家。那一天，他跪下来请求我的原谅，我没让他说下去。我们又做了几十年的朋友，我宽恕了他。最高境界的宽容，就是宽容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倘若我们这样做了，那么我们就会从中体验到我们自身的富有和强大。而当一个人能够宽容别人时，他也必定能够宽容他自己。因为当他对自己充满自信之后，他无需去防御别人，他敢于正视自己的缺点，对这一生中所遭遇的那些不可避免的冲突和挫折具有必要的忍耐力。他能够积极地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从中克服自己的弱点，使自己不断地趋于完善。如果说宽恕是一种圣洁的品质，那么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又都不具备这样的仁慈。但原谅那些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会给你带来一种身心的平和。如果你拒绝忘记那些微不足道的陈年往事所引起的愤怒，那么你就不能体会到这种平静。宽恕敌人，有时就像是镜子反射出你对自己的宽恕一样。宽恕是我们心灵成长的动力，宽恕能治疗一切痛恨，能够增强人际的和谐。不肯宽恕的人，大多数是自以为聪明的人，但从长远来看，他们并不聪明。记住别人对我们的恩惠，洗去敌人的怨恨，在人生的旅途中才能够自由地飞翔。宽容做人，宽容成事。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不幸的事儿，都是由于人们之间缺乏包容心而引发的。这些皆因人与人之间不能容忍与不能包容，和愚昧是同样的意义。而且这种愚昧还是野蛮人和暴徒的愚昧，因为他们对于世间的事物认识不清，由隔膜而误会，由误会而发怒。法国人有句话，能够了解一切事物，便能够宽恕一切事物。有一天，约翰到法国去旅行，在法国一个乡村的小客栈里开了间房。老板领他来到了一个最清洁的房间里，然后很抱歉地告诉约翰，这房子里没有自来水和浴室的设备。因此，约翰便骂法国人是退化的、不讲卫生的野蛮人。而接着，他便得意地向那个主人夸口，在他们国家，无论是大小旅馆，每间房间都有冷热自来水和浴室设备。又说这可并非是奢侈，乃是必需品。然而，约翰的话并不全是对的。这些且不说，那个老实的客栈老板本是想讨好客人，现在却适得其反，感觉非常的痛心。可是约翰所得到的优越性，不过是无限的夸大和虚伪的吹嘘而已。
相传在古代有位老禅师，一天晚上在禅院里散步，突见那墙角边有一张椅子，他一看便知是有位出家人违反寺规越墙出去溜达了。老禅师也不声张，他走到了墙边，移开那椅子，就地而蹲。稍顷啊，果真有一小和尚翻墙，黑暗之中踩着老禅师的背脊跳进了院子。当他双脚着地时，这才发觉刚才踩的不是椅子，而是自己的师傅。小和尚顿时是惊慌失措，张口结舌。但是出乎小和尚意料的是啊，师傅并没有严厉的责备他，只是以很平静的语调说：夜深天凉，快去多穿一件衣服。老禅师宽容了他的弟子，他知道宽容是一种无声的教育。宽容让你获得心灵上的宁静，锱铢必较的人往往并不能获得，而是失去了更多。三国时期的夷陵之役，有人告发诸葛瑾里通蜀汉，孙权却坚定地说：我与诸葛子瑜可谓是神交，外人流言不能兼构。陆逊坐镇荆州抵御蜀军，孙权复刻了一枚自己的大印交给他，委托他全权处理与蜀国交往之事。孙权恩信属下，用人不疑，不但给属下以更大的鼓励，也会给属下更多的权威。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说，无条件的肯定会无限的激发一个人的潜能。可以说，诸葛瑾与陆逊之所以能为东吴开创盛业，与孙权的充分信任是分不开的。曾经有一位身材高大魁梧的人，他的脸特别的黑，明显是被太阳晒的，而且在他的脸上还遗留着战场上的痕迹。他迈着坚强稳定的步子走在库法市场上，有个商人看到他走过自己商店的时候，想显示一下自己的搞笑本领，逗他的伙伴们笑起来，于是他就把垃圾扔向那个过路的人。但是这个过路的人并没有因此而发怒，更没有朝这边看上一眼，他继续迈着稳健的步伐朝前方走去。当他走远了，旁边的人对那商人说：你知道你刚才侮辱的是谁吗？商人说：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从我这儿路过，我哪有理由会认识他呢？他不过就是个过路的，难道你认识这个人？旁边的人对他说：你连这个人都不认识啊，真奇怪。刚才走过去的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军队首领马利克·埃什图尔。是真的吗？他是马利克，就是那个不但敌人听到他的声音就四肢发抖，连狮子见到他都会胆战心惊的马利克吗？那人说：对呀，就是他。此时啊，那个商人吃惊地说：哎呦，我可真该死，我竟然做了这么个傻事儿。等到他回去以后，肯定会下令严厉的惩罚我，我得赶紧去追他，向他讨饶，让他饶了我这一回。那商人说完啊，就马上朝着马利克走去的方向追去了。但是事情却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马利克并没有朝家里边走去，而是拐进了清真寺。这个商人便跟着他进了清真寺。商人见他在做礼拜，等他礼拜完了之后啊，商人走到他跟前，低着头说：对不起啊，我是刚才对你不礼貌的那个人。然而马利克却对那商人说：向真主发誓，原先我不是来清真寺的，但是我看到了你的无知，你无缘无故的伤害路人，正是为了你我才来这儿的，我为你而痛心，所以我来清真寺想要祈求真主让他引导你走上正道，我并没有像你猜测的那样想惩罚你。只有宽容的人才会积极乐观地对待生活，在面对困难或是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们能够遇难不惊，头脑冷静，凡事都以大局为重。
这样的人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尊敬的。把诚信作为你的人生资本。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把诚信当作自己的人生资本。因为一个人一旦是没有了诚信，那么他以后的人生就会遭遇很大的阻力。宋濂是明朝人，他知识渊博，特别的讲信用。宋濂从小喜爱读书，但是他家里边特别的穷，上不起学，也没钱买书，他只好向人家借。每次借书，他都讲好了期限，按时还书，从不违约。人们因此都特别乐意把书借给他。有一次他借到一本书，越读越爱不释手，决定把它给抄下来。可是还书的期限快到了，他只好是连夜抄书。时逢隆冬腊月，滴水成冰。他母亲说：“孩子都半夜了，这么冷，天亮了再抄吧，人家又不是等着这书看呢。”可宋濂却说：“不管人家是不是等这书看，到了期限咱们都要还。如果说话不讲信用，那就是失信于人，怎么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啊？”又有一次，宋濂要去远方向一位著名的学者请教问题，双方事先约定好了见面的日期。可谁知呢，出发那天起了鹅毛大雪。宋濂挑起行李准备上路，母亲这时惊讶地说：“这样的天气你怎么还出远门啊？再说那老师那儿也已经大雪封山了，你这一身旧棉袄也抵御不住这深山的严寒呢。”宋濂却说：“娘今天不出发就会误了拜师的日子，失约也是对老师的不尊重啊！风雪再大，我都得上路。”宋濂到达老师家里时老师感动地称赞道：“这个年轻人守信好学，将来必有出息。”诚信是为人处事的根本，中国人特别的崇尚，而信、智、勇更是人们立足于社会的3个条件。诚信是摆在第一位的。信是一个会意字，人言合体。说文解字里边把信和诚互为解释，信即诚，诚即信。古时候的信息交流没有特别的方式，只能是凭人来带个口信儿，而传递口信之人必须是以实相告，这就是诚或是信的本意。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这是中国人与他人与社会交往过程中的立身处世之本。在深圳，有一个从农村来的妇女，她并没有什么文化，刚来到深圳的时候是给别人当保姆，后来呢，她自己在大街上摆小摊儿，卖一个胶卷赚1角钱。她认定了这个死理儿，一个胶卷她永远只赚1角，结果她的生意是越做越大。后来呢，他开了一家摄影器材店，还是一个胶卷赚1角。市场上当时柯达胶卷卖23元，他卖16元1角，批发量大得惊人。深圳搞摄影的没有一个不知道他。外地人的钱包丢在他那儿了，他花了很多长途电话费才找到失主。有时候算错了账，多收了别人的钱，他就会像个热锅上的蚂蚁，赶紧找到人家把钱还给别人。这听起来就像个活雷锋一样。正因为如此他赚的钱多得不得了。在深圳，再牛气的摄影商也会乖乖的去他那儿拿货。这些事情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半文盲的妇女，在一个人精成堆的地方，竟然能够打败众多的竞争对手。然而我们稍加思索，就会感觉事出有因，它赢在诚实，赢在信誉。以诚待人是成大事者的基本做人原则，做人做事都要讲究个诚信2字，养成诚实守信的习惯。
在事业上用这种习惯来工作，就可以在竞争中取得胜利。古代有个叫做卓树的人，为人十分讲信用。他曾经从建业回上虞老家，临走的时候与师傅诸葛恪约定，某日再来拜会。到了那天呢，诸葛设宴专等。赴宴的人都认为从上虞到建业相距千里，路途之中很难说不会遇到什么风波之险，怎么能这么如期呢？可是须臾数至，一座皆惊。由此看来，诚是一个人的根本，待人以诚就是信义为要。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诚能够化万物，也就是所谓的诚则灵。这正是说明了诚的重要性。相反，心不诚则不灵，行则不通，事则不成。一个心灵丑恶、为人虚伪的人，根本没办法取得人们对他的信任。荀子说：“天地为大矣，不成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治矣，不成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成则疏；君上为尊矣，不成则卑。”明朝人朱顺水说得更为直接：“修身处世，一诚之外便无余事。故曰：君子诚之为贵。天子之庶人，未有舍诚而能行事者也。今人奈何欺世盗名，官得济哉？”所以诚是人之所守，事之所本。只有保证诚信的人，才能被他人信任。对于当前普遍存在的诚信问题，孔子也早有进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人要是不讲信用，不知他会怎样立身于社会。无论你是做管理的，还是做生意的，或者是这平时做人，都不要忘了诚信是无形的资本。关爱他人，赢得人心。吉拉德是美国公认的销售专家，他独创的一种有节奏、有频率的促销法，为商界所称道，现在已经被世界500强的许多公司采用。他在销售汽车的过程中，总不会忘记细致地问清楚用户的联系地址，人尚未出门，感谢惠顾的感谢卡片便已经送到了对方的手里。凡是自己认识的人，吉拉德都将其视为潜在的客户。他每年要给他们寄去12封信函，传送着一个销售员的一片关爱，而每一次均以不同的设计、色彩和形式来投递。信封上并不出现与他行业相关的名称，信函里你也看不到请买我的汽车吧这样的话。而据统计呢，他每个月要寄出1.5万封这种信函。在1月份的信函上，出现在客户面前的是喜庆气氛的图案，恭贺欣喜几个大字格外醒目，落款是雪佛兰轿车乔伊吉拉德上，不提买卖之事，也无其他多余的话。2月份，通过信函向客户说上一句：“请您享受快乐的情人节。”浓浓亲情跃然纸上，令人感动。祝您圣巴特利库节快乐，这个是写在3月份的信函上的，让爱尔兰人是颇然心动。或许收件的人来自于波兰、捷克或是别的什么国家，但这无关紧要，关键是吉拉德不忘向他们表示祝愿，时刻将他们记挂在心头。而接下来有4月、5月、6月，习惯就成了自然。每当新的一个月开始时，有不少客户往往会对自己的夫人这样问道：“收到吉拉德寄来的信函了吗？”当然，得到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这样一来呢，吉拉德的名字1年当中就有12次机会在愉悦的气氛里走进了成千上万的家庭。顾客出于感激之情，在打算买汽车时，往往第一个就想到的是吉拉德。
即便是第二次购车，还是会去找他。杰拉德深知得人心者得市场，懂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次性消费的顾客，而且每一位顾客都是人际关系网中的一个点，都有一定的关系群。只要充分的利用每一次机会赢得顾客的心，就一定能够成为最后的赢家。有一则感人肺腑的故事，说古代有两位农夫兄弟，他们共同耕种一块土地，粮食丰收之后各自分去一半。当时做哥哥的已经结婚有孩子了，可是这弟弟呢还没有成家。一天晚上，弟弟在想，哥哥现在结婚了，有了孩子，家庭负担重应该多接济哥哥一些粮食。于是他起身把自己的一些粮食挪到了他哥哥的仓库里。在同一天晚上，哥哥却在想，我现在已经有家了，现在有媳妇儿关心我，将来有孩子照顾我，而我弟弟他还是单身呢，他应该为今后多存一些粮食。为此，他起床把许多粮食挪到了弟弟的仓库里。第二天早上，他们发现自己的粮食都没有减少。于是到了第二天晚上，他们也同样这么做了。第三天晚上也是一样。就在第四天晚上的时候他们却碰了面。这时他们才发现，他们彼此在对方的心里是多么的重要，关爱之情是多么的深沉话说，有一把坚实的大锁挂在门上，有一根铁杆费了9牛2虎之力，还是没办法把它撬开。这时钥匙来了，他瘦小的身子钻进了锁孔，只是轻轻的一转，这大锁就啪的一声打开了。这铁杆就奇怪地问，为什么我费了这么大的力气也打不开，你却轻而易举的就把它给打开了呢？钥匙说，因为我最了解他的心。每个人的心都像是上了锁的大门，再粗的铁棒也是撬不开的，唯有关怀才能把自己变成一只细腻的钥匙，进入别人的心中，了解别人。其实呢，社会应该多一点相互的关爱，少一点彼此的仇恨。为什么会有恨呢？根本原因是因为眼界狭窄，关爱自己太多，关爱别人太少。大连市公交汽车联运公司702路422号双层巴士司机黄志全，在行车途中突然间心脏病发作，他在生命的最后1分钟，强忍着自己的疼痛，做了3件事情：把巴士缓缓地停靠在路边，并用最后的力气拉下了手动刹车闸，把气控车门打开，让乘客依次安全地下了车，将发动机熄灭了，确保巴士和乘客的安全。黄志全极其艰难地完成了这3件事，然后他才趴在方向盘上停止了呼吸。就这样，一名普通而平凡的公交司机，在自己生命的最后1分钟里所做的也许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3件事情，却让现场的许多人哭了。至今人们都记住了黄志全的名字。2005年印度洋海啸发生之后联合国人道救援事务负责人杨英格兰在随后不久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国际社会对海啸灾区的捐款空前的踊跃，承诺捐助额不断上升，大大超过了联合国在2004年收到的人道救援总额。贫穷的非洲国家也向灾区表示慰问并且援助。富有的瑞典、挪威2国人民为受灾国踊跃捐款，仅民间给海啸受灾国的捐款已经超过了4亿瑞典克朗。从国王、首相到企业和私人，都积极地投入到了捐款之中，媒体更是进行了全方位的宣传。为什么世界上多数的国家、不同的民族都伸出了关爱之手呢？其实
这就是世界上不同肤色的人们心底所发出的生命挽起生命的呐喊。爱是人类的本性，关爱他人也就是关爱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真诚地关爱他人，那么别人也会真诚地来关爱我们。而且关爱他人的人必定会乐观开朗、积极进取、心胸开阔。反之，则会自我封闭、冷酷无情、自私自利。当我们每个人都愿意献出一份爱心时，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的充满友爱。用真诚感动他人。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建立真诚心态的作用和它的意义。诚能动人，至诚可以胜天。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知道了真诚的作用。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就是典型的一例。诸葛亮被刘备的真诚所感动，于是乎他鞠躬尽瘁，为辅佐刘备成就大业付出了一生的心血。诸葛亮之所以如此，是刘备的真诚所致。大事如此，小事也不例外。宋太祖有一次出兵打仗，接纳了许多的降兵。降兵们怀疑宋太祖不能够善待他们，宋太祖为了打消他们的疑虑，便从中挑选了一些勇士作为自己的禁卫军，让他们环绕在自己的营盘周围安然而睡。结果降兵是大为感动，于是他们成为了一支劲旅。可见你对于别人真诚，别人也会竭诚地待你的。在为人处事之中，忠诚的心态就好比是一个水源，水源清，水流则清，即你对别人真诚，别人也会对你真诚。在这方面，唐太宗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有一位臣子向唐太宗上奏，君王应该远离佞臣。唐太宗觉得奇怪啊，于是就问，谁是佞臣呢？这臣子回答，臣可并没有说是谁，但是有辨别的方法可以供陛下参考。陛下可以在群臣面前假装出生气的样子，以此呢来试一试群臣。那些始终能够遵循道理，不屈服于陛下的，就是刚直之臣。如果他们害怕陛下盛怒，而违背自己的心愿，心不甘情不愿地遵从了陛下，就可以说这些人是佞臣。但是唐太宗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唐太宗说，为君之人做出欺骗的行为，那又如何要求臣子们正直呢？朕只是诚心诚意的想治理好天下而已。唐太宗的意思十分明白，上任诚，下用情。这就好比水一样，水源清，水流也会清。此道理也适用于同事之间。为人处事之中，你对别人真诚，别人也就会对你真诚。其次，是我们如何做到真诚的问题。所谓真诚，不是花言巧语，也不是做表面文章。若是内心不诚，说的话再好听，也不会有好的效果，相反还会引起别人的反感。若是内心真诚，表现于外的反而就不那么重要了。即使我们不太会表达，却也无损你内心的诚，或者因为这种拙的关系，反而衬托出了你的朴。诚而且朴，效力更大。北宋的大词人晏殊，在还没有成年之时就参加殿试。他看过试题之后说，我10天前已经做过这个题目了，而且文章的草稿还保存着，请皇上换别的题目吧。宋真宗就非常喜欢晏殊的这种诚实。有一年，宋真宗允许臣僚们挑选旅游的胜地举行宴会，各级官员都踊跃地参加，许多饭店呢就都设置了帷帐，以供宴会和旅行住宿的需要。晏殊这时手头拮据，没钱去出游，
便留在家里边与兄弟读书论礼。这天，宋真宗挑选辅佐太子的官职，出人意料的在百官之中选任了晏殊。宰相就问真宗的用意啊，真宗解释说，我听说啊，各级官员无不游山玩水，大吃大喝，通宵达旦，歌舞不绝，唯有晏殊闭门与兄弟读书，如此坚厚，正可当辅佐太子的重任。晏殊听了之后啊，便老老实实的向真宗说，我并不是不喜欢游乐吃喝，只是因为我现在没有钱，如果有钱了，那么这些游宴我也会参加的。宋真宗就越发的佩服晏殊的诚实，又因为晏殊懂得为臣之道，越来越受到真宗的重用。到仁宗时啊，晏殊就被任命为了宰相。只有真诚才能感动他人，才能够获得真正的朋友，在复杂的人际交往之中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想获得知己，那么就必须要以诚待人。真诚能够感动一个人，虽说是老话，但是其效力的宏大，从古至今颇少例外。在为人处事中，最忌讳的就是欺骗。一旦别人对你有所提防或是有所怀疑，你想真诚待人，别人也许会认为这就是一种虚伪。所以啊，无诚不信，无信不成。你要诚，就先要立信。也许有人说，我真诚待人了，但却得不到真诚的回报，由此便对真诚产生了怀疑。其实不必怀疑，诚是肯定有效的，不会有什么例外。若是发生了例外，也只是你诚的力量太弱，还不足以打动对方的心罢了。这就叫做诚之谓至。你应该增加你的诚，直到足以打动别人的心为止。任何事啊，都要反求诸己，不必求之于人。这就是用真诚感动他人的唯一原则。曾有报道说，香港巨商曾宪梓在发迹之前，有一次他背着领带到一家外国人的服装店推销。服装店的老板打量了一下曾宪梓当时的寒酸相之后，毫不客气的让他马上离开店铺。曾宪梓回到家以后啊，认真的反思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穿好了笔挺的西服，仔细的包装了一下之后啊，又来到了那家服装店。进门之后，他就很有礼貌的恭敬的对那个老板说，对不起，昨天啊，我冒犯了您，请您原谅。今天能不能给个面子，赏光一起吃个早茶？于是呢，两人来到了一家茶馆，边喝茶边聊天，越谈是越来劲儿，越谈是越投机。喝完茶之后，老板问曾宪梓，你那些领带呢？曾宪梓却坦诚的回答说，今天啊，是专门来登门道歉的，不谈生意。老板大吃一惊啊，于是被他的真诚所感动了。从此以后，这家服装店的老板和曾宪梓就成了最好的朋友。两人推心置腹，真诚合作，促进了金利来事业的大发展。无独有偶，1995年，在美国麻州东部劳伦斯镇，有一座具有90年历史的纺织厂发生了火灾。一夜之间，这家工厂付之一炬。当时正值圣诞节的前夕，全厂3000名员工面临着一场被解雇的风暴。然而啊，出人意料的是，纺织公司的董事长亚伦·博斯廷却宣布，下个月全公司员工继续发月薪，并且宣布要重建厂房。当时正是12月，员工们正在发愁该如何过圣诞节时，听到了这个消息都欢呼雀跃。而更让员工大喜过望的是，圣诞节刚过，这位董事长再次宣布续薪1个月。这回啊，惊喜的员工们都傻了。当1月过去，2月来临，
董事长又出乎人们意料的第3次宣布支付全体员工薪酬1个月。这次员工们不是傻了，而是禁不住潸然泪下。当时有许多企业家闻此消息，对亚伦·博斯廷的这种做法不以为然，批评他太感情用事，缺乏商业精神。然而亚伦·博斯廷却说，我视员工为资产，而不是一项开支。很快的，在他的指挥之下，员工们在临时搭建的厂房之中发动起重新购置的机器，员工们昼夜不停地卖力气干活，恨不得一天工作25个小时。半年之后，公司便重新建立起了一座崭新的厂房，效益大增。在当前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经营者只有与人为善，真诚待人，才能够真正的稳操胜券，雄居市场，立于不败之地。嫉妒乃做人之大忌。在圣经里有过这样一句话，嫉妒是骨中的朽乱。意思是说一个人若是陷入了嫉妒之中，就从根本上，从骨子里坏了，病入膏肓，无药可医。可是这嫉妒呢，又是人的天性，没有哪个人敢说自己从来没有嫉妒过。我们没有得到的，有人得到了；我们想要得到的，有人得到了；我们非常想得到的，却归了别人。那么嫉妒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只是有的人的嫉妒不过是心理活动罢了，表面上仍然是谦谦君子，有道是心中万千波澜，脸上行动上却不见分毫，这就算是君子了。而怕就怕是心中妒火在烧，烧毁了心智，烧乱了手脚，酿出了大祸，是别人的祸也成了自己的祸。常言所说的鱼死网破大抵就是这样的结局。圣经里边，人类的第一对亲兄弟就活生生在这一上面上演了一幕悲剧。据圣经记载，亚当的大儿子该隐就是在祭祀的事情上嫉妒弟弟受宠，而活活的将亲生弟弟用锄头打死了。末了他还将弟弟尸体掩埋，以期掩盖罪行。所以说嫉妒是做人的大忌。一旦你任嫉妒在你心中疯长，最终害的还是你自己。嫉妒是心灵的地狱，会让你经受灵魂的煎熬。话说有个人，他非常嫉妒他的邻居，他邻居越是高兴呢，他就越是不高兴；他邻居的生活过得越好，那么他就越不痛快。每天都盼望着他邻居倒霉，或是盼望着邻居家着火，或是盼望着邻居得个什么不治之症，或是盼望下雨天雷能窜进邻居的家，劈死1、2个人的。然而每当他看到邻居时邻居却总是活得好好的，并且微笑着和他打招呼。这时他的心里就更加的不痛快了，恨不得给邻居的院子里扔个炸药包。但是呢，他又怕偿人命，就这样他每天都折磨自己，身体就日渐消瘦，心中就跟堵得块石头似的，吃不下也睡不着。终于有一天，他决定给他这邻居制造点晦气。这天晚上，他在花圈店里买了一个花圈，偷偷的给邻居家送去。当他走到邻居家门口时听到里面有人在哭。此时邻居正好从屋子里走了出来，看到他送了一个花圈，忙说：“这么快就过来了，哟，谢谢谢谢。”原来邻居的父亲刚刚去世，这人就顿时觉得无趣，嗯了2声便走了出来。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就是出于嫉妒，把自己置于一种心灵的地狱之中，折磨着自己，但折磨来折磨去呢，却是一无所得。这嫉妒是心灵的地狱，嫉妒的人总是拿别人的优点来折磨自己。别人年轻他嫉妒，别人长得好他嫉妒，别人身材高他嫉妒，别人风度潇洒他嫉妒，别人有才学他嫉妒，别人富有他嫉妒，别人的妻子漂亮他还嫉妒。德国有句谚语：
好嫉妒的人会因为邻居的身体发福而越发憔悴。所以说，嫉妒的人总是40岁的脸上就写满了50岁的沧桑。好嫉妒的人啊，往往是自大的，因为自大，他总想高人一等，所以也就容不下比他强的人。看到周围的人有超过自己之处，要么去设法的贬低，要么就设置陷阱去坑害对方。好嫉妒的人必然自私，自私的人必然嫉妒。嫉妒和自私啊，就犹如是孪生兄弟。法国作家拉罗惠佛科曾说过，嫉妒是万恶之源，怀有嫉妒心的人不会有丝毫的同情。嫉妒者爱己胜于爱人。因为嫉妒，他不希望别人比自己优越；因为自私，他总是想剥夺别人的优越。好嫉妒的人从来就不为别人说好话，因为他容不下别人的长处，所以他就通过说别人的坏话来寻求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好嫉妒的人没有朋友，因为他容不下别人的长处啊。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长处，所以他就把所有的人都视作自己的敌人了，以冷漠的目光注视着别人。嫉妒是又害己又害人。从自身来讲呢，嫉妒伤身呐。嫉妒使人把时光用在了阻碍和限制别人身上，而不是潜心于自我的开发。就他人而言，嫉妒者的流言恶语、陷害、阻挠，往往对被嫉妒者造成恶劣的后果。在中国古代，庞涓嫉妒孙膑，李斯嫉妒韩非子，潘仁美嫉妒杨令公，都是以害人开始，以害己结束的。总之，嫉妒不仅折磨本人，也危害被嫉妒的人。中国古代啊，有副对联叫做“欲无后悔须虑己，各有前程莫妒人”。好嫉妒的人就应该常常诵读此联，不断反省自己，改善自己的品性。我们每个人啊，其实都有好胜心，它能够使人更加的努力，促使我们不断进步。可是当这个好胜心被畸形发展之后，就成了嫉妒之心，它是一种心理的病态，是一种无能的表现。所以说，嫉妒是前进的绊脚石。在历史上，有许多人才都失于嫉妒之上。庞涓嫉妒孙膑的才能，想方设法地陷害他，两人最后在战场上争斗，庞涓最后败于孙膑手下，自己也拔刀自刎。那《三国演义》中的周瑜也因为嫉妒诸葛亮而吐血身亡。死前还说：“既生瑜，何生亮。”可以说，庞涓、周瑜这俩人啊，都是难得的人才，可都因为嫉妒而死，实在是不值得。为他人的成功而高兴，甚至虚心向别人请教，这是一种高尚的品德。我国著名的教授华罗庚，有一次他收到了一位中学教师的来信，在信中指出了华罗庚一部著作中的错误。华罗庚丝毫没有感到不快，反而高兴地请来了这个人向他请教。这个人呢，就是陈景润。华罗庚的这种高尚精神一时被人们称颂。当一个人的嫉妒之心产生之后，想的是如何拖住别人或是掩盖别人的才华，可是到头来不仅自己一事无成，还很有可能害了别人，是害人又害己。巴尔扎克说过，嫉妒的本质就是愚蠢和蛮不讲理的。俗话说得好，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当别人的成就超越自己时，应有像华罗庚那样的胸怀，虚心请教，不断完善，这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而不应该像庞涓、周瑜那样心胸狭窄，嫉妒他人，哀叹人生，这样只能是自毁前程。嫉妒可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所以我们应该摒弃这嫉妒的心理，不要让嫉妒左右我们的情绪，不要让它扰乱我们的生活，以一种豁达乐观的心态去看待别人，那样我们的生活就会收获更多的快乐。
三人行，必有我师。古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师。虽然每个人都有不足之处，但是每个人呢，也都有自己的优点。我们有了归零的心态，自然应该虚心学习别人身上的长处，借鉴他人的经验，这才是成功人士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学习他人，首先要认知无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很难的，因为人人也都有虚荣心，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恰恰是这些虚荣心成了你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如果你坚持认为自己是多么的有本事，如何的有才能，你的话可以成为权威或是经典，那么你只能遭到别人的唾弃。相反，如果你能够承认自己的无知，反而容易引起别人的共鸣，从而得到别人的支持与帮助。一再重复无知的谎言，只能让你是越来越被动，越来越出丑，就像是皇帝的新装，受到伤害的只能是自己。承认自己的不足之处，有利于充分的获得他人的帮助和建立健康的心态，学习他人之长处，提高自己。学习是改变的一条捷径。现今社会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竞争也日趋的激烈，许多新生事物不断的蜂拥而至。如果你不学习不提高，那么你迟早是要被大浪淘掉的。也只有改变先发制人，通过不断的充实自己，提高自己，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才能更好的实现自我的价值，为以后的发展奠定基础。大教育家孔子是个善于学习的人，他勤思好学，不耻下问。有一次，孔子和学生们正在赶路，忽然之间，一个小孩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原来这孩子正在路上用砖石瓦块垒一座城池。孔子叫那个小孩子让路，可小孩却说：这世上只有车绕城而过的，还没有把城池拆了给车让路的。孔子觉得，这孩子别看这么小，但他说的还挺有道理。于是呢，就带着众人真的绕路而行了。后来他对他的学生们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感慨这小孩子虽然人小，但却懂得人间之道理。著名美籍华裔舞蹈家孟某对上海某个大酒店的一位门厅服务员做过细心的观察。当他第一次到达这个酒店的时候，那位服务员微笑地向他致意：您好，欢迎光临我们酒店。第二次来酒店时那服务员就认出他了，边行礼边说：孟先生，欢迎您再次到来，我们经理有安排，请您上楼。随即他就陪同孟先生上了楼。而时隔数日，当孟先生第三次踏入这个酒店大门时，那位服务员脱口而出：欢迎您又一次光临。孟先生十分高兴地称赞他，不呆板，不机械，很有水平。那位服务员应当受到如此表扬，他并非像学舌鹦鹉，见到客人只会说上一声欢迎光临，而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运用不同的客套话。这也表现出了他对于工作的热爱和说话的艺术。很显然，那位服务员的服务水平是值得他同行们去观察和学习的。在生活之中我们观察学习他人的机会也是有很多的，亲自锻炼的机会也很多。家里来了客人，怎么应酬才能让客人满意？在单位，看看领导是怎么跟客户来洽谈的。只要认真观察，认真学习，就能提高我们的办事能力。要知道，三人行，必有我师。但是这需要我们在做事情时虚心向他人请教，提高和完善自己，为将来的成功办事打下良好的基础。以和为贵，互留台阶，互留面子。我们常会见一些人在生活和学习之中，因为芝麻丁点的小事而口沫横飞，大动肝火。但是也有一些人
他们不会斤斤计较个人得失，襟怀坦荡，因为他们持着以和为贵的处事态度。在战国时期的蔺相如，为了社稷之安，三让廉颇，终使廉颇是心悦诚服。抗战时期，第二次围剿快结束的时候，彭老总在江西某地查看地形，叫一个挡住去路的战士让开。这个战士竟然是回手打了他2拳。彭老总未加理会，匆匆地走了。事后，传令兵捆来了那个战士，让彭老总处理。他却说：“谁叫你们这样干的呀？小事情，快给他放回去。”纵观古今，凡是在事业上有所建树的人，无不是襟怀坦荡、度量恢宏，抱着以和为贵的处事态度。而那些度量狭小者，不仅于他人没有好处，就是于他自己也是没有好处的。像庞涓那样嫉贤妒能的小肚鸡肠者，最终兵败马陵道，贻笑天下。处事以和为贵的人，必有广阔的胸怀。俗话说：“量小失众友，度大集群朋。”为人有宽阔的胸襟，恢宏的度量，才能赢得友谊，增进团结。也只有胸怀宽广的人，才能解人之难，使人乐于信任亲近。而胸襟狭窄者，则会济人之财，度人之能，讽人之缺，激人之恶，因而在他周围便会产生了一种无形的排挤力，使人们对之避而远之。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处事以和为贵呢？怎样才能造就博大的胸怀呢？古人云：“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山同万仞，无欲则刚。”我们应该做到有容无欲，像大海那样笑纳百川，像高山那样巍峨矗立，刚正不阿。当然了，度量的锻炼并非是一日之功，还是要靠着长期的修养。需要说明的是以和为贵并不意味着不分是非曲直，遇事视若无睹，麻木不仁，不讲原则。我们坚持以和为贵，对民族国家利于和平，对社会学校利于和谐，对个人家庭朋友利于和气。法国的著名诗人雨果认为，世上最宽广的是海洋，比海洋更为宽广的是天空，而比那天空更宽阔的是人们的胸怀。时代呼唤我们，呼唤博大的度量，呼唤宽阔的胸怀。一女子在行路之中吐了口痰，因风的作用，把痰刮到了一个小伙子的裤子上。这女子看到之后慌忙道歉，并从包里掏出了面巾纸，要擦去小伙子裤子上的痰。但小伙子恼怒的不肯让他擦去，并声言：“你得给我舔去。”女子是再三赔礼：“对不起，让我给你擦了好吗？”但他执意的不肯让他擦，就是让他给舔。这样争执下去，街上围着看热闹的人是越来越多，有人就跟着起哄，闹着笑着。但这女子怎么对不起，也不能使小伙子原谅，非让他舔去不可。最后惹得女子大怒，从包里边掏出一沓钱，有个1、2千，当场喊道：“大家听着，谁能把这家伙当场给摆平了，这些钱就归谁。”话音刚落，人群之中就闪出了2个健壮的男人，对着那个不依不饶的小伙子就是一阵拳脚。单看他被踢翻在地，不知东南西北。等站起来再找那女子时那女子和打他的那些人早就已经无影无踪了。不给别人留台阶，最后自己也没有台阶可下了。所以说，得饶人处且饶人，给人留个台阶，也是给你自己留条退路。人不讲理是个缺点，人硬讲理是个盲点。理直气和远比理直气壮更能说服和改变他人。有一位高僧受邀参加素宴，席间发现这满桌精致的素食之中，有一盘菜竟然是有一块猪肉。高僧的随从徒弟故意用筷子把这肉翻出来，打算让主人看到。
没想到高僧却立即用自己的筷子把肉掩盖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徒弟又把这猪肉翻出来了。高僧再度把肉给盖起来，并在徒弟耳畔轻声说道：“如果你再把这肉翻出来，我就把它给吃了。”徒弟听到之后才再也不敢把肉翻出来。宴后，高僧辞别了主人，归途之中，徒弟不解地问：“师傅，刚才那厨子明明知道我们不吃荤，为什么把猪肉放到素菜中啊？徒弟只是想让主人知道，处罚处罚他。”高僧却说：“每个人都会犯错，无论是有心还是无心。如果让主人看到这菜中的猪肉，盛怒之下很有可能当众就处罚厨师，甚至会把厨师辞退。但这都不是我愿意看到的，所以我宁愿把肉给吃下去。待人处事固然要得理，但也绝不可不饶人。留一点余地给那些得罪你的人，不但不会吃亏，反而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感动。”每个人的价值观、生活背景都不同，因此在生活中出现分歧是在所难免的。大部分人一旦深陷斗争的漩涡，便不由自主地焦躁起来，一方面是为了面子，一方面是为了利益，因此得了理便不饶人，非得逼着对方鸣金收兵或是投降不可。然而呢，得理不饶人，虽然让你吹响了胜利的号角，但这却是下一次争斗的前奏，因为对方虽然是战败了，但为了面子或是利益，他自然也是要讨回来的。在生活之中，切记留一点余地给那些得罪你的人，给对方个台阶，少讲两句，得理饶人。否则不但消灭不了眼前的这个敌人，还会让身边更多的朋友疏远你。如果你得理不饶人，让对方变得走投无路，那么就有可能激起对方的求生意志。既然是求生了，那么就有可能不择手段，不顾后果，这将对你自己造成伤害。放他一条生路，他便不会对你造成伤害；放他一条生路，他也会心存感激，就算不如此，也不太可能与你为敌。这是人的本性。况且这个世界本来就很小，变化却很大。若是哪一天两人再度狭路相逢，届时若是他是强而你是弱，你想他怎么对待你呢？所以这得理饶人也是在为自己留条后路。心机之三，火眼金睛，知人之心，见贤思齐。人生在世，不可避免要与他人交往，那些对你称兄道弟，背后却捅你刀子的人，比你进行正面竞争的对手更可怕。所以你得练就一双识人的锐利慧眼。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听其言而观其行。一个人只要懂得学习，有时候就是一个小孩子，甚至是所谓的愚者，也可以成为我们的良师益友。更何况那些贤能的人呢？所以做人应该不耻下问，见贤思齐。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我们不以相貌来取人，因为这有时以貌取人会识错人。如果想使自己交对朋友，那么就必须从其他方面来着手，而不是光以貌就决定一个人的为人处事的方法和品质。汉代的杨雄曾说：“行轻则招故，貌轻则招辱。”这说的是行为举止轻率就会招致罪过，一是相貌不整就会招致羞辱。这句话非常有道理。古往今来，大家也都知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的道理。三国演义之中，道号水镜先生的司马徽曾经说：“卧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这卧龙既是诸葛亮，凤雏既是庞统，二人都是可安天下之才，但两人的境遇却是截然不同的。诸葛亮身居草庐，受刘备三顾而出，那庞士元只身无主，
前后2次向孙权、刘备求见，却均遭冷落。看来这上苍实在是很不公平啊！而究其原因，其实与诸葛亮和庞统2人的形象有关。孙权和刘备在见庞统之前，都久闻庞统之大名，并都非常愿意与之相见。孙权说：“古亦闻其名久矣，今既在此，可即请来相见。”刘备听说江南名士庞统特来相投，也是特别的兴奋，说的是便请入相见，足见2人当时的急切心情。可这2位见到的庞统是个怎样的形象呢？这庞统的相貌是浓眉纤鼻，黑面短须，形容古怪，可以说是相貌甚丑。而庞统的衣着是道袍竹冠，皂袍素履，一副的穷酸打扮。见到庞统的这副尊容啊，孙权心中不喜，刘备心中不悦。看来他们所喜欢的是庞统的江南名士之名，而不是眼前这个形容古怪之人。另外，庞统的行为也很不检点，他并不注意必要的礼节，这也使他的整体形象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他见刘备时长揖而不拜，这对刘备来说确实是有失礼节之处。还有那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在他对卡列宁钟情之时，觉得对方是一切都那样的美好，甚至连他耳朵上的那颗痣也显得是那么协调，不可或缺。而当他对卡列宁生厌之时，就觉得对方的一切都是那么的丑恶，而耳朵上的那颗痣则显得特别的刺眼恶心。这种心理反应就是我们所说的晕轮效应在作祟了。认知中观察对象之时，对象的某一特点品质特别突出，会掩盖我们对于对象的其他品质和特点的正确了解。在人际认知中，孤立的以貌取人，以才取人，以德取人，以某一言行来取人，以某一长处或是短处取人，都属于晕轮效应，是不正确的知觉。希腊神话中的维纳斯，他被誉为美的化身，纯洁的象征。人们赞美他的外貌，也赞美他的心灵。世界上最漂亮的形容词都被他给享用了，他成了真善美的结晶。可是啊，真正读过希腊神话的人都知道，维纳斯的丈夫是赫淮斯托斯，可他又与战神阿瑞斯私通，生下了丘比特，并被双双抓住拖到众神面前献丑。他甚至引诱少年牧人阿德里斯，还帮助别人干了好多的风流韵事。如此的一个人，为何为世人所大加赞颂呢？不就是因为他外貌的晕轮效应吗？真是一美而遮百丑。因此啊，要正确的认识他人，千万不要以貌取人。有这样一则故事，从前有个大富翁，他嗜酒如命。有一天，他要去办一件非他去不可的事情，可他又担心仆人趁他不在的时候偷吃东西，或是偷喝他的美酒。当然了，富翁已经特别的小心提防了。他挑选的这个仆人长得一副呆头呆脑的模样，照理说不会太狡猾，也不懂得偷吃东西或是找借口。可虽然这样，富翁还是小心翼翼的，对仆人特别的不放心。那个富翁临出门之前对仆人说：“你留下来看管房子，这房子里啊挂了一块猪肉，你得看好了，可千万不能动它。厨房的旁边呢还有一只鸡，也不要去惹它，这些都要照顾好，不要让猫啊狗啊跑进来偷吃。”他又说道：“那边啊那个密封起来的瓮，里边装的是老鼠药，无论怎样你都不能去碰它。”然而那个富翁刚走没多久，仆人便把猪肉拿下来烤了，吃了个精光。接着他又把鸡杀了吃了，同时还喝着酒。仆人酒足饭饱之后，觉得十分的痛快，便醉醺醺地躺在沙发上呼呼大睡起来。等富翁回来之后，
看到仆人躺在沙发上睡觉，满身的酒味儿，而且还把这鸡骨头扔得到处都是，于是便叫醒了他，问道：“哎，我这鸡和猪肉哪儿去了？还有我的酒？我是说那边那翁毒药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仆人开始嚎啕大哭，跪在地上说：“主人呐，请你饶了我，我确实是遵照您的吩咐，尽力的看管您的房子和所有的东西。可是很不幸啊，有一只小猫，它跑了过来，爬上厨房的屋顶，把那块猪肉叼去吃了。狗看到猫的举动之后啊，也把这鸡咬到外面吃了。我很担心主人您回来之后会骂我，或是干脆把我杀了，因此我就把那翁毒药给喝了下去。可是怎么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呢？”由此可见，这个仆人虽然是表面老实，但其实他并非是老实之人。所以啊，我们在与人交往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要是以貌取人。因为有些人尽管他看起来笨笨的，但其实他并不笨；有些人外表看起来很甜，却并不见得如此。我们要看他们做事的方式和结果，才能从内心去真正的了解他们。不要光凭外表就断定一个人的好坏。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识人要看内心，不要被别人的外表蒙蔽了眼睛。三人行，必有我师。古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师。虽然每个人都有不足之处，但每个人也都有优点。我们有了归零的心态，自然应该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借鉴他人的经验，这才是成功人士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学习他人的长处，可以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学习他人，首先要自知无知。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这样做很难，因为人人都有虚荣心，不愿意承认自己无知。而恰恰是这种虚荣心，成为了你前进路上最大的障碍。如果你坚持认为自己有多么有本事，如何有才能，你的话都可以成为权威和经典，那么你只能遭到别人的唾弃。相反，如果你能够承认自己的无知，反而容易引起别人的共鸣，从而得到别人的支持与帮助。一再重复无知的谎言，只能让你越来越被动，越来越出丑。就像是皇帝的新装，受到伤害的只能是自己。承认自己的不足之处，这有利于充分获得他人的帮助和建立健康的心态。学习他人的长处，提高自己。学习是改变的一条捷径。现今社会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竞争也日趋激烈，许多新生事物不断的蜂拥而至。如果你不学习不提高，那么你迟早要被大浪淘掉。也只有改变先发制人，通过不断的充实自己，提高自己，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才能更好的实现自我价值，为以后的发展奠定基础。学会将自己的脚包起来向前走，前面的路才会变得平坦起来。大教育家孔子就是个善于学习的人，他勤思好学，不耻下问。有一天，孔子和学生们正在赶路，忽然间有个小孩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原来这个孩子在路上用砖瓦石块垒了一座城池呢。孔子叫那个小孩让路，而小孩却说：“这世上有车绕城而过的，还没有把城池拆了给车让路的。”孔子想，确实不能把这孩子摆的城池当成玩具。我这样想，可孩子不这么想啊。孔子十分感慨地对他的学生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孩子虽然小，但他却懂得做人的礼仪。著名美裔华人舞蹈家孟某对上海某大酒店的一个门厅服务员做过细心的观察。他第一次到那个酒店啊，那位服务员向他微笑致意：“您好，欢迎光临我们的酒店。”
第二次来电，那位服务员就认出他来，边行礼边说：“孟先生，欢迎您再次到来，我们经理有安排，请您上楼。”随即就陪同孟先生上了楼。而时隔数日，当孟先生第3次踏入酒店大门时，那位服务员脱口而出：“欢迎您又一次光临。”孟先生十分高兴地称赞这位服务员不呆板不机械，很有水平。那位服务员应当受此表扬，他并非是鹦鹉学舌，见到客人只会说一声欢迎光临，而能够根据实际情景的变化，运用不同的客套话，表现出他对工作的热爱和说话的艺术。很明显，那位服务员的服务水平是值得他们的同行们去观察学习的。也只有像这样能够随机应变的人学习，才能使自己的说话能力、办事能力得到提高。日常生活中，我们观察学习他人的机会有很多，亲自锻炼的机会也有很多。家里边来了客人，怎样应酬才让客人满意？在单位，看客户怎样与领导洽谈。只要是认真的观察学习，就能够提高我们的办事能力。要知道，3人行必有我师，这就需要我们在做事情时虚心向他请教，以提高和完善自己，为成功办事打下良好的基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啊，原来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意思是借助别人山头上的石头，可以将这玉器打磨好。他比喻借助外力来改正自己的错误和缺点。他最早出现在《诗经·小雅》之中。他山是个山的名字，相传上面的石头很是坚硬，可以用来加工玉石。他山之石怎么攻玉呢？话说有一位赵国人，他牵了一匹马到集市上去卖，卖了3天无人问津。然后他找到了伯乐，要伯乐围着他这马转上3圈，然后离开。离开之时呢，还要3次回头来看马。如果伯乐这么做，那么他就付给伯乐1天的工钱。伯乐照着赵国人的话做了，这马很快就卖掉了，而且马价提高了10倍。这就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首先，借石攻玉有利于事半功倍。古人云：登高而望远，物非家常也，而望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家己也，而闻者彰。古人尚知善驾于物，而我们为何不加以借鉴呢？行车至千里，乘舟渡江河，借助交通工具，我们节省了许多的时间呢。其次借石攻玉有利于我们明辨是非。魏征的《谏太宗十思书》使唐太宗迎来了贞观之治。楚龙说赵太后使赵国免去了一场恶战。还有呢，烛之武退秦师也是个很好的例子。类似的例子，只要翻翻历史就可以找到许多。那么还是那句话，我们怎么做才能做到借石攻玉？首先，你要广开言路。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极力建议后主刘禅要广开言路。魏征也同样向唐太宗提出了要虚心求教，广开言路。俗话说3个臭皮匠抵过1个诸葛亮。我们若能广开言路，不论见者是谁，只要是有利的意见都能采纳，那么攻玉也就容易多了。其次，要察纳雅言，也就是要认知和采用正确的言论。光听不用，一点用处都没有。倘若唐太宗不听魏征的意见，那么何来贞观之治呢？倘若赵太后不听触龙之言，恐怕这赵国早就灭亡了。再者，若晋王不听谏言，不派烛之武去退秦师，恐怕这晋国也就早不存在了。可见察纳雅言也很重要。若能做到广开言路，察纳雅言，同时又能够排挤谗言，
那么我们说的他山之石就可攻玉了。择其善者而从之。孔子是我国著名的大思想家、教育家，学识渊博，但从不自满。他周游列国之时，在去晋国的路上，遇见了一个7岁的孩子拦路，要他回答2个问题才肯让路。这其中一个就是鹅的叫声为什么这么大？孔子答说，鹅的脖子长，所以它叫声大。可孩子却说，那青蛙的脖子很短，为什么它的叫声很大呢？孔子一时无言以对。他惭愧地对学生说，我不如他，他呀可以做我的老师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句话是孔子说的，而孔子也确实是身体力行地做到了这一点。在我国历史上，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借鉴别人的经验与智慧，从而做出了一番成就。大家都知道，我国的书法艺术源远流长，正书有颜筋流骨之说。颜体非常的丰满油劲，而流体则骨力挺健，至今仍是学习书法之范本。流体创始人柳公权其实是颜派鼻祖颜真卿的后辈，早年他从师于颜鲁公。后来柳公权发现，这颜体虽然是雄浑厚朴，但不乏臃肿肥大之弊病。于是柳公权不断的揣摩，则颜体雄健的优点，改其臃肿肥大之弊端，掺入了自己骨力如林的特长，终于创立了世代奉为经典的流体。这不正是择善而从的典范吗？倘若柳公一味效法于颜体，而不顾其弊端，那么现在你也就看不到所谓的流骨颜筋了。思古及今，改革之风已经弥及中华大地，要改革就必须得开放，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的方法。但是开窗虽好，不免也会有苍蝇蚊虫飞进来，这就需要我们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头脑。可就是有些失了本性的人，沉湎于西方物质享受之中而不能自拔，更有甚者为腐败的糟粕所毒害而锒铛入狱。他们因为不善而从，终成咎由自取的可悲者。由此可见，对待一切事物，我们要运用择善而从，不善而弃的指标，放开眼光去学习和处理，只有这样才能有所突破，反之甚至会深陷泥潭，一误再误。如何才能择善而从之？让我们再看柳公权的例子。颜鲁公弟子100人，却没有一人像柳公权那样有所建树而流芳百世。这是因为身为唐朝大臣的柳公权博学而且勤勉，他注重锤炼字以外的功夫。因此他能够站得高望得远，能够发掘颜体的优点与微瑕。其优点从介绍到孜孜不倦的实践，成为了自己的优点；其微瑕则予以扬弃，并在这个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的风格。只有识善择善，并身体力行的人，才能做出成绩，甚至超过前人。纵观历史，俯仰千秋，哪个胸怀壮志、叱咤风云、名垂千古的英雄人物，不是学习别人的优点，吸取了别人的长处，来改正自己的缺点，这才成就一段辉煌的历史的？就连那神机妙算、精明机智的诸葛亮，也曾经在军事作战中向刘备学习战略战术。他欣赏刘备抓住战机、干练果断的特点，诸葛亮向他学习，来弥补自己的不足。这对于一国军事来说，该是怎样的气度，怎样的胸怀？学习别人的长处，一直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优良品德。古人云：
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我相信真的这样做了，对自己各方面都是无不不益的。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在不懈的探索之中，吸取前人的研究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他最终发现了影响整个物理界的牛顿第一定律，轰动整个物理领域。牛顿这个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天才，并非仅凭自己对物理的认知和自身的造诣，更多的是学习前人的探索精神，学习别人的长处，用别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完善自己的研究方案，最终一鸣惊人，鹤立鸡群。在当今的社会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对前人的优点进行学习，历史之车轮便会停滞不前，社会的发展便会停滞。毛泽东说得好，学习他人的优点，继承发扬优良的民族传统，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没有学习他人的长处，那么司马迁也就不会写出经世之作《史记》；没有学习他人的优点，鲁庄公也不可能成为长勺之战的赢家。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学习别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我们的人生才能不断的进步。遇事三思，做自己的伯乐。毛遂自荐的故事大家都听说过。可以说，毛遂就做了一次自己的伯乐，让信陵君看见了他的才能。毛遂是平原君的门客，由于秦王攻打赵国，赵国派平原君到楚国求救。赵王挑选文武俱备的20人一同前往。当挑选到第19个人时，毛遂自己推荐自己，说出自己的才能。那19个人都笑话他。到了楚国，请求楚王发兵支援，楚王犹豫不决。毛遂手按着剑到了楚王面前，对楚王说：秦国白起第一战就会夺大王的都城鄢陵，第2战就会烧毁夷陵，第3战就会侮辱大王的先人，这是老百姓的耻辱，楚国会怨恨，会给大王蒙羞。现在请求发兵抵抗秦国，实则是为楚国，而非是为了赵国。楚王答应了，就与赵国在堂下歃血为盟。平原君回国之后，对赵王说：毛先生一到楚国，使赵国之名声重于九鼎，于是将毛遂聘为客卿，带领赵国军队与楚国一起抵抗秦国。在邯郸将秦军打败，赵王封毛遂为上将。毛遂可以说是一个善于发现自己的伯乐。如果他对自己的能力不自信，如果他不敢于向信陵君去推荐自己，在信陵君那么多的门客之中，毛遂的才能根本没有用武之地，信陵君也根本不可能发现他的才能。做自己的伯乐，才能让别人发现你的才能。古往今来，莫不如此。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古人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伯乐发现你、赏识你，你纵然是千里马，也很难有所作为。但是在当今社会，如果你一味等着伯乐来找你，那你就错了。因为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你首先要做自己的伯乐，才更有可能找到属于你的伯乐。诚然，人的成功需要一些机遇。如果一个人才能够碰上自己的伯乐，独具慧眼的伯乐适时的拉你一把，将你引领到能够给你施展才华的舞台，你的人生从此便会与众不同，发展之路会豁然开朗。一般说来，企业目前最需要的优秀人才，要求有技术业务水平、敬业精神、拼搏进取精神和责任心，还要有团队合作能力、良好的学习创造能力、交流与沟通的能力。说白了吧，也就是2类人才：一是在某个领域有独到的本事、技术水平高的人；二是有一定的技术背景、知识全面、
综合素质高的人。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你自己。如果能够做自己的伯乐，也就能够扬长避短，成功的推销自己。如果能够做自己的伯乐，就能够把握好机遇，有目的的迅速发展完善自己，在实践之中迅速成长。优秀的人才不会贬值，企业都希望能够招聘到最棒的人才。虽然人才市场竞争激烈，但年轻人的发展机会也很多。而对市场的无情，你应该主动出击，而不是在等待伯乐中虚掷光阴。哲人说，弱者等待时机，强者创造时机。我想，做自己的伯乐的人，一定是哲人所说的强者。职场中，你有没有做过自己的伯乐呢？或者说，你有没有勇于去做自己的伯乐呢？韩愈的马说一直被认为是识才用才的经典。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似有道理，其实却不乏消极和宿命的思想。上面的事例以及古往今来的其他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人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某个领域的千里马，在等待伯乐发现的同时，完全可以成为自我推销的伯乐。良马不因有无伯乐而存在，人才也不因有无知而生灭。炫耀于外表的才干固然容易引起伯乐的注意，往往令人羡慕，而深藏不露的智慧则更能带来成功。这需要难以言传的自制与自信。西班牙人把这种本领叫做潜能。一个人具有优良的素质，并能在必要时发挥这种素质，引起伯乐的慧眼识珠，从而推动命运的车轮转动，这就叫做潜能。然而在现实社会中，总有人把人的命运和前途都寄托在伯乐的身上，心甘情愿地做一个被人挑选的马，幻想着被救世主赏识。若是一时怀才不遇，就灰心丧气，叹这世上伯乐太少，抱怨大志难酬。然而历史上却有更多的人，他们最初大多只是默默无闻，辛勤耕耘，在孤独中探索，为将来大有作为而蓄足势能，到需要之时便水到渠成。君不闻，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坎坷和曲折，甚至于灾难，对于千里马来说只是考验，更成为前进的不竭动力。当然，那些被伯乐发现的千里马是幸运的，他们得以最大限度地展示自己的才华。但伯乐识马毕竟是有限的，也不常有。真正有才识的人，应该学会正确地评估自己的价值，培养多方面的能力素质，掌握更多的信息资料，以适时有效地推销自己，尤其是处在当今竞争的年代。我们何不转变理念，便崇拜伯乐，迷信救世主，为锐意进取，积极参与，做自己命运的主宰。尤其是在人生的每一个转折点，我们要好好的把握这个时机。我们不应该再坐等着伯乐来识马了。正是莫道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有个人原来供职于某行政机关，在旁人看来，他有一份体面而且旱涝保收的工作。可是这个不安分的主呢，2年前就砸掉了自己的铁饭碗，开办了一家软件公司。经过2年多的风风雨雨磨练，如今的他公司已是颇具规模。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他知道要当自己的伯乐，找准要走的路。有人问起他当初的决定时，该人坦言，他天生就不是做机关的料。他觉得干自己喜欢的事儿，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虽然累点辛苦点，但是苦中有乐，乐中有动力和更大的追求。人生的道路千万条，
但对每个人来说，往往只有一条才是自己最佳的选择。一个人要想成功，就必须善于认识自我，正确选择发展道路。换言之，欲为千里马，得当好自己的伯乐，尤其是当你不被别人所赏识时。当今是一个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当你身处的环境不适合自己发展时，不要感叹英雄无用武之地，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勇敢地走出去，也许就会闯出一片新天地。当你置身于逆境之时，比如说下岗了，你也应该感受到，在岗位的未必就不被淘汰，下岗的并非是已被淘汰，因为这是个可以变绝望为希望的时代。俗话说，骏马能力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善于历险还是耕田，是善于载重还是渡河？只有认识自己的长短，才能更好的在人生旅途之中扬帆远航，在努力拼搏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否则，长短不分，或是舍长而取短，都容易偏离方向，并和成功失之交臂。现实生活中有诸多的千里马，但却不善于当自己的伯乐，乃至偏护于槽枥之间，空悲切。这也是许多人扼腕叹息的缘故。自己的人生需要自己去驾驭，改变人生心态，驾驭人生。古往今来啊，那些有成就的人，他们都是在改造自己之中找到成功的方法。美国曾经对41万个百万富翁做过调查，98%以上的百万富翁年龄超过50岁。他们都是连续20-30年，每周7天埋头于自己的工作而获得的财富。每周工作7天，就意味着天天都在努力，从来就没有放松、放任、放纵自己。再看看一事无成的人，又有哪个不是在怨天尤人之中寻找失败的托词呢？生活中那些成功快乐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干一行爱一行，因为他们坚信办法总比困难多。而生活中的失败者则是干一行怨一行，认为倒霉的事都让自己摊上了，抱怨命运不好，抱怨社会不公。少抱怨他人和社会，多检查改造自己，这才是人生的真谛。下岗女王王兆兰的故事进一步验证了这个原理。王兆兰原是北京一家工厂的挡车工，她从工厂下岗以后啊，没有去抱怨命运，而是实实在在的去做自己能够胜任的工作，成为了北京贵宾楼饭店洗手间的保洁员。此时的他为找到了这份工作而高兴，觉得自己能够胜任的工作就是保洁员，而这份工作对保洁员的要求极为严格，8小时工作时间之内要不停地擦拭清扫，一天下来疲惫不堪，饭都不想吃，只想休息。时间不长，和她一起来的8个姐妹都承受不了而辞职了。家里边劝王兆兰不要受罪了，她想，作为一名下岗女工，没有其他的技能，选择工作的机会不多，干一行那就要爱一行，干一行就要把它干好。由于她工作认真，得到了领导和客人的好评，她由保洁员调到了商品部当销售员。为了适应新的工作，她努力学习商品知识、销售技巧、商业英语，并热心地对待每一位顾客，销售额逐月的上升，多次受到领导的奖励。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王兆兰工作的场所要停业装修半年，她又一次下岗了。在待业的这段日子里，她看到了一家茶叶店招聘服务员，但招聘条件很高，年龄要求18到25岁，要懂英语，还要了解中国茶文化。
王兆兰前去应聘，软磨硬泡，并且极力陈述自己年龄大的优势和好处。最后，老板带着疑虑收下了他。为了学会泡茶，他反复的操作，手上烫出了大泡。为了分辨不同茶叶的性状、品质和口味，他反复的试泡试喝，有时喝的是心发慌，睡不着觉。有的客人来了一次，第二次就不来了，他就反思是自己哪点没有做好。很快，他掌握了茶叶和茶艺的基础知识，学会了一套推销茶叶的技巧。上岗2个月就被老板提升为店长。在茶叶店工作的2年时间，他以不断提升自己为出发点。王兆兰参加了4次茶文化展和6届国际西湖北京茶会，他的八仙茶获此次茶会茶艺表演的1等奖。几年后，王兆兰与合伙人开办了聚福龙茶庄。她由一名将近不惑之年的下岗女工，本着少抱怨他人和社会，多改造自己的人生理念，终于成为了招收下岗女工的企业老板。遇到障碍，我会诅咒，然后搬个梯子爬过去。这是美国黑人亿万富翁约翰逊的一句格言。是的，人生之中不可能没有挫折，没有阻碍，关键是你如何去对待挫折，对待阻碍。搬个梯子爬过去，你就可能成功；没完没了的抱怨诅咒，你就只能被挡在成功群体之外。所以，面对人生的困难和挫折，不要一味的抱怨。要想改变自己的处境，首先要改变自己，而改变自己之前，最为迫切的是改变自己的心态。因为每个人都无法选择命运，也无法主控生存的环境，但可以主控自己的心态，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驾驭自己的人生。人生是由自己来决定的。中国古代有一位智者，他以有先知的能力而著称。有一天，2个年轻人去找他，这2个人都想愚弄一下这位智者，于是就想出了下面这个点子。他们中的一个人在右手里藏上一只雏鸟，然后问这位智者：智慧的人呐，我右手里有一只小鸟，请你告诉我这只鸟是死的还是活的？你想想，如果这位智者说鸟是活的，那么这个拿着鸟的人不经意将手一握，就把这小鸟弄死，用这种方式来愚弄智者。如果他说这小鸟是死的，那么这时这个人只要把手松开，小鸟就会展翅一飞。2个人认为他们是万无一失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问题只有2种答案。在他们确信自己的计划滴水不漏之后，就启程去了智者的家，跟他玩玩这个把戏。他们很快就见到了智者，并且提出了准备好的问题。智慧的人呐，你认为我手里的小鸟是死的还是活的？其中一个人问道。老人久久地看着他们，微笑起来，回答说：我告诉你，我的朋友，这只鸟是死是活，完全取决于你的手。这个古老的寓言说明了一个真理：你的人生是由你自己决定的，你人生的好坏也完全是由你自己去决定的，你就是做出决定的人。所以说，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别人虽然可以影响你的人生选择，但却绝对无法决定你的人生走向。你的人生是由你自己驾驭的，人生的航舵是掌握在你自己手里的。朋友间不要哥们儿义气。中国人向来把义气看得很重，许多人喜欢互相之间称兄道弟，醉醺于哥们儿义气式的友谊，喜欢依照武侠小说中的那些侠客们拜把子式的朋友关系，并认为这样的关系才是真正的朋友。其实
真正的朋友可并非是这种讲哥们儿义气的朋友。什么是义气呢？从字面上讲，就是主持公道的意思。词源之中解释为刚正之气。现代汉语词典则指由于私人关系而甘于承担风险或是牺牲自己的利益的气概。那么朋友之间要不要来讲义气呢？要。那能不能讲哥们儿义气呢？不能。从历史角度来看，历史上对于讲义气、杀富济贫等英雄的行为也给予了热情的赞扬。朋友之间的友谊也是同讲义气紧密联系的。像是大家都熟悉的古典小说《水浒》，写了梁山108将的故事，可以说是一部义气传。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也是历来广为流传、脍炙人口的故事。毋庸讳言，义气作为反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道德观念，曾经成为劳动人民团结互助、反抗封建统治的重要精神纽带，在历史上是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的。但是作为哥们儿义气来讲啊，它却是一种基于无知和盲从、感情无基础的冲动，是一种非理智的行为，是与现代文明社会极不相容的行为。哥们儿义气往往也是维护小团体利益为出发点的，为了报仇或是复仇，不惜牺牲和损害社会或是他人的利益。对于不是自己的哥们儿，则不讲感情，不讲友谊，最终结果必然是导致害人、害己、害社会。某单位火车司机和副司机两人，工作上他们是长期搭档的伙伴，生活中是亲如兄弟的哥们儿。可就是因为这个哥们儿义气太重了，双方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一天，两人当夜班执行吊车作业，副司机在下半夜精力不济了，打起盹儿了，而司机出于兄弟情谊没有吭声，心想自己多辛苦点也就是了。可谁知睡意也渐渐地向他袭来，仅仅1分钟，机车就越过了关闭的信号机，造成了几岔事故。事后啊，两人在总结事故教训时，都后悔不迭地说，哥们儿义气真是害死人。所谓的哥们儿义气，就是为朋友的私情而抛弃原则的一种狭隘的义气，说到底是建立在利己主义思想基础上的。你对我有恩，我对你有义，你给我好处，我给你报答，就是这么一种交换的关系。曹某某，男，51岁，原北京市门头沟某财政所的所长，小康办主任。2002年因为挪用公款而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提起这曹某某，在门头沟区有很多人都知道，他担任财政所所长多年，又负责该镇招商引资的工作，手中着实是有点权力。他为人呢又喜欢交朋友，愿意给朋友帮忙，因此啊，他在社会上交了许多的朋友。而这些朋友呢，提起曹某也都是竖起大拇指，认为这个人够义气。2000年8月的一天，曹某某的一个朋友找到了他，提出要借一笔钱，为朋友帮忙注册一个公司，并且许诺这笔用款用不了几天就会还回来。曹某某虽然心里边为难，但为了给朋友帮忙，还是从镇财政所提取了一张50万元的支票给了朋友。朋友用此款为他个人注册了个公司，之后就将款项归还了给他。2002年，此事就被揭发了。在检察人员对其进行讯问时，曹某某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他本人从事财务工作多年，明知将公款借给个人是违反财政纪律的，但是出于哥们儿义气，为了帮朋友忙，丧失了原则，做了糊涂事儿。此时他也流下了悔恨的泪水。至此，我们不禁要问，一个干部为什么会沦落成犯罪分子呢？曹某某从一个农民到国家干部，靠的是他自己的积极努力和群众们的信任，
刚当上财政所所长的那段时间，他也的确是兢兢业业工作的，得到了群众和领导的肯定。他的变化就是从负责该镇招商引资工作开始的。工作性质决定要和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经常需要请客送礼吃饭，也经常会被别人请。在这迎来送往之中，曹某某是找到了被人追捧的感觉，虚荣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时间长了，有些人就成了朋友，而这些朋友啊，其实看重的是他手中的权力，图的呢是能够帮忙办事。可曹某某当时哪儿会想到这些啊？他倒是真的拿这些人当起了哥们儿，凡是把纪律和原则放到了脑后。哥们儿之间有事儿哪儿能不帮忙？为了给他哥们儿帮忙，他不惜违反制度、纪律，甚至是法律。他利用职务之便，私自将公款借给他人使用，在赢得了面子和朋友的赞誉的同时，也把自己送进了牢房。虽然此时此刻曹某某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知道了法律的威严，甚至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但法律是无情的，他不得不咽下了自己酿造的苦酒。曹某某一样再次向世人敲响了警钟，要慎用这手中的权力。哥们儿义气要不得，违法犯罪的事干不得。真正的朋友不是讲哥们儿义气，而是患难与共。真正的朋友应该是在你受伤的时候，会在第一时间找到你，什么都不说，就静静地陪在你的身边。等你哭完了，他会告诉你，让你擦干眼泪，然后坚强地面对。真正的朋友会给你自己的空间，他不需要在你面前像张白纸，但他会努力地了解你，直达你内心的深处。在你愿意把秘密跟他分享时，他会静静地听，并且为你守口如瓶。真正的朋友会在你骄傲自满时毫不留情地给你泼冷水，会在你沉溺于美好的幻想之中不能自拔时，残忍地将你拉回现实，会在你功成名就之时默默地替你祝福。真正的朋友在彼此的面前是什么都不需要隐藏的，开心时你们会夸张的大笑，悲伤时你们毫不掩饰的大哭，受了委屈你们会生气的破口大骂那些人，因为你们知道在彼此的面前你们不需要矜持，不需要坚强，不需要忍气吞声。你们知道在彼此面前只要做自己就好。真正的友谊不需要频繁的接触来维持，即使不见面，彼此心中牵挂祝福，不也是很美吗？真正的友谊不需要华丽的点缀，正所谓礼轻情意重，即使只是互赠一片落叶，彼此心中也能够深刻体会到友谊的可贵。真正的友谊啊，就像是一杯醇酒，它越久越浓，好似一杯淡水，越淡越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欧阳修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和政治家。他在文学史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创造了大量优秀的散文和诗词。尤其是他的散文，简洁流畅，丰富生动，富于感染力。这欧阳修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他还为当时的文坛培养了一批人才，像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他们也都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也都出自他的门下。而后来他们以自己的创作推动了诗文的革新，所以人们把欧阳修称作宋朝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欧阳修在颍川当官的时候，有一位名叫吕公著的年轻人在他手底下当差。有一次，欧阳修的朋友范仲淹路过颍州，就顺便来拜访他。欧阳修热情招待，并请吕公著作陪叙话。谈话之间，范仲淹对吕公著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在欧阳修身边做事可真是太好了。
应当多向他请教作文写诗的技巧。吕公著点头称是。后来在欧阳修的言传身教之下，吕公著的写作能力是提高的非常快。再后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这句话就被人们用来比喻接近好的人便可以使人变好，接近坏人便可以使人变坏。在生活中我们离不开朋友，好朋友就如美酒，是越久越醇。但是这交朋友得慎重，有道是朋友遍天下，知心有几人。和乐观向上的人、朝气蓬勃的人、诚实老实的人成为朋友，你就会变得意气风发，精神振奋。和一个有能力、有智慧、品德高尚的人交朋友，你也会受益匪浅。古人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朋友有不同的层次，有真有假，有好有坏。可这一切衡量的标准，只能由每个人自己来决定。因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只有自己才知道需要交什么样的朋友。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此话是不假，可也不能什么朋友都交。即便是真心的交，那么你也得分清楚真善美，假恶丑。交一个真正的朋友，并非是一朝一夕就可以的。真正的朋友需要心灵的相通，需要时间去考证，需要用热情去培养，需要用宽容去呵护。之所以生活绚丽多彩，是因为心与心相知，情与情交融的朋友。那些江湖中的孤独剑客、浪迹的侠人已经不会再来了。真正的朋友无需太多，知心者贵在交心，知心者有一二人足矣。朋友的一言一行也会影响一个人的品行。好的朋友会使人的心灵变得更为善良美好，即使是个坏人，在好朋友的熏陶之下也会慢慢的变好。相反，倘若与坏人相处，日久天长，也有可能渐渐的染上了坏的行为，有时还会不由自主的做出一些自己也不愿意做的事。这原因就是在于恶习已经在心里习以为常了，尤其是青少年更容易改变。当然了，也有那些除污泥而不染的，但那毕竟只有高风亮节的人才能做到。俗话说得好，结有德之朋，绝无义之友。交几个好朋友，他们的好习惯会影响到自己，取长补短，自己就会变得越来越好，一些坏习惯也会随之消失了。因此交友应该特别的慎重。以前有个高中生叫黎明，他住的院子里有个待业青年叫陈凡。他有一年当了烤羊肉串的个体户，赚了不少的钱。一天，他在卖羊肉串时与一个年轻人发生了口角。黎明走上前去劝开了那位年轻人。陈凡见黎明替自己说了话，就送了羊肉串给他吃。从这以后他俩的关系就变得越来越密切了。有时陈凡还会不停地送给黎明好吃的东西。时间长了，陈凡就慢慢地向黎明灌输他的人生哲学：钱越多越好，人无外财不富。黎明是个涉世不深的学生，渐渐地对金钱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他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又在陈凡的教导之下不断地偷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而你反观马克思与恩格斯，他也是一对好朋友，但他们截然不同。他俩在革命的影响下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呕心沥血，终于是完成了一部举世闻名的巨著《共产党宣言》。由此可见，与不同的朋友相处，结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只有与那些品德高尚的人在一起，才能不断完善自我，提高自身的素质。心机之4，进退自如，屈伸韬略，
灵气做人。人在江湖走，练达人情之人都守一个退字。退是一种谋略，退是一种交换，更是一种维系生存的手段。历史上那些大凡成功者，无不深谙进退之道。他们不仅能够深刻地洞悉别人的意图，而且能够客观地审视自己的处境。该进时如见离弦，一发千里；该退时悄无声息，因形俱隐。虽然看似掌握无常，却内含张弛之道。进退自如，是所谓的君子取之有道。真的英雄何必气短，善始善终，方为不败。正所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在生活中人是各种各样的，因此他们的心理特点、脾气秉性、语言习惯也是各不相同的。由于这些缘故呢，也就决定了他们对于语言信息的要求是不同的。所以不能用统一通用的标准说话方式来交流。一般来说，办事严谨、诚实、老练的人，他们最喜欢听流利而稳重的话。这时你说话时要注意态度尊敬，既不能高谈阔论，也不可巧舌如簧，应以忠实见长、朴实无华、直而不屈。说话虽然简单，但是言必重地，给人以老实敦厚的印象。若是对方的性情豪放粗犷，则他们更喜欢听耿直爽快的话，那么你就应该忠诚坦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于美丑善恶的爱憎要强烈分明。若对方是个学识渊博的高雅之士，那么他可能更加崇尚旁征博引而少无杂的言辞。你不妨从理论问题谈起，引经据典，纵横交错，使谈话富有哲理色彩，但是言辞应该表现出含蓄和文雅，显得谦虚而又好学上进。这就是见什么人用什么方式说话。我们办事时的直接对象，它的主体是人，没有人的存在就谈不到事。因为每一个人的个人品质和他的嗜好、想法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办事所涉及的人也各有不同。如果你明白了对方他是属于哪一类的人，那么应付起来也就比较容易。这就是因人制宜。常言道，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说上一句别人爱听的话，会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对对方来说你是个容易亲近的人，他会觉得你为人和气，平易近人。谁不爱听好听的呀？换句话说，谁愿意听那些刺耳的话呢？我们说句好听入耳的话给人家听，又不会掉块肉。可是偏偏就有人不这么想，一切以自己为中心，总是会对别人说那些带刺儿的话，最终闹的是不欢而散，落个假清高的罪名，你说何苦啊？徐文远是名门之后，他幼年和父亲一起被抓到了长安，那时生活十分的困难，难以自给。他勤奋好学，通读经书，后来官居隋朝的国子博士，越王杨栋还请他担任祭酒一职。在隋朝末年，洛阳一带发生了饥荒，徐文远只好外出打柴维持生计。凑巧碰上了李密，于是就被李密请进了自己的军队。那李密曾经是徐文远的学生，他请徐文远坐在朝南的上座，自己则率领手下士兵向他参拜行礼，请求他为自己效力。徐文远对李密说，如果将军你决定效仿伊尹、霍光，在这危险之际辅佐皇室，那我虽然年迈了，但仍然希望为你尽心尽力。但如果你要学那王莽、董卓，在皇室遭遇危难的时刻趁机篡位夺权，那我这个年迈体衰之人就不能帮你什么了。那李密答谢说，
我静听您的教诲。后来啊，李密战败了，徐文远归属了王世充。王世充也曾是徐文远的学生，他见到徐文远十分高兴啊，赐给他锦衣玉食。徐文远每次见到王世充，总要十分恭敬地对他行礼。有人就问他，听说您对李密十分的倨傲，可怎么对王世充却是恭敬万分呢？这是为什么呀？徐文远就回答说，那李密啊是个谦谦君子，所以啊像厉声对待刘邦那样，用狂傲的方式来对待他，他也能够接受。而王世充呢，却是个阴险小人，即使是老朋友，也可能会被他杀死。所以啊，我必须得小心谨慎地与他相处。我查看时机来采取相应的对策，难道不应该如此吗？等到王世充也归顺了大唐之后，徐文远又被任命为国子博士，很受唐太宗李世民的重用。那么说，徐文远他之所以能在五代隋唐之际的乱世保全自己，屡被重用，就是因为他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应对之法，他懂得灵活处事，懂得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曾有人说，有1000个人就有1000种性格。从人的性格多样性和差异性的角度来看，也确实是这样。在待人处事时啊，要学会对人的性格做具体的分析，要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对傲慢无礼的人说话应该简洁而有力，最好别跟这种人多谈，所谓多说无益。对沉默寡言的人呢，那就要直截了当。对深藏不露的人啊，你只把自己预先准备好的资料拿给他看就可以了。对于那些瞻前顾后、草率决断的人，说话时就要把话分成几部分来讲。而对行动迟缓的人呢，说话时要保持耐心。只要你能够做到这些，那么你无疑就会赢得一个好人缘。见好就收，凡事留下回旋的余地。这儿常言道，做人要做到10分，做事只可做到8分。就是说啊，要尽量给自己留下回旋的余地，凡事不可以过于偏激，以免使自己尴尬。意气用事，吃亏的最终只能是自己。任何人在做事之前，都要做好成功和失败的2手准备。只想到成功，不考虑失败，那是一种特别主观的态度。美国科学家克里斯托弗说过这样的一句话：直言无忌的最大坏处是不给讲话的人留下回旋的余地，而且容易挑起冲突。曾有人说，福不尽享，话不说尽，事不做绝。由于福享尽了，则福无久享，话说过头了，自己也就没有回旋的余地。同样的事情做绝了，也就等于把自己往死胡同里逼，最后是没有退路。因此啊，凡事不能够太过，要有个度。任何事情太过了，也就容易犯错，以至于失败。正所谓过犹不及。就比如你肚子很饿，此时你面对着一桌子山珍海味，倘若你细嚼慢咽，认真品尝，吃个7、8分饱，可能会回味无穷，留个美好的印象。可是如果你狼吞虎咽，吃得太饱太撑，不但享受不到这眼前的美味和营养，还可能会吃伤了胃，让你作呕拉稀进医院。本来是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由于没有把握好度，给自己的肠胃留点空间，使自己承受不了，消化不了，结果就适得其反了。吃东西是这样，那么为人处事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从古至今，大凡能成大事的人呢，都是那些善于谦恭退让，懂得给自己留下回旋的空间，都明白先声夺人、狂躁激进、赤膊上阵、意气用事，这不但是匹夫之勇，
于事无补，更会漏着于人，授人以柄，成为众矢之的的，最终只能是功败垂成，半途而废。因此凡事要懂得给自己留些余地，顾大局，看长远，顺其自然，该退则退，该让则让，不急不恼，以躲为闪，以守待攻，给别人退让一大步，为自己留出一片天地。在退让的天地之中休养生息，保全自己，蓄势待发。枪打出头鸟之类的经历的多了，那么人也就懂得凡事不应该走在前面，应该朝后退一步，保护一下自己。当然了，倘若人能够完全放弃自己，什么都不追求，也就不存在什么上中下的问题。问题就在于我们是有欲望的，总是有点不甘心，因此也就很容易走中庸的路线。中庸一方面保留了自己一部分的欲望，不至于过分的压抑自己；另一方面呢，又保护了自己，不至于那么容易受到伤害。这也是一种两全其美的人生方式。五胡16国时期赵汉的刘渊称帝，大举攻晋。他命其子刘聪与王弥进攻洛阳，并请刘耀等人率匈奴军为后援。匈奴联军一路连捷，接连打败了东海王司马越和平昌公司马模派遣的数支晋军。在这连胜之下，刘聪是顿起了骄心。不久，汉军就被诈降的晋朝洪东太守恒延偷袭得手，大败而还。气恼之下，当年的冬天，刘渊又派刘聪、王弥、刘耀、刘景等人率领精兵5万进攻洛阳，并派呼延义率汉族步兵殿后，在河南大败晋军，包围了洛阳城。但是好景不长汉军大将呼延浩和呼延郎接连被杀，匈奴联军的气势受挫。刘渊这时吸取了教训，见好就收了，忙下令召唤诸将，匈奴军还于平阳。谁能保证每一朵鲜花都会常开而不败？谁能够保证每一条道路都会通向天堂呢？谁又能保证总是顺风顺水，不会深陷逆境？虽说是阳光总在风雨后，但你若是不确定自己是那种经历过无尽风雨吹打才能成为参天大树的幼苗，不妨对自己宽容一点，对生活释怀一些。人生之路，见好就收吧。懂得方圆处事，做人不要太绝。任何成功的背后都包含了许多的牺牲。如果说做人能够做到内方而外圆的话，那也肯定做出了许多的牺牲。比方说吧，做事有方，做事要有规矩，有原则，那就意味着许多事情不能做，许多事情又非要做，那无疑也意味着得罪了许多人，惹恼许多人，也意味着要舍弃许多，甚至招来杀身之祸。比如中国的民族英雄岳飞，为忠而舍弃了孝，但在忠君和中国之间，他做不到只为了忠于昏君而放弃抗击金兵。为了这种原则，他惨死在了风波亭。圆是天，方是地，圆多变而方稳定，圆乐观，方迷惘，圆有自由，方有信仰。自古以来，有圆就有方，就连那钱币也是圆中有方。世界上有2种类型的思想，一种以方为代表，就好比刺激，以不变应万变；另一种则以圆为代表，好比狐狸，遇事灵活机智。二者可谓是优劣参半，何不兼容并蓄，融二者精华于一身呢？人的思想变幻无穷，高深莫测，难以令人琢磨，而人的性格却相对简单得多。一个人活在世上，如何处好事做好人，关键在于他把圆与方糅合的是否相互依存，又不冲突。
举个例子吧，清朝雍正时期的田文镜，他是个有名的铁公鸡，他办事一丝不苟，事无巨细，但他的方式实在是有些让人受不了，都是硬的。这么一来呢，朝中便没有什么人与他相交相好。可与他同朝为官的李卫就不同，他办事同样也是一丝不苟，事无巨细，但他懂得方圆兼并，软硬兼施，刚柔并济。其实这才是最好的为官之道。方是田文镜的处世为官之道，他以不变而应万变，就好比刺猬；而李卫呢，则兼收了田文镜的刚硬，再加上他自己就好比一只狐狸，这样李卫的官路就比较顺当。同样的，在后来的乾隆时期，纪晓岚几次被皇帝老儿关进了大牢捉狮子，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纪晓岚太好直言进谏。和珅可以用老奸巨猾来形容，处事极为微妙，四面讨好却又不失方的威严。尽管他也有几次差点被弘历关进大牢，与那纪晓岚一起捉狮子玩，但他都能够巧妙地周旋过去。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弘历面前说好话，凸显着圆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他在改正自己的错误时非常的严肃，不疏忽任何一个细节，这样方的威力又大放光彩了。为人处事要学会曲径而通幽，要善于韬光养晦，深藏不露。做人难做人，生活在这纷繁的世界，做人真的很难，要做的人人都喜欢就更难了。纵观世界历史，大凡能成就伟业者，无不是深谙做人之道，知道做人何时应进，何时应退，何时应该发脾气，何时应该深藏而不露。那些成大事者多是方圆通达，在危难时刻总能把做人的机智技巧运用得淋漓尽致。其实做人没什么法则可遵，但做人的戒律却一定不能违反。在为人处事中，有些人不管不顾，自私自利，刻薄尖锐，又斤斤计较，这种人肯定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也是一个做人失败的人。做人既不要过分，也不要太怵，既要懂得方圆，又要有做人的原则。方是壮士立志平天下的思想气度，做人的脊梁；圆是处事的锦囊，是聪明者适应社会、协调乾坤的行为准则。方是以不变而应万变，圆是以万变应不变。有圆无方则不利，有方无圆则制泥。做人要外圆而内方，办事要刚柔并济，交友要有所选择，说话要恰到好处，沟通要讲究技巧，处事要乐观豁达。人立于世，必得在社会上行走，少不了要和人去打交道。为人处事无方，会使你到处碰壁，寸步难行；为人处事得法，会使你柳暗花明，事半功倍。处治事宜方，处乱世宜圆，处庶几之事当方圆并用。待善人宜宽，待恶人宜严，待庸众之事当宽严并行。在治世中生活，行为要保证方，但是处在乱世时，态度就一定要圆滑。假使你处于末世，那就得方圆并用了。这是因为在太平盛世时，大道得以通行无阻，所以可以放心的依道而行。但如果身逢乱世，眼见正道不再通行，做人就要学得圆滑一些，以免替自己招来不幸。方正的言行原是无可厚非的，但在动荡不安的时候，还不晓得明哲保身而深陷于危境，就未免太不聪明了。做人不要太老实。大多数的老实人都会这样认为，如今的我们一定得做昨天的我们，因为
昨天不成功，那么今天和明天也是无法成功的。这是老实人相信历史确实会自我重复的观念。做人不要太老实，要有心机。伴随着如今时代的迅速发展，没有心机的人是最容易与机会失之交臂的。有一位神仙抱怨财神，说财神嫌贫爱富，只给那些富人送财，而不给穷人送，使天下的富人是越来越富，穷人是越来越穷。财神说，这不怪我啊，这都是命。有的人啊，生来就是穷命，给他也不要。那位神仙不信，你把那元宝送给穷人，我不信他不要。两位神仙正说着呢，两个穷人走了过来。财神说，我呀，把这2个元宝放在小桥中间，你看他们实不实？于是财神在小桥中间放了2个元宝。那2个人刚走到桥头，一个穷人说，甭看这桥窄，我闭着眼睛就能走过去。另一个穷人说，你能啊，我也能。于是2人就打赌，都闭着眼睛过桥，谁也不准争，谁争谁就输了。2人都是老实人呐，谁也没有争。走到桥中间时，一个元宝绊住了走在前面那个人的脚，他踢了一下说，谁把这石头放桥中间了呀？财神把另一个元宝移到后面那人的脚前，他说，哎呦，我也踩到了一块石头。就这样，那位神仙才信了财神的话。做人如果都像这2个人那样，老实到踩到元宝也不睁眼，如何能发现机会呢？如果换了不老实的人，一定是睁着眼睛过桥了。即使是一个不会耍心眼的平常人，脚下踩到的石头，他也会下意识地睁开眼睛看一下。其实睁眼睛一下又会怎么样呢？只不过是输了一场无关紧要的打赌而已啊，他也不会损失什么。而这2个老实人却是硬闭着眼睛，磕磕绊绊地走过了窄桥。精神上是很可嘉，2人都没输，但却都丢掉了机会。况且在现实的社会中，这种神仙白送的元宝到哪儿去找啊？每一样利益都是放在市场上公平竞争的，白送尚且都无法得到，在竞争中这样迂腐的老实人又如何争得过那些精明的人呢？怪不得财神说，有些人生来就是穷命，谁也没有办法改变他。如今的时代，老实一词很难说是褒义或者是贬义了。说你这个人太老实，那无异于说你是个笨蛋。由于事情都是你忙的，可最后好处全是人家的。因此常言道，老实人吃亏，老实人无用。这里的老实其实是贬义。如果说你这个人十分的不老实，那无异于骂你是个坏蛋了。由于事情都是人家干的，可最后的好处全都让你给得了。为人如此奸诈滑溜，已经是走向了老实的反面极端。那这里的老实就是褒义的了。其实在当今这个迅速发展的社会里，没有一个人愿意当笨蛋，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当坏蛋。因而既没有人想让人家说自己不老实，也没人想让人家说自己太老实。所以既不要太老实，又不要太不老实，实行中庸之道，变成了大多数人的人生选择了。俗话说，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自古如此，老实人被欺负，实在不是什么会让人们大惊小怪的事儿。由于老实人自身的性格特征，所以他们在群体之中基本上处于一种不受重视的地位，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力，也很难因为出类拔萃而成为领导者。老实人的这种生存状况，与其本身所具有的一些基本特性是分不开的。首先，老实人不善于表现自己，优点也好，能力也罢，常常是不会被人发现，因此给人的印象就是很平常，没有什么突出之处，自然也就很难引起他人的重视，
其次，老实人不善于为自己的长远发展谋划和争取利益，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实力。即使有的时候在某些事情上他们有自己的看法，但也往往很难产生影响力。有多么高的实力，就有多大的发言权，这是人类一切外交行为之中最基本的一条定律了。再次，老实人因为太老实，所以不懂得运用一定的技巧和方法，在处理各种关系上，往往就显得方正有余而圆润不足，很难在群体中建立自己的威信，也很难使自己成为一个广受欢迎的人。最后，在权益的斗争中，老实人往往就处于中立的状态，不加入任何的利益团体，也缺乏给别人带来实惠的能力。而如果一个人不能给别人带来什么好处，那么在整个利益关系的链条之中，毫无疑问，他就处于不被人重视的地位。由于老实人在群体之中往往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所以在利益分配的过程中，他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发言权，只能被动地等待组织或是其他人的安排。然而现实利益毕竟是有限的，而人们对于利益的需求又是不断涌现，没有止境的，所以老实人常处于一种任人宰割的地位。别人吃肉的时候，他只能舀点汤喝，有时候僧多粥少的话，他连汤都没得喝。如此循环反复，老实人便会陷入一种利益的恶性循环，实力变得越来越弱，地位也变得越来越低。普遍来说，老实人都是很胆怯的，可以说是守成有余而开拓不足，做事情缺乏冒险精神，其结果是他们的事业始终处于一种小格局、小境界和小发展之中。因为不敢冒险，他们就不能够及时把握住机遇，自然也就不能将自己的事业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之中。另外，有一些老实人看起来好像是很勇敢，敢于冒险，实质上他们的这种行为是一种鲁莽，是一种缺乏明智认识的盲目行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冒险。当今这个社会，事事都讲竞争，很多利益都是你争我夺，分毫不让的。如果太老实的话，就会经常受人欺负，事事都不敢去和人争，事事都让着别人。这样的话，人生也就会失去很多的东西。所以说做人不要太老实，得意时不要太张扬。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我从不歌颂自己，我有财产，有家世，我花钱慷慨，朋友们说我风趣，可是我绝口不提这些。固然我有某些优点，而我自己最重视的优点即是我的谦虚。英国哲学家斯宾塞认为，成功的第一个条件是真正的虚心，对自己一切敝帚自珍的成见，只要看出与真理的冲突，都愿意放弃。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说，缺少谦虚就是缺少见识，所以做人要懂得谦虚。一个人要清楚，外面是个非常精彩的世界，但外面又是一个让人特别无奈的世界。因此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得意之时不要太张扬，失意之时不要太悲伤。爱因斯坦由于创立了相对论而名声大振。有一次，他9岁的小儿子问他，爸爸，你怎么变得那么出名啊？你到底做了什么呀？爱因斯坦说，当一只瞎眼的甲虫在一根弯曲的树枝上爬行的时候，他看不见那树枝是弯曲的，而我不过是碰巧看出了那个甲虫所没看到的事情。谦虚不仅是成功的要素，谦虚与内心的平静也是紧密相连的。内心平静是做人的一种高级心眼。我们越不在众人面前显示自己，就越容易获得内心的宁静，这样就容易引起别人的认同，
得到别人的支持。真正有心机的人是绝不会滥用优点和荣誉的，他不会等着去享受荣誉，他会继续努力去做那些需要做的事情。正如俄国科学家巴甫洛夫所谆谆告诫的，绝不要陷于骄傲，因为一骄傲，你就会在应该同意的场合固执起来；因为一骄傲，你就会拒绝别人的忠告和友谊的帮助；因为一骄傲，你就会丧失客观的准绳。然而让事情更糟的是，你在得意时越夸耀自己，别人就会越回避你，越在你的背后谈论你的自夸，甚至可能因此而怨恨你。同时，骄傲的人必然嫉妒，他喜欢那些依附他的人，或是献媚他的人。他对于那些以德行而受人称赞的人，会心怀嫉恨的。结果，他就会失去内心的宁静，以至于由一个愚人变成了一个狂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失意时敬人，得意时更要敬人。敬人者，人恒敬之。记得有一次，小李约了几个朋友来家里边吃饭，这些朋友彼此之间都非常的熟悉。小李把他们聚在一块儿，主要是想借着热闹的气氛，让一位目前正陷于低潮的朋友心情好一些。这位朋友在不久前因为经营不善结束了一家公司的经营，妻子也因为不堪生活压力，正在与他谈论离婚的事儿。内忧而外困，他呀实在是痛苦极了。来吃饭的朋友都知道这位朋友目前的遭遇，大家也都避免去谈与事业有关的事儿。可是其中一位因为当时发了大财，赚了很多钱，酒下肚之后就开始忍不住谈他的赚钱本领和那花钱的功夫，那种得意的神情连小李看了都有些不舒服。而小李那位失意的朋友更是低头不语，脸色别提多难看了，一会儿去上厕所，一会儿去洗脸，后来借故提早离开了。小李送他出去，在巷口时，那位朋友愤愤地对小李说：“老吴有本事赚钱，也不必在我面前吹嘘嘛。”此时小李最清楚他的心情，因为在10年前，小李也有过人生的低潮。当时正在风光的亲戚在小李面前炫耀他的薪水如何如何的高，年终奖金如何如何的多，那种感受就如同把针一支支的插在他的心上一般，要多难过就有多难过。所以啊，与人相处一定要牢记，不要在失意者面前谈论你的得意。一般来说，失意的人较少攻击性，郁郁寡欢是他们表现的最为普通的一种形态，但别以为他们只是如此。听你谈论了你的得意之后，他们普遍会产生一种心理怀恨，这是一种转进到心底深处的对你不满的反击。你说的口沫横飞，可不知不觉的已在失意者的心中埋下了一颗炸弹。想想看，这多不值啊！失意者对你的怀恨多半不会立刻显现出来，因为他们此时是无力显示的，但他们会透过各种方式来泄恨，例如说你的坏话，扯你的后腿，故意与你为敌，其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看一看你会得意到什么时候，而最明显的则是疏远你，避免和你碰面，以免再听到你的得意之事，于是你不知不觉的就失去了一个朋友。不管失意者所采取的泄恨手段对你造成的损失是大还是小，至少这是你人脉资源上的危机，对你绝不会有什么好处。像前面小李所叙述的那位失意的朋友，只要一谈起那位曾在他面前谈论得意之事的朋友，就闷声不语。后来小李才知道，他们再也没有来往过。因此，当你有了得意之事，不管是升了官、发了财，或是一切顺利，切记
在正失意的人面前谈论。如果不知道某人正在失意也就算了，如果知道，绝对不要开口。不过有一点你必须要注意，就算没有正失意的人，但总也有境况不如你的人，你的得意还是可能会引起他们的反感。人总有嫉妒之心，这一点你必须得承认。所以得意的时候就少说话，这样既敬人又敬己，做人要懂得谦虚。以退为进，凡事退一步，生命不退步。处事让一步为高，退一步即进步的根本。凡事均有长有短，有阴有阳，有圆有缺，有利有弊，有胜有败，更何况是这千变万化的人生了。成功通常皆是成于有耐心、耐力、耐烦者，即最有能耐、最有耐心的人，是比较容易成功的。然而忍耐却是一件最难的事情。你看，这忍字不就是在心上放了一把刀吗？但仔细想想，那些能够忍住一时冲动的人，确实要比情绪容易冲动的人更能够担当较大的责任与职务。所谓忍得过，看得破，提得起，放得下。凡事静观皆自得，因为忍得一时之气，海阔天空。既是海阔天空，就能够从从容容，那么又有什么事情可以困得住自己呢？退步其实就是向前，有时候只是放弃一些意气之争，即使是赢了又如何呢？退一步并非是表示自己的软弱，而是更多的包容、谅解与理解。经商的人希望日进斗金，读书的人希望每日进步，有的人一遇到利益，总是想得寸进尺。其实做人处事应该要以退为进。有一首诗形容农夫插秧，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身心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有的人为了功名富贵，总是不顾一切的向前争取，有的时候前面是险坑，跌下去会粉身碎骨，有的时候前面是一道墙，撞上去会鼻青脸肿。如果这个时候懂得以退为进，转个弯绕个路，世界还是一样会有其他更为宽广的空间。这正是古人所云，退一步，海阔天空。一个人在世界上为人处事，必须要能谦恭礼让。一个人想要成功立业，必须要懂得以退为进。引擎利用后退的力量，反而引发了更大的动能。空气越经压缩，反而会更具爆破的威力。军人作战，有时就要迂回绕道，转弯前进，才能胜利。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成就一件事情，必须低头匍匐前进，才能成功。一位留美的计算机博士，毕业之后在美国找工作，结果好多家公司都不录用他。思前想后，他决定收起所有的证明，以一种最低的身份去求职。不久，他被一家公司录用为程序输入员，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高射炮打蚊子，但他仍然是干得一丝不苟。不久，老板发现他能够看出程序中的错误，并非是一般的程序输入员可比的。这时他亮出了学士证，老板给他换了与他专业对口的工作。过了一段时间，老板发现他时常能够提出许多独到的有价值的建议，远比一般的大学生要高明。这时他又亮出了硕士学位证，于是老板又提升了他。再过一段时间，老板觉得他还是与别人不一样，就对他质询。此时他才拿出博士学位证。老板对他的水平
有了全面的认识，毫不犹豫地重用了他。以退为进，由低到高，这是自我表现的一种艺术。常言道，回头是岸，就是以退为进的意义。古来的先贤圣杰，从官场利禄之中退居后方，是为了再待机缘；有些能人异士隐居山林，是为了等圣明人君。有的人非常重视韬光养晦，有的人等待应试之机缘，有的饱学之士都懂得进步哪有退步高的道理。春秋之时，楚王的三子季札因为贤能，父王要传位于他，而他谦让地说，上有长兄，应该由长兄继位。长兄去世之后，因其贤能，国中大臣又再举荐他为王。他说还有次兄，次兄去世以后，全国人民又一致推举，希望他能出来领导全国。他说父死子继，应该由故世的先王之子继承王位，所以他仍然是退而不就。后来呢，在历史上留下了贤德之名。可见退让不是没有未来，退让之后往往在另一方面会更有所得。三国时代，刘玄德知道太子刘禅无能，要诸葛孔明取而代之，但诸葛亮谦让，而在历史上留下了忠臣之名。周公辅佐成王，虽是长辈，一直以臣下自居，所以就成就了周公的盛名美誉。此皆证明退让不是牺牲，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有时以退为进更能够成功。以退为进是人生处事的最高哲理，人生追求的是自由自在。如果人生只知前进而不懂后退，那么他的世界就只有一半。而懂得以退为进的哲理，可以将我们的人生提升到拥有全面的世界。以退为进，何乐而不为呢？时任齐国国相的邹忌，曾经多次讽谏齐威王。邹忌身高8尺，相貌堂堂，却心胸狭窄，私心极重。齐对魏2次大战之前，他都坚决反对出兵。待田忌、孙膑凯旋之时，他心中的醋意可想而知。随着孙膑、田忌威望的提高，邹忌担心自己的相位不稳，因此欲除掉田忌、孙膑而后快。可能是因为孙膑是个残疾人，同邹忌夺相位的可能性不大，所以邹忌将目标首先对准了风头更劲的田忌。马陵之战结束不久，邹忌便找来亲信谋划如何除掉田忌。他的亲信公孙越提出了个主意，他说您何不派人带着黄金招摇过市，找个占卜的人，让他大肆宣扬，说他是田忌将军的属下，田忌将军3战3胜，欲图大事，而让他给占卜一下，看看这吉凶如何。而您就等着那个卜卦的人离开，然后派人把那卖卜的抓起来，在齐威王的面前验证此事。邹忌闻机大喜一一的照办了。齐威王这时已经年纪大了，明显有点老糊涂，而他本来就对田忌此时手握重兵心有疑虑，听了邹忌的话，就相信田忌有谋反的意图。而这时田忌正率兵在外，于是齐威王便遣使召田忌回临淄，准备等田忌回到临淄之后再审问此事。孙膑此时呢，也在田忌的军中，他对于齐国的政局以及邹忌、田忌之间的矛盾早就已经明了。看齐威王无缘无故派人来召田忌回临淄，感觉这齐威王一定是听信了邹忌的谗言了，认为田忌如果回到临淄，那必将是凶多吉少。田忌在孙膑最为艰难的时候，曾经助其一臂之力，而且长期以来
两人合作的也非常好。孙膑实在是不忍田忌自投罗网，就提醒他说：“齐王啊，一定是听信了邹忌的谗言，你可千万不要自己贸然回临淄。”情急之下，他建议田忌率军回临淄，驱逐邹忌。毕竟啊，与其成为邹忌案板上的肉，不如孤注一掷，与那邹忌一决高低，这样倒还可以死中求生，反败为胜。田忌对于孙膑早已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他言听计从。他依孙膑之言，率兵攻打临淄。但那邹忌也不是等闲之辈，他也早就做好了守城的准备。田忌攻城不胜，眼见着周围秦王的兵就要到了，只好弃军逃亡到了楚国。而孙膑于田忌攻打临淄之时就已经不知去向了。孙膑此时的激流勇退，不失为一良策。孙膑以其战略家的头脑，对齐国政坛的错综复杂了如指掌，对邹忌这个人也比较了解。他之所以跻身于齐国政坛10几年，为的就是要报庞涓无端加害之仇。在马陵之战结束之后，他的大仇已报了，他也就应该为自己找个好的归宿，不可能迷恋于政治，更不可能拖着残疾的身体跟着田忌逃往楚国。办一件事情，往往我们要通过许多人，不通过人便不能成事。这人是所有事情之中最为难办的。有的时候想办成一件事，就得懂得这迂回曲折，得要以退为进，得要颠三倒四，这才能够成事儿。小不忍则乱大谋。小不忍则乱大谋，可以从2个方面来理解。一个意思是人要忍耐，凡事要忍耐，包容一点。如果一点小事不能容忍，脾气一上来，可能会坏了大事。许多大事的失败，常常都是由小的地方搞坏的。而另一个意思呢，是做事要有股忍劲儿，狠得下来又决断。有的时候碰到一件事情，一下子就要决断，坚忍下来才能成事，否则不能当机立断，以后会非常的麻烦。姑息养奸也是小不忍。张居正是明朝的名相，他在执政的10年之中，大胆地从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进行重大改革，使国家安定，经济发展，一时出现了明清富强的景象。张居正2岁那年就认得王日2个字，被家人认为是神童。13岁参加乡试时，他年龄最小，却沉着冷静，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若非是湖广巡抚顾林爱才，有意让张居正多磨练几年，他肯定中举。终于几年的发奋读书之后，张居正考上了进士，开始步入仕途。这一年他才23岁。张居正被选为浙籍士之后，一面大量读书，一面细心地琢磨官场上的门道。他有满腔的政治抱负，但当时皇帝世宗昏庸，奸臣严嵩为非作歹，张居正只得是忍耐，与严嵩周旋，一时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就这样苦苦熬了几10年，张居正内心是十分的痛苦。终于严嵩在专权15年之后倒台了，徐介成了首辅，张居正也开始得到了重用。然而张居正入阁之后，又遇到了精明强干、头脑敏锐的政治对手高洪。张居正只能再次忍耐，尽管高洪对他傲慢无礼，他却用谦恭与沉默表示更加激烈的无声对抗。高洪下台之后，张居正资格最老，被召回当了首辅。当张居正掌权之后，立即就改变了过去那种谦逊祥和、沉默寡言的态度，变得雷厉风行、有礼有节，在全国范围之内实行一场改革活动，把国事整理得井井有条，促进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
忍有两种，一种是思而不发，以忍求安；一种是忍而待发，以忍求变。求忍者要特别学后一种的忍，忍是手段，所求是目的。战国七雄的赵武灵王在位之时，当时的赵国国富民强，又因地处中原，常被卷入战争的漩涡，所以广行富国强兵之策比其他国家来得更加的急切。赵武灵王经过多年的征伐，认为北方游牧民族骑马作战是值得效仿的战术，其机动性大，集散自由，对战场条件适应性很强。于是他想改变自己军队的作战战术，改革也颇费了几番周折。首先当时的中原服饰并不适合骑马作战，那就要改穿游牧民族的胡服，胡服的下身就相当于今人普遍穿的裤子。而接下来要穿胡服可并不是那么简单，服饰样式的改变在中国古代是一场大的改革。决定之下，预料中的反对势力蜂拥而来，朝中多数大臣都不支持这项改革。主要的理由就是不能出卖自己的祖宗，去穿胡服而丢丑卖脸，不能改变中国的传统式样。面对大批反对势力，赵武灵王采取了极其克制的态度。他不发王者之感，不以王者之尊强行推广，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从战争的发展、富国强兵的要略，反复阐述自己的意见，拿出了最大的忍耐力推行战术。最难对付的是他的亲叔叔，借口生病，不早朝也不听劝。赵武灵王知道他的病在哪儿，绝口不谈正题，天天如此。他叔叔大为感动，因为彼此都明白对方在做什么。赵武灵王的忍功确实也达到了目的，这是一种功利主义明确的忍。小不忍则乱大谋，只有咽得下这口气，你才办得成大事儿。假如你现在不过是一个县官，今后的升迁还需要看上司的印象而定。要是你的才干一直超过上司，上司的地位就会很危险。那时他不但不会赏识你，反而会对你产生偏见，你会随时惹祸上身而又不自知，那又如何发挥你的济世之志呢？用心与周围的人协调，适应环境，暂时委屈，实在是为了你将来能有大的作为呀。这是周朝宰相杜衍教导学生的话，他穿越100年的时空界限，对于今天的朋友一样有指导的意义。古人的话有很多是对的，并非是厚古而薄今。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句话在民间极为流行，甚至成为了一些人用以告诫自己的座右铭。有志向、有理想的人，不应斤斤计较个人得失，更不应在小事上纠缠不清，而应有开阔的胸襟和远大的抱负。只有如此，才能成就大事，从而实现自己的梦想。有时面对一些事，我们应该做到泰然处之。小不忍则乱大谋，心胸开阔，目光放远一些，看这些事情对自己的长远发展是否有利，而不去逞匹夫之勇。尊重你的竞争对手。孟子说，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奥地利作家卡夫卡说，真正的对手会灌输你大量的勇气，善待你的对手，方尽显品格的力量和生存的智慧。永远不贬低竞争对手，尊重你的对手，客户才会尊重你。对手是什么？如果说你是一匹赛马，那么对手就是角逐场上的其他赛马。如果说你是一对拳击手套的这一只，那么对手就是另一只。
如果说你是一枚硬币的这一面，那么对手就是硬币的另一面。因此，尊重你的对手，尊重彼此之间的游戏规则，就是在尊重你自己。好友难找，而好的对手似乎更难寻。尊重你的对手，如果是一个好的对手，你更要去珍惜他，甚至热爱他。我们需要朋友，我们同样也需要对手。朋友可以从感情上带来最好的鼓励，对手则可以从理智上带来最大的刺激。善用对手的刺激，可以学到最重要的工作方法。我们在感情上需要朋友，在知识上需要对手。有一个相互比较的竞争对手，往往可以给我们带来长久的成长。有一则这样的例子，王坚来到部队之后，他在写作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热情，因为这是王坚从小到大的挚爱。几个月之后，王坚的名字终于是上了报，一时间他成了单位的名人。从那以后，大大小小的会议上经常能够听到领导对他的表扬，走在营区的路上，时时能够感受到战友们的羡慕目光，就连机关写材料也叫王坚去帮忙。可好景不长，王坚有了一个竞争对手。王坚单位新来了一名军校学员，他的写作水平很高，听说毕业前已经在各类报刊上发表了很多的文章。战士们一有空就围在他的身边问这问那的。看到这些昔日属于自己的礼遇被别人硬生生的夺走了，往日趾高气扬的王坚心中充满了嫉妒和怨恨。那时王坚就常默念既生瑜何生亮这样的话，品尝着其中饱含的不甘与无奈。失意的王坚开始有意无意地说他一些坏话，贬低他的写作水平。最初战士们将信将疑，与那位新学员疏远了些。可没多久，这位新学员的作品频频见报，大伙儿投向王坚的眼神似乎就变了，甚至对王坚敬而远之。王坚越发的痛苦，怎么就败给一个初出茅庐、年龄比自己还小的对手了呢？不能接受啊！拼尽全力一定要打败他。可再努力也是不尽如人意，自己的基础确实不行。想来想去，最后王坚有了一个主意。一天中午，他找到了自己的对手小陈。当王坚说明来意之后，小陈并没有以胜者自居，而是十分热情地接待了王坚，并毫无保留地将他的写作经验和心得讲给了王坚听，逐字逐句修改王坚的稿子。以后的日子里，每当王坚遇到写作上的难题向他求教之时，他都会不厌其烦地与王坚探讨切磋，并为王坚指出问题和注意事项。随着写作水平的不断提高，王坚的稿件见报率也节节攀升，眼看着就要赶上小陈了。就在上级组织的一次经验汇报会上，王坚和小陈这两个昔日的对手联决撰写的材料得到了上级的充分肯定，为单位争得了荣誉。这时王坚终于受不了内心愧疚的煎熬，将自己的初衷打败他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可出乎意料的是，小陈什么也没有说，就原谅了王坚。王坚说今后再也不会把他当对手了。可小陈说不，如果不是王坚把他当作对手，又怎么能激励自己在短时间之内取得如此这般的大的进步呢？听了他的话，有些吃惊的王坚想了很久，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尊重对手就是尊重自己。只有看到了对手的长处，才能真正展开对彼此都有益的竞争。尊重对手，方显君子之争。奥地利作家卡夫卡说，善待你的对手，方显品格的力量和生存的智慧。从表面上看，你从对手身上得到了学习机会，没有那么直接明显。
然而仅仅是承受他带给你的压力，就是很宝贵的机会，可以对你的成长有很大的助益。不要随便的把对手视为敌人或是仇人，融入了太多情绪化的东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冷静的观察对方，客观的审视自己。也唯有这样，才能从交手的过程中学到真正的东西。然而有很多人无法这样去看待对手，因为对手和敌人通常只有一线之隔，甚至是一体两面的，因而对手也特别容易引申成仇人。看待对手的时候，首先就混杂了情绪。很多人会想，敌人和仇人当然是不好的，哪有向敌人和仇人学习的道理呢？不少人在碰到对手的时候，首先就是不屑一顾，感觉对手实力不过如此，而接下来是愤怒地发现，这不怎么样的人竟然还有很多人喜欢，还威胁甚至超越了自己，而最后则是不能忍受别人提到的对手的只言片语。其实越是敌人和仇人，可学的东西才越多。对方要消灭你，一定是倾巢而出，精锐毕现。在他们使出浑身解数的时候，也就是传授你最多招数的时候。敌人为了激怒你、伤害你，使出的一些手段，就不是任何其他的老师能够教你的。如果你有一个很强的对手，你应该从心底里欢喜，就像是每天照照镜子，你要每天都仔细地盯紧了这个对手，好好的欣赏他，好好的向他学习。而最好的学习永远来自于你和他交手，被他击中的那一刻。一种动物如果没有对手，就会变得死气沉沉。同样的，一个人如果没有对手，那他就会甘于平庸，养成惰性，最终庸碌无为。有了对手，才有危机感，才有竞争力。有了对手，你便不得不奋发图强，不得不改革顶新，不得不锐意进取。否则，只有等着被吞并、被替代、被淘汰。大部分人都把对手视为是心腹大患，是一己，是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马上除之而后快。其实只要反过来仔细一想，便会发现拥有一个强劲的对手，反倒是一种福分，一种造化。尊重你的对手吧，有时将我们送上领奖台的不是我们的朋友，而恰恰是我们的对手。不走极端之人，这人呢要有个度。有一次，一位朋友因为一点小事儿就与别人发生了争吵，一怒之下就打了别人几巴掌，那人当时就晕倒了，送到医院去检查，确认人家耳朵失聪了，赔偿了几千元不算，还被拘留了好几天。事后他悔不迭地说，当时听你的忍一忍也就没事了。我们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的矛盾，好多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只要忍一忍也就化解了。但是要做到这一步啊，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忍字头上一把刀，这个活生生的象形字就摆在我们面前。它告诉我们，忍必须有巨大的克制力。忍是一种痛苦，一种考验，是从幼稚到成熟的转变，是人格和品行的至高境界。忍是一种理解，是感悟人生的一种智慧，是经历挫折之后的一种持重。古人做过一首百忍歌，虽不尽可取，但今天读来也有教义。文中写道，能忍易贫乐，能忍易受勇，不忍小事变大事，不忍善事终成恨。忍得淡泊可养神，忍得饥饿可利品，忍得勤劳可积余，忍得语言免是非。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忍耐精神是很不够的。有的人因为一点小事就真的大动干戈，有的因为几颗大白菜就能大打出手，甚至送掉几条性命。其实这些都是小事儿，却闹得不可开交。
那么如何练就好这个忍功呢？这看起来也是我们现代人不可忽略的一个课题。从古至今，中华民族有很多描述忍的美好故事。蔺相如让廉颇，忍得廉颇放弃了傲慢，求得将相的团结。将相和的故事流传万年。韩信忍得胯下之辱，成就了汉王朝的大业。一个人要达到忍的至高境界，那他面对挫折就能够坦然，面对嘲讽就能够凛然，面对名利就能淡然。要达到忍的最高境界，需要锻炼，需要磨练。我们要从日常小事做起，一点一滴的去养成，由小到大，由浅到深，由不习惯到习惯，让自己成为一个有修养、有涵养的人。我们提倡的忍的精神，以宽待人，忍辱负重，平和达观。不要在一些枝节问题上斤斤计较，坠入非此即彼的极端思想方法。要大事清楚，小事糊涂。但是这个忍呢，要有度，要忍在刀刃上，不是什么都一味去忍，变成麻木、怯弱、奴性十足的人。当坏人作恶，你不能忍；当别人有难请你相助之时，你忍不得。忍如果去掉了心，那也就丧失了良心和道德，那你的忍就是残忍，就是罪恶。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忍字用到合适的地方。从前在古印度的南部，有个乔萨罗王国，国中出了500强盗，占山扎寨，拦路抢劫，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商客游人和地方百姓都深受其害。地方官员也曾多次用兵，但终不能获胜，只好报知国王。国王派精兵良将前来征剿，经过激烈的战斗，500名强盗战败了，全都当了俘虏。国王决定对人们恨之入骨的500强盗处以酷刑。这一天，刑场戒备森严，杀气腾腾，士兵手持尖刀，将赤身裸体、披头散发、捆在刑柱上的强盗双眼全部挖掉，有的还割掉了鼻子、耳朵，然后放逐到荒无人迹的深山老林之中。这座山谷林木葱茏，狼嚎虎啸，阴森恐惧，衣食无着。强盗们悲愤欲绝，撕心裂肺的绝望的吼叫着。凄惨的呼叫声传遍四野，也传进了释迦牟尼佛的耳朵。知道这500强盗在生死线上挣扎呼救，便用神力送来了香山妙药，吹进了这500强盗的眼眶，霎时个个是双眼重现了光明。释迦牟尼亲临山谷，给500强盗讲经说法。他说，正是你们以前作恶多端，才有了今天的苦难。只要洗心革面，弃恶从善，皈依佛门，也就能够赎清罪孽，修成正果，脱离这苦海，进入极乐世界。强盗们听了佛的教诲，无不俯首悔过，口称尊师，成了佛门弟子。从此这山谷中的森林就被称为了德眼林。多年之后，当年的500强盗终于修成正果，成为了500罗汉。忍让宽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人有训，得饶人处且饶人，退一步海阔天空。连佛祖尚且都宽容了500强盗，更何况我们这等凡人啊。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之中，宽容忍让是一种可取的人生态度，而正是这种精神使我们民族家庭关系稳定，人际关系和谐。我们与家人、朋友、同事，甚至是路人，在不同场合交往接触，总免不了有意见相左、磕磕碰碰的时候。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那么各自主动退让，宽以待人，少计较得失，这也有利于减少矛盾，维护人际间的和谐，于人于己都是有益身心的事情。尤其在现代社会，人们出现过于计较个人功利的倾向，这种宽容忍让的精神
更是应当加以提倡。但是什么事情不能有极端，宽容也是要有度的。我们民族的忍让精神，在某些情况下是坏事儿，而不是好事儿。大者，在民族利益面前不能软弱忍让。中国近代史上受外来侵略者肆意侮辱的记录，正是我们民族忍让精神的消极结果。在关系到捍卫法律尊严的原则事情上，也不能忍让。比如遭受强暴却忍气吞声，让犯罪者逃之夭夭，这实际是纵容了犯罪。在牵扯到个人尊严、人格、权益的事情上，也不该忍让。当别人出于恶意损害你的个人利益时，你还一味的忍让，打了你的左脸还要送上右脸，这便是缺乏自尊、软弱无能的表现了。在现代社会，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学会利用法律、政策以及其他有效的办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捍卫自己的尊严。这是现代人在社会之中求生存发展所必须学习的新内容。比如老板无理的扣押薪金，遭遇上司的猥亵，物业管理乱收费，居住环境受污染等，这都不是应当忍让的事情。从大的方面来说，每个人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同时，也是在捍卫法律的尊严。最后，我们再奉上一则故事。有一条大蛇危害人间，伤了不少的人畜，以致农夫们不敢下田耕地，商家无法外出去做买卖，大人无法放心的让孩子上学，到最后每个人都不敢外出了。大家无奈之余，便到寺庙的住持那儿求救。大伙儿听说这位住持是位高僧，讲道之时连顽石都会被他点化，无论多么凶残的野兽都会被他驯服。不久之后，大师果然以自己的修为驯服并教化了这条蛇，不但教他不可以随意伤人，还点化了许多做人处事的道理，而蛇也在那天仿佛就有了灵性一般。人们慢慢的发现，这条蛇完全变了，甚至还有些畏怯与懦弱。于是纷纷的就开始欺负他。有人呢拿竹棍打他，有人拿石头砸他，连一些顽皮的小孩都去逗弄他。某日，这蛇遍体鳞伤，气喘吁吁地爬到了住持那儿。你怎么了？住持见到这蛇这副德行，不禁是大吃一惊。而这蛇一时间我的开始语塞，说不出来。别急，有话慢慢说。住持的眼神满是关怀。您不是一再教导我应该与世无争，和大家和睦相处，不要做伤害人畜的行为吗？可是你看，这人善被人欺，蛇善遭人戏，您的教导真的是对的吗？哎，住持叹了口气说道，我只是要求你不要再伤害人畜，可并没有不让你吓吓他们呀。大蛇听后又是欲食欲塞。一定的忍让是应该的，但不要一味的隐忍，过分的忍也就变成了一种懦弱。凡事都应有个度，把握好这个度，才是正确的处世之道。忍是大智大勇大福。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句古话的意思是，让我们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不要一味的使用蛮劲儿去碰撞，而应该分析局势，做出某些以退为进的决策。我国古代的山东有一个张公，此人五世同居，百忍而家道兴。据说他发愿，在他的一生中要行100件大忍辱的事情。忍过了99次之后，第100次是他的孙子娶妻那天，突然间来了个道人，要试验他是否真的有这忍辱的功夫，便向他要这个新娘子，先与自己做一夜夫妻。这件事情使张公很是为难，但他宽大的一想，我什么侮辱的事儿都忍受过了，这最后的一次忍辱有什么不能呢？
于是就劝起孙儿完成他这百忍大愿，忍辱一下。后来这位道人在新娘的房中跳个不休，嘴里边不停地说看得破跳得过，一直跳到了天亮，忽然间倒在地上死了。新娘惊叫起来，待众人来看之时，已变成了个金人。张公有子致富，故有传说张公百忍成金。山东那个地方到现在还有一座巍峨的百忍堂，纪念他忍辱的德行。一天，当寺庙里的老和尚回屋，在进门之前就发现屋子里有个小偷正在翻找财物。老和尚不忍惊动他，就在外面等候。等小偷出来欲走之时，撞到守在门口的老和尚，惊恐万分。老和尚看见这衣衫褴褛的小偷，就脱下外衣披在小偷的身上，望着月光下见识的小偷的背影，双手合一。阿弥陀佛，但愿我能送你一轮明月。第二天的晚上，当老和尚回屋时，发现这门口放着一件叠放整齐的衣服。老和尚长叹道：阿弥陀佛，我终于送他一轮明月了。老和尚的退让拯救了一个瘦弱的灵魂。这忍学是中国的国粹，是中国2000多年来儒家思想的精髓。中国历史上许多成名人物都是靠忍字而成就大业的。当今世界上许多事业上非常成功的企业家、金融巨头，亦将这忍字奉为修身立本的真经，均在自己的家中或是办公室中悬挂着巨大的忍字条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忍学是世界上那些成功的企业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科学家的必修之课。忍是一种韧性的战斗，是战胜人生危难的有力武器。忍能成大器，只要你在做人的准则之中牢记这一条，你定能成大器。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甚至以一国之君的身份为人做马夫，终于成就后来3000越甲可吞吴的大业。汉朝的韩信，若不是能忍得住那胯下之辱，怎能从一个街头小痞子一跃成为了淮阴侯呢？至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造就出的古今多少巾帼英雄，那就更不必说了。忍能做大官，这是当今官场的绝对真理。如果在上司面前不能忍，遇事仿佛对待路人那样粗暴顶撞，绝不可能做大官。古代的相命学在某些角度来看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一个脸大耳圆、嘴角上翘的人，夸他日后做大官，8成是有道理。因为这种人一看就是个和事佬，他们绝对不会在非原则的事情上和上司争得面红耳赤，也不会为上司的一点小脾气而大动肝火。四平八稳的他们，往往能以最省事儿的办法登上权力的高峰。忍能赚大钱，这是一个在商海之中遨游多年的朋友对我讲的一句话。多年来，他一直坚信，在自己有求于人的时候，一定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忍字带来的后果。有时候从银行贷款，就硬是要忍住审查人员的吹毛求疵；与老板谈生意，稍一不忍，就可能损失一大笔钱。如果你的确要求助那个对你挑鼻子瞪眼睛的人，那你就得忍一忍。只要不是原则性的冲突，忍过之后钱就进来了，这何乐而不为呢？当然了，我们讲一个忍字，并不是劝告你要怯懦，真正的忍是以退为进的手段。那些只是一味的退让，而不考虑自己真正的目标，不思进取的人，忍来忍去，反而让他永远也爬不起来。忍是一种生存智慧，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有心机的人，
都是在面临危境之时，能够以忍来化解险情，求得生存，然后再获得机会，一举成功。韩信能忍胯下之辱，最后成为诸侯，但是能够以忍而求生，谋取大业的人，还应该算是越王勾践。在当时的他非常的明白，以目前的情况，只有忍辱才有可能日后东山再起。如果不忍，不要说东山再起了，恐怕连命都保不住。勾践做越王的时候，吴王阖闾来攻，勾践打败了阖闾，吴王夫差即位。为了替父报仇，他丝毫没有懈怠。经过2年的准备，吴王以伍子胥为大将，伯嚭为副将，倾国内全部的精兵，打败了越国。勾践走投无路，后来走伯嚭的门路，达成了议和。可议和的条件是勾践和他的妻子要来吴国当奴仆，随行的人还有大夫范蠡。吴王夫差让勾践夫妇到自己的父亲吴王阖闾的坟旁为自己养马。那是一座破烂的石屋，冬天犹如冰窖，夏天犹如蒸笼。勾践夫妇和大夫范蠡一直在这里生活了3年。除了每天一身土一手粪之外，夫差出门坐车之时，勾践还得在前面为他拉马。每当从人丛之中走过的时候，就会有人叽叽喳喳的讥笑，看呐，那个牵马的就是越国的国王。勾践由一国之君变成了奴仆，忍了；到为人养马备受奴役，忍了。而勾践最能够忍的一点，就是亲尝吴王的粪便。吴王病了，勾践为表忠心，在伯嚭的引导下去探视吴王，正赶上吴王大便。待吴王出宫之后，勾践便尝了尝吴王的粪便，然后恭喜吴王，说他的病不久将会痊愈。这件事儿在吴王放勾践的态度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或许是勾践真的懂得点医道，察言观色，能看出这吴王的病快好了；或许是勾践有意的恭维吴王，或许是吴王垂青勾践。总之吧，吴王的病真的就好了。勾践此时已经彻底取得了吴王的信任。吴王见勾践真的顺从了自己，也就把他放了。勾践在这件事情上所表现出来的忍辱，的确是一般人做不到的。我们不排除勾践是想尽了一切办法回国，就其这种行为的确让人自叹不如。纵观这一时期的勾践的忍，为的就是日后的崛起。为了保障自己必要的权益，人应该是有一点锋芒的，尽管没有必要像刺猬那样全副武装，浑身带刺，但至少要让那些凶猛的动物感到无从下口，得不偿失。敬君子，为小人。韩信出身贫寒，他从小日夜钻研《孙子兵法，在他的心中，总有一天可以成为将军。他出门在外的时候，都要将长剑佩戴在身上。一天，当地的一个无赖拦住了他：“瞧你这个头不小，还带着宝剑，敢与我比剑吗？”韩信抬头看看他，暗想可能没有活上的把握，就摇摇头说：“我不精通剑术，不是你的对手，请你让我过去，我这儿有礼了。”说着，他便一躬到地。但那个无赖却不肯放过韩信：“你自认为差，但是杀人你总会吧？你就用这把剑杀了我。”韩信知道这个无赖今天非要是逼着他决斗不可，他耐着性子说：“你我素不相识，我为什么要杀你呢？”无赖见韩信一味的退让，用手一指韩信说：“那么你从我这胯下钻过去，不然咱们今天没完。”这时人们都围上来看热闹了。韩信手按剑柄，怒视那无赖，正要发作，转念一想，杀人要偿命，未免因小而失大，
于是韩信不顾人们的嘲笑，强忍着满腔愤怒，从那无赖的胯下钻了过去，然后大踏步地走了。忍一时之辱，成千秋大业，韩信的气量不可谓不大。唐书里边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唐朝的时候，有一位恶人叫丁谓，他跟郭子仪是同时代的。这个人那时在朝廷里边并不得志，地位并不高，是个小官，心术不正，人很有才，但是有才没有德，所以朝廷给他取了一个外号蓝命鬼。郭子仪那个时候是出将入相，那是何等的人物啊！对待一切清宫大臣，他都是很随便的。有一次，这丁谓来拜访他把他的家人完全都撤到后面去，自己整整齐齐的穿了朝服来接他，很是恭敬，很有礼貌的来接待他。他离开之后，家里边的人就问他：“你接见人从来也没这样啊，为什么对待这个人又这么恭敬呢？”他就跟家人说：“这个人心术不正，又很聪明，又很会巴结，不能得罪。万一他将来做了大官，得了志，我们得罪了他，他怀恨在心，定会报复啊。”他的话后来果然应验了，这丁谓果然是做到了宰相。朝廷忠良，凡是触犯了他的，他都会想方设法把人整尽，个个都要报复。郭子仪不曾得罪他，所以他做宰相，郭子仪也能保全。可以说郭子仪的一生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与他敬小人的处世哲学是有着很大关系的。敬畏小人，防备小人，好人这一生他总会遇到些坏人。从古至今，没有一个武将能像关羽那样被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甚至是草寇强盗共同顶礼膜拜的。唐朝礼部尚书于世南称颂关羽：力不动，绝不进，威不屈，害不折，心耿之，义烈之，伪丈夫，真豪杰，刚常备，古今绝。有人用忠信勇义4个字来概括关羽，而这4个字为古今中外所有利益集团所推崇。于是关公庙不仅遍及华夏大地，朝鲜、日本、越南这些国家也处处可寻。这样的一位伪丈夫，一生最为悲凉的就是走麦城。而酿成这一悲剧的不是敌军的强大，而是他自己阵营里出了叛徒，那糜芳和傅士仁。关羽无论如何也难料到这糜芳会背叛蜀汉。糜芳是糜竺之弟，刘备在徐州败于吕布之时，糜家兄弟驻军资帮他度过了困境，并且嫁妹于他，所以糜竺得封了安汉将军，地位在军师诸葛亮之上。那糜芳被认为南郡太守，拱卫荆州，绝非是偶然的。糜芳本事不大，但以着国舅的身份，先沿赵云长坂坡投敌，后又与关羽时有摩擦。关羽看在兄长刘备的面子上毫不介意，可患难知人心，关羽一时荆州，糜芳随即就投了东吴，气得关羽是怒气冲色，创口迸裂，气绝于地。此前关公在攻取襄阳风头正劲之时，随军司马王府就曾经提醒他说，糜芳、傅士仁这俩人恐不能用心竭力。关公大大咧咧地说，汝勿多疑，只与做烽火台去。好人的悲剧就在于此，对坏人缺乏必要的防备。关公温酒斩华雄，朱颜良杀文丑，过五关斩六将，临亭单刀赴会，捉庞德、秦于禁，水淹七军，这是何等的英雄豪迈！不料却栽在了只会拨弄是非的小人的手里啊！
关公其弟张飞虽有于军中去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的勇绩，也被他帐下那2个人范江、张达所刺死。好人打不过小人的悲剧再度重演。君子与小人不两立，而小人与君子不同谋。君子坦荡荡，用心于正，疏于防备；小人长戚戚，用心于邪，暗施诡计，让人防不胜防。君子布阵，明号角出击；小人用夜战，使烟火突袭。所以君子打不过小人，小人毫无天地良心。所以君子要敬畏小人，敬则敬而远之，畏是畏而防之。让人3分，不为诺。有个6尺巷的故事。安徽桐城市有条6尺巷，它的由来是清朝康熙年间，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张英，其在桐城的祖居与吴姓人家为邻，对方欲越界而盖房，家人遂持书进京禀告，张英就写了一首诗作赋：一纸休书只为墙，让他3尺又何妨？长城万里犹今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见了诗，就让地3尺。吴姓人家深感其意，也退让3尺。就这样诞生了6尺巷。一段美好的故事永远为后世传颂。它让后人懂得了谦让是美德，是调节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让他3尺又何妨？说得好啊！试想，如果当初张英不是劝说家人退让，而是借势压人，或是怂恿家人与对方抗争，那结果又会如何呢？由此可见，宽容豁达不仅仅是为官之道，更应该是我们的为人之本。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现实生活中，我们亲朋邻里同事之间，有时也会因为一点小摩擦便互不相让，有时甚至是横刀相向。但试想一下，与我们的生命相比，那些小小的矛盾又算得了什么呢？在永恒的时间面前，显得是那么的脆弱和不堪一击。但愿这人与人之间能多一份理解和宽容，少一份冲动和遗憾。让他3尺又何妨？当你面对矛盾与摩擦之时，不妨想想这句话，它会帮助你做出理性的选择。让人3尺并不是一种懦弱的表现，邻里之间要和睦相处，该让的时候就让一下，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果太过斤斤计较，就会造成不必要的后果。下面这个例子就是因为邻里纠纷而引发的流血事件，本来无足轻重之小事，双方却太过计较，最终导致了2个家庭的破裂。清明节过后，正是棉花播种的季节，而导致吴地县佘家巷乡后张仓村村民张景玉与张景奎争执的那2分耕地的归属问题，至今是尚未解决。自去年时，本是毗邻的2家因地界偏差问题而产生矛盾，双方各执其词，互不相让。这张景义带着家人在那2分地里刚播下了棉种，张景奎就急率全家赶来制止，双方由争吵发展到了斗殴，先是拳打脚踢，后来升级到棍棒相加、铁锨舞动，并最终以张景奎被铁锨铲中头部直至死亡而告结。而张景义之子张仲超也因为故意杀人罪被依法批捕。一场斗殴虽然是让当事人解了一时之气，却让这2家人都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2个原本幸福的家庭也随之破碎了。想想当初，仅仅是为了争那2分耕地，却以生命来做偿，这结局是双方始料未及的呀。也许
当初双方要争的确是那2分耕地，而后来却仅仅是为了出一口恶气，两家的宗旨都是不向对方低头，不在人前失面子，从而使矛盾一再的升级。想一想，那种不争包子争口气的心态，曾经让多少人因斗气而丧失了理智，导致那无法挽回的后果。现实生活当中，常见到同事之间、邻里之间、夫妻之间，为了一点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儿引起争端，以至于恶言相向、拳脚相加，甚至诉诸于法庭，到最后两败俱伤。旁观者都会为之惋惜，认为这样做太不值得了。其实只要当事人冷静下来，理智的来对待，多一些宽容的精神，再大的事情也会化干戈为玉帛的。正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让3分心平气和。古时候啊，有个年近古稀的老宰相，他娶了个名叫彩玉的小媳妇。这彩玉年方29，长得如花似玉，嫁给这位老宰相，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可她总是闷闷不乐的，暗地里埋怨父母不该把她嫁给一个老头子。一天啊，彩玉独自到后花园赏花散步，碰上了住在花园旁边的年轻帅气的家厨。这位赵姓家厨做的一手好吃的祖传圣旨古酥鱼。在古代，没有那些延缓衰老、美容养颜的药品，达官贵人的家眷养颜全靠食疗。圣旨古酥鱼不仅骨刺全酥，想怎么吃就能怎么吃，而且这圣旨古酥鱼的汁儿是保持年轻美妙的极品，也因此啊，他获得了12道圣旨的御封。彩玉和年轻的家厨相谈甚欢，并且由此是一见钟情。从那儿啊，彩玉就常常偷偷的到后花园里跟这个赵姓的家厨相会。有一回，彩玉对赵厨说：“你我这花园相会，好时光总觉得让人缠绵难分。我有一计，可使啊，咱俩天天多在一起相处一会儿。”赵厨就问：“什么妙计啊？”彩玉就如此这般的说出了自己的主意。原来啊，老宰相恐怕是误了早朝，专门养了一只巢鸟。这鸟啊，天天5更就叫。老宰相听到这鸟叫，就马上起身上朝了。彩玉呢，就让赵厨4更前就来用竹竿捅这鸟，让他提前叫。等老头子一走，那么他俩就可相聚了。这天，老宰相听到巢鸟的叫声，连忙起身。等来到朝房门外，刚好鼓打4更。他想，这鸟怎么叫得不准了呀？就转身回了家。当他走到自家的房门之外，听到彩玉说：“以后早点来捅一下巢鸟。”停了一霎，又说：“你可真像你做的这圣旨古酥鱼，虽然我每天都吃，但还是天天吃不够。在我心里啊，你新鲜的就如一枝花。”那赵厨说：“你活得像粉团，却配了个老姜。”宰相听到这儿啊，气的是浑身发抖，但却并没有声张，又上朝去了。第2天正是中秋佳节，老宰相有意把彩玉和赵厨叫在一起，在后花园牡丹亭中吃酒赏月。酒过3巡，月到中天，老宰相捋了捋胡子说：“今晚咱们赏月作诗，我先作，你俩也接我的诗意，奏上几句。”说罢就高声吟道：“中秋之夜月当空，巢鸟不叫竹竿捅。花枝落到粉团上，老姜躲在门外听。”这赵厨一听，自知是露了馅儿了，赶忙跪在桌前说：“8月中秋月儿圆，小厨知罪跪桌前。大人不把小人怪，宰相肚里能撑船。”彩玉见事情已经挑明了，也连忙跪倒在地说：“中秋良宵月偏西，18妙龄半古稀。相爷若肯抬贵手，粉团刚好配花枝。”这老宰相听了之后哈哈大笑，
花枝粉团一相宜，远离相府成夫妻。两情若是长久时，莫忘圣旨顾苏瑜。彩玉和赵楚听了，连忙是叩头谢恩。从此，宰相肚里能撑船这个典故和圣旨顾苏瑜就慢慢在民间开始流传。这位宰相的宽容与忍让，成就了一段家园，这难道不是忍让之美吗？做老二不做老大。几年前看过一篇工商人物的专访，受访者是一位电脑业的老板。这位老板提到了他的企业与另一家孰大孰小的问题。他说他不想去跟哪家比，也不必去跟他们比。他强调，他采取的是老二政策。他说，这当老大不容易，因为不论是研发、行销、人员、设备，你都要比他们强。为了怕被别的公司超过去，便不断的扩充投资。换句话说，要花很多的精力来维持这个老大的地位。他说，这样太辛苦了，而且一没弄好，不但老大当不成，甚至连当老二都不可得了。这只是他个人的想法，因为并不是当老大就一定会很辛苦，因为就有人当得很轻松愉快。因此，当老大或是当老二或是老三，完全是观念的问题。不过这位老板所说的却也是事实，这当老大要费很多精力来维持这老大的地位。不止从企业的经验如此，上班拿薪水也是如此的。像主管是该部门的老大吧，该老大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不但要好好的领导手下，也要和上级长官搞好关系，以免这位子不保了。有功时，主管当然要功劳第一，但有过时，主管当然也是首当其冲的。但当副主管就没这么多麻烦。表面上看，他不如主管风光神气，但是因为上有主管遮风避雨，可以省下很多辛苦，所以很多人宁可当副手，而不愿意当主管。而也有当副手时没有事儿，一当主管就生病的，可见这当老大的难处。这么说吧，并不是不要你去当老大，如果你有当老大的本事，也有当老大的兴趣和机会，那么就要去当啊。但如果你自认为能力有限，个性懒散，那么就算是有机会，也不要去当老大。因为当得好则好，可没当好，一下子就变成了老三老四，不但对自己是个打击，在现实社会里更会造成这样的批评：某某人不行，某某人下台了，听说很惨。这些批评都对你是不利的。你从一老大的位子上摔下来，落井下石的有，打落水狗的也有。于是本来还可以当老二的，却连当上老三老四都成问题了。经营企业也是如此，龙头老大的位子一旦不保，就会给人某某公司倒了的印象，于是兵败如山倒，力挽狂澜恐怕可没那么容易。老大之路真是一条不归路啊！所以这当老二的确也有实际的地方，也就是许多人宁愿当老二而不当老大的原因。其实当老二还有其他的好处，仅看老大如何构筑、巩固、维持他的地位，他的成功与失败都可以作为你的经验和指标，可以趁此机会培养自己的实力，以迎接当老大的机会。因为志不在老大，所以就不会太急切，造成失心太重，不会勉强自己去做那些力不从心的事儿，反而也能保全自己，也会降低失败的几率。因此做事或是经营企业，从老二、老三，哪怕是老五做起都没关系，就是先不要当老大。有童谣是这样唱的：老大屁股大，裤子穿不下。当老大麻烦真的是很多呢。如果能够好好的当老二，当主客观形势形成，
自然也就变成了老大。这个时候的老大，那才是真正的老大呀。会做老二，并非是真的甘居人后，而是可以从做老二之中尝到更多的甜头，从而使自己在创业一开始就可以借蹭车获得利润。中国台湾企业经营管理的概念之中，有一种叫做老二哲学的说法，就是不做第一，不做第三，只是紧紧跟在排名第一的后面做老二，瞄准机会再冲刺第一。或许是暂时不愿意做出头鸟，或许是想挂在后面搭个便车，但最终是没有一家会甘居于第二的。老二也只不过是个过渡。创业者在创业之初要学会做老二。做人也好，经营企业也好，不要一心只想着做老大，枪打出头鸟，出头的船子容易烂，所以不妨低调些，做一下老二，也许会是另外的一番天地呀。心机之五，礼尚往来，沟通人脉，互惠互利。咱们中国是礼仪之邦，这礼呢，少不得有财货的成分，但是这个仪呀，却不只是容仪或是仪容，它更有心仪。它不只是巧言令色、邪奸媚笑，还有真诚的钦佩感激。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礼的精神了。投之以木瓜，报之以桃李，就是礼尚往来之道。做人不可以少了二礼：送礼和礼仪。不学礼，无以立。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所以啊，不知礼，不学礼，不守礼，我们也愧对祖先，愧作这炎黄子孙。这礼仪是走遍天下的金拐杖，礼可以帮你更好地处理你的人际关系，仪还可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互惠互利。知礼守礼，保持人的正常交往，你才能拥有一个成功的人生。有礼走遍天下，无礼寸步难行。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名重八方的礼仪之邦。礼仪作为一个人综合素质和文明程度的最直接体现，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礼仪是人类文明的标尺，礼仪是一个民族精神的体现，礼仪是一个企业光明前途的动力，礼仪是一个人素质修养的证明。要知道，注重仪表形象，养成文明习惯，掌握交往礼仪，融洽人际关系，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人生旅途之中的必修之课呀。想象一下，生活在这样一个讲理的环境里，假如我们不讲理，简直就是寸步难行，被人唾弃。比如以理服人，礼多人不怪，这是中国的古老格言，它在今天仍然有着十分实用的效果。不管做事或是做人，都应该以礼相待，在尊重别人的同时，那也是在尊重自己。这些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社会的不断进步，礼仪的社会功能和作用更加的彰显，它成为现代人的处世艺术，成功者的潜在资本，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和有力的支撑。维护和睦家庭，拥有和美生活，建设和谐社会，都需要礼仪。社会呼唤礼仪。礼仪就像是阳光雨露，是心灵的鲜花。我们作为家庭的守护者，应该怎么做呢？礼仪首先是给自己的，不要轻易对自己发无名之火，让心情阳光一点，对别人也会热情一些。礼仪是给最亲近的人的，自己的父母、妻子、丈夫、儿女。我们或许会认为，对太亲近的人注重礼仪，显得太客套了。其实，家里人因为太熟悉、太亲近了，恰恰是最需要以礼相待的。
一句谢谢，一句我爱你，这是百听不厌的话语。在人群之中，也一定会有人因为孩子不够礼貌而感到苦恼。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从自己做起呢？多用礼貌行为的话语，让孩子在良好的环境中受到感染。总之啊，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那么你就要怎么样去对待别人。当你友好待人的时候，也许不一定每一次都能得回报，或许啊，暂时还真吃亏了，但是从长远看，受益最多的人一定是你自己。还记得著名演员成龙有句名言：吃亏就是赚。正所谓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一个讲究礼仪的人，也必定能够获得家庭的和美、事业的成功和人际的和谐。以小礼换大利。在古时候，荀子把礼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他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儒家讲礼，当然是为了剥削阶级服务的，但是注重礼仪、讲礼貌、礼尚往来，在今天职业活动之中仍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在有些时候啊，很可能你的小礼貌就能获得巨大的利益。孔夫子也说过：不学礼，无以立。没有礼貌，没有礼物，很难在社会上立足。可能常常不经意间的一句话、一个动作就失礼，一个小小的礼物就得罪了他人，无形当中给自己增加了很多的阻力。同样的道理，有礼貌的人走到哪儿都能让人家喜欢，增进他自己人生的助力，甚至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利益。这个礼呀，也可以分为礼貌和礼物两种。这是一个用礼貌换取大利益的故事。有一个朋友说，那天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客户，他必须在10分钟之内赶到饭店，但在海关检查时会花费很长的时间，所以就很担心自己会误了时间。海关人员每天要检查的人数有多少啊？诸位可以想想看，可能有几千人吧。几千人，他们都要做同一个动作，那么你觉得这好做吗？你的耐性有可能维持这几千个人吗？所以我们说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些海关人员每天干这个事儿，其实他们也是很劳累的。所以这位朋友到海关检查的时候，证件递上去，就给这海关人员深深的鞠了一个躬，同时说了句你好。这一躬一鞠下去啊，这个海关人员很快就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连看都没看就给他盖了章，好，赶快过去吧。你看，这有礼貌是很吃香的呀。这个朋友非常的开心，他说孔夫子讲的那确实是事实。的确如此啊，有礼貌的人绝对不吃亏，而会是得到很多的益处。就像是上文中这个朋友吧，正是由于这个小小的礼貌，他的洽谈会开得非常成功。因此啊，想要有大的成功，获取大的利益，那就要从小事情做起。还有这样一个故事，也是以礼物换取利益的。在寸土寸金的繁华的慕尼黑，最好的安身立命之地啊，就是学生宿舍了。这其中竟也有大文章可做。一开始，张玉是被告知要排队等到半年或是2年，他也就信了。直到一个比他迟申请宿舍的北京同学都拿到房卡，张玉这才大吃一惊。当时的他还在四处颠沛流离，为住房发愁呢。同学却享受到了德国政府资助的学生宿舍。原来有礼走遍天下，大家都懂得要送礼给房管，比如中国结之类的小东西。而后张玉送上了一罐泉州的铁观音，不料真有奇效，当天早上送的礼，下午房管就给他打电话了。他的这个经历啊，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过去搬家的艰辛，由于舍不得打的，
这几十公斤的行李都是他一个人拖着，从城南搬到城北，再从城东搬到城西。其实这个礼呀，无非是个小礼，但是他的心却受到了伤害。回想一下，当时他到房管处3番5次的苦苦哀求，却没有任何的效果。可如今一个小礼物，竟打发了多少惶恐和泪水啊！说到礼这方面，在三国之中也有不少的例子。刘备三顾茅庐，就完全做到了礼貌，从而获得了利益。当年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时，关羽、张飞都对他低三下四，颇有微词。可时间不长，二人呢就对刘备的英明决策是佩服不已。若不是大哥如此礼数备至的诚心打动了诸葛亮，他怎么会死心塌地的为刘备鞠躬尽瘁呀？若是没有诸葛亮这个人才，刘备的霸业怎成啊？其实啊，诸葛亮也未必不知这刘禅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但是因为刘备待自己不薄，只好是兢兢业业的扶持他怎么也扶不起来的败家儿子。这俗话说，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要教一个人也得多花点功夫。对待上司或是同事，要以心换心，把这礼貌、礼数、礼仪都做到位了，对方才会真心的对你，才可能在工作上给你最大的配合和支持，从而让你能够获得最大的利益。一个小礼物就能获得巨大的方便，不仅在我们中国是这样，在德国，在许多地方都是这样。这也就充分说明了礼的重要性。其实啊，在这个多变的社会之中，我们难免要与礼来接触。这个礼当然就是礼貌和礼物，所以我们要懂得以小礼来换取大利的技巧。礼多人不怪。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结婚有婚礼，过寿有寿礼，祭祀有祭祀礼，丧葬有葬礼。无论是什么礼，都必须要敬礼，要有礼仪，要有送礼的心。毕竟礼多人不怪嘛。首先呢，这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很讲究礼多人不怪的。这个礼代表着礼貌、礼数和礼仪。在与同事们的交往之中，要注意情理，言谈举止大方得体，对于增进彼此的友谊，缓和同事关系，那是大有益处的。比如吧，当你掏出香烟时，不要忘了让一下同事。这事儿虽说不大，却能让对方感觉到你对他的重视。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的交往啊，往往会有些磕磕绊绊。当你的礼节到了，对方也会碍于情面，不便计较。你敬人一尺，最起码人家也会回你1尺的。其实冰冻3尺啊，并非是一日之寒。要想交一个好朋友，那就得多下点功夫，把礼仪礼节做到位，对方自然也会尊重你，在工作中就会给予你支持与鼓励。在平常的生活中，只要你稍稍留意一点，就会发现在公司里的红人没有不多礼节的。要想建立融洽的人际关系，顺利开展工作，那你就得学着做。其次，人在职场也非常的注重礼多人不怪，因为礼貌是基本的礼节，凡事讲点礼貌，就能够使求职工作更加的顺利。无论是应聘名声在外、待遇丰厚的大公司，还是那些默默无名的小公司，作为一个求职者，首先要过的都是面试考官的这一关。当你应聘时，要学会问候每一位考官，这样会在每个考官的心中留下个好印象。你可以在面试之后给应聘公司写封信，说说自己对加盟该公司的渴望，并对人事部门接待自己、考核自己表示感谢。不论你最终是否能够得到这一职位，都会让公司对你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样就会为今后再次应聘打下个良好基础。
常有一些职场新人总是为无法融入集体而苦恼。其实要打开陌生同事的心扉并不难，只要你表现出了自己的真诚。还是那句话，礼多人不怪。初来乍到的，不妨多送点小礼物给同事们。礼物不用太贵，几块钱的小工艺品，畅销的口袋书，或是自己手工制作的卡片、幸运星皆可。但是给同事送礼物，可千万别遗漏了任何人，免得留下人际关系的隐患。其实啊，就算是再青涩的新人，也会慢慢熬成公司的元老，对工作游刃有余。也许你在进入职场之初，曾经受过老同事的排挤，但是啊，当你去面对公司的新人时，应该有一份宽容和平等的态度。积极帮助新同事，不仅是对公司的贡献，也有助于开展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以便顺利的开展工作。这样的话，使公司和个人同时得到了发展，两全其美，你又何乐而不为呢？要知道啊，老总不但是公司最高权力的掌握者，更是公司利益的直接关联者。老总拥有较高的权威，做出的决策才可能被顺利的执行。如果老总失去了公司主心骨的地位，职员势必就像一盘散沙，各自为政。因此啊，为了公司长远的发展，职员可以为公司献计献策，但是最好不要随意的挑战老总的权威。在三国时代，也讲究礼多人不怪。像那凤雏庞统，刚出道时四处碰壁，先是在孙权处求职被拒，后来又被刘备以一个小小的县令职务给随便打发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庞统他自视甚高，不讲究职场礼仪的修养。先是在孙权面前夸夸其谈，还顺便贬低了孙权器重的周瑜，惹得孙权极为不愉快。而且就是在刘备面前，他也是长揖而不拜，给人非常不懂规矩的感觉。如果不是后来他耍了点小伎俩，才得以施展才华，那么他就一辈子在那个小县令的位置上郁郁寡欢了吧。虽说时下的年轻人越来越讲究自由和个性，但只要是在职场之中，就必须讲究等级尊卑和职场修养。因为无论是在领导的眼中，还是在同事们的眼中，自以为不拘小节、不懂礼貌和礼数的家伙，都是非常不受欢迎的。尤其是在面试的时候，如果礼貌工作不到位，你就会因为第一印象太坏而失去了入选的机会。话说有一日，刘飞去拜访客户小玉，在他那里闲聊，说起了这人情冷暖的事儿。他们也在感叹同事之间的冷漠。小玉说，同是一个单位的，用得着你的时候吧，说得很好，用不着你的时候呢，走个碰头也不打招呼。刘飞认为，其实啊，这是个普遍现象。想想他自己有的时候也不免有装糊涂的时候。节前，他没有去看一个客户，结果啊，节后客户竟然断了他的货。在他遭受损失的时候，他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去见那个客户，结果不但花了银子，还受了那客户一顿的数落。尽管很快恢复了供应，关系也在他的赔礼之中得到了缓和，但这件事儿给了他很大的教训。重要的是，他忽略了必要的礼节呀，没有在应该出现的时候主动的出现。要明白，毕竟这人都是有感情的，人们都需要尊重啊。所以礼尚往来不仅仅指的是物资上的往来，关键是感情上的沟通啊。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说起这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的典故，它最早出现在南宋罗弼的《陆史》一书中。据这本书记载，唐朝的时候，云南有位姓免的地方长官，他看到唐朝国势强大，便想跟唐朝建立友好关系。那么派谁去充当这使者呢？免长官经过一番挑选，决定让他的族人
免伯高前往唐朝。因为免伯高不仅身体强壮，而且办事机敏。使者选定了，可是送什么礼作为贡品呢？这免长官又开始为难了。大唐帝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金银财宝应有尽有，美女歌妓不绝于途。就这样想来想去，免长官觉得送只天鹅比较合适。这天鹅啊，是当地的特产，物以稀为贵吗？就这样，免伯高身背鹅笼，踏上了通往长安的征程。一路之上，免伯高风餐露宿，跋山涉水，经历艰辛，终于是来到了陕西境内的沔阳湖，就要到达长安了。免伯高心里特别高兴，他望着这碧波荡漾的湖水，心想：眼看就要到达长安了，可这天鹅经过几个月的折腾，洁白的羽毛弄脏了，我何不给它洗个澡呢？干干净净的再献给大唐帝王。想到这儿啊，他放下了鹅笼，打开笼盖，抱出了天鹅，准备给它洗洗干净。可谁知呢，他刚把这天鹅放入水中，天鹅就挣脱免伯高的手，凌空而去。慌乱之中，免伯高紧紧抓住了天鹅的一根羽毛。望着这远去的天鹅，再看看这手中的鹅毛，免伯高非常的沮丧。若是完不成任务，回去怎么向长官交代呢？他在湖边徘徊着，不知如何是好。突然，一个大胆的念头冒了出来，他收起了那根鹅毛，又匆匆上路了。到了京城长安，免伯高拜见了大唐皇帝，把那根羽毛敬呈了上去，并附了一首诗说：江鹅共唐朝，山高路远遥。沔阳湖失鹅，哭倒帝嚎嚎。上负唐天子，可饶免伯高。礼轻情意重，千里送鹅毛。这帝王见了那根羽毛，又听了这首诗，于是笑了。不但没有责怪他，而且还夸他机智，并且还赏赐了他许多的珍宝。从此以后呢，人们使用千里送鹅毛来比喻礼物虽轻，但情谊深厚。特别是我们国家是礼仪之邦，非常重视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但是啊，自古以来也就有礼轻情意重的说法，可惜啊，现在常常为人们所淡忘了。现在的礼含金量是越来越高，礼尚往来蜕变成了礼尚往来，而且人情债逼得不少人难以招架，长此以往，礼啊也许就成为一种公害。也可以说啊，这礼尚往来并非是我国所独有，可以说世界各国都是这样的。但是在一些发达国家，似乎比我们更重视礼轻情意重的观念，人情往来很少有送重礼的，你送了别人也会拒收，怀疑你这是有什么不良的企图。结婚、生日、新年走访、宴请，送上一束鲜花，或是一盒糖果，或是一本书，哪怕是一件工艺品，那就可以了。这种情况从外国电影或是电视剧上我们经常看到，那不是编出来的，而是真实的生活。有朋友在国外小住时，也碰到过几次送礼的事儿。无论是朋友送人，还是人家送他，都是小礼品。有时唯恐寒酸，还想多送一点，也被劝阻，只好作罢。在他们看来，情谊与金钱并不能画上等号，情谊与礼的含金量不成正比，情谊不应该为金钱所冲淡。换言之，人家相信礼轻情意重。那么再回头看看我们，为了使礼尚往来走出误区，为了使人情不再成为债，提倡树立礼轻情意重的观念还是很有必要的。在通常情况下，礼品赠送的原则应该是礼轻人意重。很多国家都有明确的规定，礼品超过一定的价值范围和数量的，必须要交公，以示清廉。所以如果赠送贵重的礼品，尽管受赠者非常喜欢，但却不可以自己留用。一般情况下，应邀到私人家去，
可以为女主人带一些小的纪念品、艺术品、食品、水果、鲜花或是酒类等。有子女的，尤其是有小孩的，可以考虑送些玩具、糖果。一般情况下，送鲜花比较好，但各国送花的习惯不一样，所以要根据墓地的需求，按照当地风俗处理。赠送礼品一定要用礼品纸包装。接受赠送礼品时的西方习惯，一般是当面道谢，并且打开包装欣赏一下。送的人可以对礼品做些介绍说明。假如按照中国传统习惯，收下礼品放到一旁，不打开看，会被误解为失礼的行为。这些在我们送礼之时，也应该作为我们注意的前提。授人玫瑰，手有余香。有一天，一位中年妇女从对面的福特汽车销售商场走进了吉拉德的汽车展销室。她说自己很想买一辆白色的福特车，就像她表姐开的那辆。可是在福特车行，推销商让她过1个小时之后再去，她于是就先到这儿来瞧一瞧。夫人，欢迎您来看我的车，乔吉拉德微笑着说道。夫人兴奋地告诉他，今天是我55岁的生日，想买一辆白色的福特车送给自己作为生日礼物。哦，夫人，祝您生日快乐，乔吉拉德热情地祝贺道。随后他轻声地向身边的助手交代了几句。吉拉德领着夫人从一辆辆新车面前慢慢走过，边看边介绍。在来到一辆雪佛兰车前时，他说道，夫人，您对白色情有独钟，瞧这辆双门式的轿车也是白色的。就在这时，助手走了过来，把一束玫瑰交给了吉拉德。他把这束漂亮的花送给了夫人，再次对他生日表示了祝贺。夫人感动得热泪盈眶，非常激动地说，先生，太感谢您了，已经很久没有人给我送过礼物了。刚才那位福特的推销商看到我开着一辆旧车，一定是以为我买不起新车，所以在我提出要看一看车时，他就推辞说出去要收一笔钱。我只好上您这儿来等他，现在想想也不一定非要买福特车不可。而后来这位妇女就在吉拉德那儿买了一辆白色的雪佛兰轿车。虽然我们不能说这位夫人因为这支玫瑰而决定买了吉拉德的汽车，但那至少是有着一定关联的。因为这虽然只是一支玫瑰，但体现出的却是一种关心与温暖，是能够打动人内心的。礼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彼此交往而建立人际关系，能够与周围人关系处得好，那么你就会开心、幸福、快乐。与周围人关系处得不好，就会影响你的心素，使你忧郁、急躁。毋庸置疑，人都希望能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中国有句老话叫万事开头难，这人与人初次见面，难免会有紧张和防范心理。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得表现出自己的热情。很高兴认识你，我叫某某，希望和您做朋友。这些得体的招呼会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消除双方的紧张，同时也为以后的交往奠定了良好基础。礼貌和别人打招呼对你来说是很有必要的。如果你经常向别人打招呼，那么也就表示你是很在乎对方，你对他还是很有礼貌的。如果见面一句招呼也不打，对方难免会胡思乱想，从而影响你们今后的交往。与素昧平生的人第一次见面，招呼上一句，就像是送上了你的名片，同时也关系到你在对方眼中的第一印象的确立。而平时熟识的人见面打个招呼，正是维系双方情感的纽带。话说到这里，心急的您也许要问，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的打招呼呢？先别忙，以下就是我们总结出来的几点。第一，关心的招呼才能赢得人心。打招呼时切忌敷衍了事。
招呼要表现出你诚挚的关心。假如你对一位生病多日未来上课的同学打招呼，你身体刚好，别累着自己啊，有什么不懂的你可以问我，自己保重哦。相信没有人不会被这些话语中所流露出的关心所感动。第二，打招呼的时候要注意时间地点，就比如我们喜欢打招呼说一句吃了吗，但是你也得分时间地点说这句吃了吗。说到这儿啊，还有个笑话。一个美国人来到中国旅游，在路上遇到一位中国朋友，那位朋友便向他热情地打招呼：哈喽啊，吃了吗？还没有。你要请我吃饭吗？ OK。 咱们这位朋友也只有假戏真做了。在美国和中国，人们的风俗习惯不大相同，分清地点才不至于闹出笑话。比如在街上遇到朋友，你可以说买东西去啊，或者干脆嗨你好，这都是很好的招呼语。再次，打招呼要主动。人际关系的建立是主动交往的结果，而不是被动的等待。相信啊，如果你能够主动跟别人打招呼，别人肯定也会热情的回应。但是如果你不能主动打招呼，那么久而久之，也许别人也就懒得再跟你打招呼了。第三点，打招呼时最好要面带微笑，因为微笑向对方表达了你的善意和好感。而另外，最好能够记住别人的姓名。往往就有这种情况，你因为没有记住对方的姓名，虽然打了招呼，对方却没什么反应，你会因此很不高兴。可是假如你是带着对方的名字称呼来打招呼，那么对方会没有反应吗？所以啊，我们得记住，见面互相打招呼，就像是你给运行的机器上了一滴润滑剂。要知道，人际关系的正常运转可是少不了这滴润滑剂的。除了打招呼啊，礼仪也成为了现代社会的道德规范，成为了我们接人待物的行为准则。礼仪是一种尺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根据不同的程度采取不同的礼仪去交往。同时，这礼仪也是一种调节器。在公共关系越来越重要的今天，礼仪就像是润滑剂，协调着内部与外部的诸多关系。适度的礼仪不仅可以展示一个人的风度，也能反映一个人内在的修养。大到国际交往，小到人际交往，都是离不开礼仪的。学好礼仪知识，也是当前建设和谐社会所需要的，是提高个人素质所需要的。能够灵活地将正确的礼仪知识运用到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去，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你就会游刃有余。礼仪内容多种多样，它包括日常社交礼仪、涉外礼仪、仪容仪表、家庭礼仪等等。但是啊，它也有其自身的一些基本特点：一是敬人原则，二是自律原则，三是适度原则，第四是真诚原则。掌握这些原则，把它用在我们平常的待人接物中去，每个人都能够真正做到学礼、懂礼、知礼，按理办事，就不会有不满，不会有矛盾，人人都会充满爱心。礼节是人际交往中明确人际关系的道德要求，礼貌是人际关系中表面行为的表现。礼节和礼貌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我们要明白一点，人们相互讲究礼节是源于内心的仁爱，也是对对方人格的尊敬。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充满爱心和尊严的人会得到福佑。一个人人都怀有爱心和尊重的社会，也必将是充满了和谐，长治而久安。要懂得送礼学。在中国而言，礼这个字啊，可以说是非同小可。大凡学会送礼的人，基本上这个社会上是无所障碍的人。有人说，在当今的中国，送礼一道犹如驾驶执照。你想飞奔在那官场、商场和情场，那是万万少不了的。
礼尚往来其实也是人之常情，国外也有送礼的。一张请柬，穿什么样的衣服，黑的还是白的，或者干脆随便穿，那么收到请柬的人就会按照要求来穿着衣服，也不会空着手去。可是呢，那些西方人送的礼，在中国人的眼里啊，看起来就有如儿戏，缺少变化，而且在很多时候是上不了桌面的，那就是一瓶酒，一束花，再多就加个自产自销，惠而不费的吻。但在中国人看起来，这样的礼是不合格的，而且啊，这样的送礼会把事情给搞砸、搞坏的。中国人讲究的是情景交融，顺天应时。朋友送礼那是加深友情，丈夫给妻子送礼那是增加感情，女儿给父母送礼是增加亲情，职员给领导送礼是加深私情，企业送礼是为了增加经营和增加利润。所以这送礼是一门很深的学问，生活中的我们必须得懂得送礼学。其实呢，送礼学在任何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懂得送礼学也就能在商场之中站稳脚跟。据调查研究，日本产品之所以能够成功的打入美国市场，这其中最秘密的武器就是日本人的小礼物。换句话说，日本人呢是用这小礼物打开美国市场的。小礼物在商务交际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如今商品社会，利和礼是联系在一起的，往往是利礼相关，先礼而后利，有礼才有利，这已经成了商务交际的一般规则。这方面道理并不难，难就难在这操作上。你送礼的功夫是否到家，不显山不露水的同时，又能够打动人心。现在啊，商务送礼已经成了一种艺术和技巧，从时间地点一直到选择礼品，都是一件很费人心思的事情。很多大公司在电脑里有专门的储存，对一些主要的关系公司、关系人物的身份、地位以及他们的爱好、生日都有记录。逢年过节或是什么适合的日子，总会有例行或是专门的送礼，这样就可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确立和巩固自己的商业地位。我们之所以把送礼称为一门学问，关键是一个送字，这是整个礼物馈赠的最后一环。送得好，方法得当，会皆大欢喜，境界全出。可这送得不好，那么受礼者不愿意接受，或者言辞拒绝，或是婉言推却，或事后退回，都会令送礼者十分尴尬，弄得钱已花，情未结，当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因此，只有巧妙掌握送礼的技巧，才能把整个的送礼过程画上一个漂亮的句号。所以，以下就是我们常见的，也是那些比较有效的送礼技巧。第一，借花献佛。假如你送的是土特产，你可以说这是老家人捎来的，分给朋友们尝尝鲜，东西不多又没花钱，不是特地给他买的。通常这样说，受礼者那种盛情无法回报的拒礼心态就会大为缓和，最后他们多会收下你的礼物。第二，暗度陈仓。假如你送给朋友的是酒一类的东西，不妨免谈送这个字，就假说这是别人送你的2瓶酒，来和朋友对饮共酌的，请他呀备点菜，这样喝一瓶送一瓶，关系也近了，这礼也送了，还不露任何痕迹，岂不妙哉？不过这话也说回来了，这是针对比较要好的朋友，否则一般人兴许认为你是为了吃一顿，吃了小亏，占了大便宜。第三，红云托月。有时你想送礼给人，而受礼者又跟你有些过节，不便直接送过去，你不妨就选受礼者的诞辰或是结婚纪念日，邀上几位熟人一同去贺礼，
那样受礼者也就不会拒绝了。事后知道这个主意是你出的，必将改变对你的看法，使这关系和好如初。如此这般，借助大家的力量达到送礼联谊的目的，视为是上策。第四，移花接木。比如说吧，老张有事要托小刘办，想送点礼呀，疏通一下，但是又怕小刘拒绝。老张妻子跟小刘太太很熟，老张就搞起了夫人外交，让妻子带着礼物去拜访，一举成功，事儿也办了，礼也收了，两全其美。这么看来啊，有时直接出击不如迂回运动，也许也能收奇效。第五，醉翁之意。如果你是给家庭困难者送些钱物，有时他自尊心会很强，轻易的不肯接受。那么这时，如果你送的是物，你不妨这么说：这东西我家放着，它也是闲着，让他拿去先用，日后买了再还嘛。这样一来，就会让受礼者觉得你这不是在施舍，日后又还，会乐意接受的。这样呢，你送礼的目的也就达到了。第六，锦上添花。有这样一位学生，他平时受老师恩惠颇多，他一直想回报，可是苦无机会。有一天，他偶然发现老师的红木镜框里的字画竟然是拓片，跟室内雅致的陈设不太协调。恰好他的叔父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书法家，这手头正有叔父赠他的字画，这位学生马上就把字画拿来，主动放在镜框里。老师不但不反对，而且非常的喜欢。这样，学生送礼回报的目的也就达到了。第七，异曲同工。有的时候送礼也不一定要自己掏钱去买，因为在某些情况下，这人情也是一种礼物。比如你通过关系买到了出厂价、批发价或是优惠价的东西，当你为朋友、同事买了这些东西之后，他们在拿到东西的同时，已经将你的那份情当作礼物收下了。你其实未花分文，不过搭上一点人情和功夫，而收到的效果与送礼一般无二。收礼者因为交了钱，收东西时心安理得，毫无顾虑；而送情者呢，无本万利，自得其乐。就像是这种避嫌实惠的送礼方法，只要不损害别人的利益，实则是一种送礼的高招。如果你能掌握上述的这7个技巧，那么可以说你就能在这社会之中来去自如。注重挑选礼品的细节，以及选择最佳的时机场合送礼也是很重要的。这方面我们处理得好，也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送礼关键是要会送。如果你想在礼尚往来中办事成功，那么这关键就在于你是否会送。办事的聪明才智将在这个字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或者你的蠢笨愚拙也将在这个字上落得一览无余。在新年到来之际，人们都争先的给亲人、朋友、同事、同学、领导以及其他人送礼来表示心意，同时这也是一种礼节。但是有没有受惠者得到了礼物，不高兴反而是哭笑不得的呢？答案也是肯定的。不信的话，我们来听听下面的故事。某公司董事长张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次她出国办事儿，在回来之前，她那刚刚沉重的心才得以轻松。这时，一位常年移居国外的老朋友送来了非常珍贵的一口大号的金鱼缸。此时她才想起来，自己无意间对朋友说自己喜欢养金鱼，于是这位朋友也就不惜重金送来了这口鱼缸。但是待朋友放下礼物之后，他对着这口足以养几千条金鱼的大缸差点晕了过去。本来订好机票就可以轻松的回去了，又来了一个庞然大物。这飞机不坐不要紧，最要命的就是他到底怎么运回去才是最重要的。从这事儿来看朋友的深情厚谊倒变成了他头疼的事儿了。当时朋友怎么就没设想一下，
这样一个大的物件，他怎么拿回去呢？假如现在转送给一个同来的朋友们，实在狠不下心去把自己的不便再转嫁到别人的身上，相信自己面临的困难对别人来说也是困难的事儿，那就更说不过去了。因此说，送礼也要会送。其实这礼物的轻重关系并不大，这总的问题呢，就是一定要给受礼之人开心和实用，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我们送礼的真正意义。可以这么说吧，这个送是整个礼尚往来办事过程中的最后一环，送得好，方法得当，会皆大欢喜，境界全出。可这送得不好，让人挡回了，触了眉头，定会堵心数日。所以只有巧妙地掌握送的技巧，才能把整个办事的过程画上一个漂亮的句号。而且有的时候送出的礼品也能够传递信息。要知道，一件非常理想的礼物，对于赠送者和接受者来说，都传递着某种能够表达愿望的信息。一件精心挑选的礼品，体现了你希望如何被人看待的心理。礼物同时也是一个宣言，它宣告了你与对方的关系。一个好朋友，一个友善的亲戚，一位感激下属的老板，或是一位热心的崇拜者。它也反映了你希望自己在别人心目中树立怎样的形象。一个能赞赏别人的人，一位情趣高雅的人，亦或是一位知道如何用微笑来终止关系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对接受者也是个宣言。他的忠诚得到了你的认可，他的坚韧精神值得赞扬，他的领导才能对本部门至关重要，他的健康令人牵挂，他使得做买卖成为一件乐事，或者简而言之，他值得感谢。人人都赠送和接受礼品，不管送礼是否自愿，礼品必须经挑选之后方能呈送出去。每件礼品都成了你人品的延伸，对方从中也能衡量出你的兴趣，甚至包括你的智慧和才干。送什么，如何送，都会给人留下重要的持久的印象。对方如何接受，同样的，无论我们承受与否，礼品对双方都有意义，他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我们对于礼品的渴求，也就是对于赞同、慈爱、理解和爱情等的渴求。我们赠送与接受的礼品的行为，牵扯到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通过礼品，我们可以激励他人，教育他人，可以取得控制，获得补偿，可以显示知识和修养，表达友善和爱心，可以扩大个人的影响，甚至结成团体。礼品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或者挽救一种关系，也可能改变或是结束一种关系。对大多数人来说，精心挑选的礼品可以在事业和个人关系方面有所帮助。令人遗憾的是每天都有人将大量的时间、金钱和能量浪费在毫无生气、不受欢迎的礼品上。在如今这个五彩缤纷的社会里，人们年复一年的在礼物上花费了大量的钱财，每年又增添一些送礼的节日，从祖先的诞生日到你邻居家小猫小狗的生日，真可谓是面面俱到。现在为了买到合适的礼品，有很多人感到时间和想象力不足，有些人甚至一下子买回来大批同样的东西，比如50只小型食品加工机，却往往又不适于送给所有的人。因此少花钱办好事就很重要。那些会送礼的人，不会简单的用礼品去讨好别人，或是去尽义务，他们总是会用适当的方式，将他所要传递的信息准确地传递出去。在你送礼的时候，可以赋予礼品的意义，它会让受礼人惊喜赞赏，相信这也是所有人送礼的心愿。礼品是感情的载体，因人因事因地施礼，是社交礼仪的规范之一。任何礼品都表示送礼人特有的心意，或是酬谢，或是求人，或是联络感情。
所以对于礼品的选择，也应该符合这一规范要求，要针对不同的受礼者的不同条件区别对待。你选择礼品必须与你的心意相符，并让受礼者觉得你的礼品非同寻常，倍感珍贵。一般来说，对佳品者以实惠为佳，对富裕者以精巧为佳，对恋人、爱人、情人以纪念性为佳，对朋友以趣味性为佳，对老人以实用为佳，对孩子以启智新颖为佳，对外宾以特色为佳。当然，我们还要谨记，礼物的好坏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没错，那些称得上好的礼物，其实并不一定都是价值不菲的。只要活动一下脑筋，你就能够想到既经济又能够传递情感的礼品了。礼要送的恰当。在1960年，日本首相吉田茂访美的时候，恰逢尼克松参加总统竞选。吉田茂想向尼克松表示一下自己的关心，但是总统竞选之事前途未卜，难以准言。他想来想去，买了一个雕刻工艺品送给了尼克松，说是请日本一位有名的雕刻家特意制作的，并告诉尼克松这件艺术品的名字叫胜利。当时尼克松接过艺术品很是高兴，而吉田茂此时无关紧要地说的这几句话，让尼克松听了觉得很合他的心意。相信每个人都对那种给予自己关心的人有好感，并且愿意与之为伍。同样的，一个随时关切上司生活的下属，在上司眼中也是一个最值得给予提拔的部下。为人下属者，一定不要吝惜这种探问平安的电话。但是这种问候必须注意到时效性。比如在事情发生当时打的探问电话，就比事过境迁之后的电话更令人感动。而且事件发生之后太久才打电话探问，甚至会被认为这是在放马后炮，会令人生厌的。假如上司因为感冒发烧而请假了，下属当天一下班就带着礼物到上司家去探病慰问，谈话时尽量避开工作上的话题，以幽默的故事、逗趣的消息作为最好的谈话材料。告别的时候，祝福更是要表现出忠心诚意的样子。其实最要不得的就是等到上司病愈康复上班的时候，才愧疚地说些没有去探病，请原谅之类的话，那无疑是临渴而绝井，反而会让人反感。除了直属上司之外，哪怕只是面熟的客户或者是他们的家属，一旦得知有人卧病在床，也务必要抽空去拜访慰问，就算是请假也是值得的。假如上司家里有喜事，你应该送礼吗？可能有人认为此乃溜须之举，不屑为之。其实不然呢，送礼只是作为心意的表达，也没什么不妥的，只是注意送礼给上司需要小心处理。其实最理想的是全体同事一起送礼给上司，让他知道下属们对他的好意。但如果公司向来没有这个先例，那么你也就不必做开先河的人物。说你真的很想送点东西，那么应该先了解对方是否会不高兴。若是没问题，那么你就可以独自送礼了。不过也要注意，同性上司和异性上司又有不同。如果你买一件丝质 T 恤衫送给了异性上司，并且是已婚的，那么有可能会受到其配偶的质问。因此你的礼物最好不要设私事，而是买一些可以在办公室用得着的东西，比如相框日历笔座这些东西。对于同性上司，为了表示你的关注，不妨给对方的孩子买些玩具、糖果之类的东西，一来免去直接送礼的尴尬，二来有爱屋及乌之意。对未婚同性的上司，则可以送一些小事物，以显示你的细心。如果怕被同事讥为捧臭脚，你可以把礼物直接送到上司的家中，这样一来说不定更合他的心意，更能赢得上司的注意。其实
除了例行关心灾害、生日和探病的事情之外，对于上司家的喜庆，也要给予庆贺一番。平常的喜庆事中，上司的孩子通过了考试或者婚嫁等事儿，是最需要给予祝贺的。孩子考试一向是家里最为关切的大事儿。一旦得知上司的孩子参加考试，等一放榜有了好结果，马上以最快的方式向上司表达祝贺之意。如果是上司的孩子有婚嫁之喜，那么礼物礼金自是不能少。对于结婚会场、宴客事宜等，也要主动出面帮忙，甚至当天带着相机替上司拍照，日后再以此作为送上司的礼物。这不仅是很得人好感的事儿，更是拉近与上司之间距离的最好时机。若上司的亲戚之中有人去世了，除亲自去家中慰问之外，葬礼时还要去送行，这是一般人都能做得到的礼节。如果时间有所不便，即使提前或是延后一天，甚至用电话致意，都会让人颇受感动，而给人良好的深刻印象。作为下属，如果送礼祝贺上司家人的生日，那么上司可能会认为这种下属是在拍马屁，可是无论如何，他还是会很欣然地接受这种祝贺，并对这种下属心存感谢。总之吧，让人觉得高兴，感到快乐幸福，绝对是做好人际关系的最好的方法。好风凭借力，借梯能登天。还记得《红楼梦》中薛宝钗填过一首柳絮词，其中有一句是这样写的：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他一反大贬柳絮漂浮无根、无所复依的写法，而是用肯定的态度对其做了赞美。这正如有人不仅看到了辛勤耕耘的黄牛，也看到黄牛背后不断抽动着的鞭子，这正是见识的独到之处。从中也可以得到一个启示：一个人在事业上想要获得成功，除了靠自己的努力奋斗之外，有时需要借助他人的力量，才能平步青云或是扶摇直上。如果我们把好风凭借力这句话所蕴含的人生哲理用在求职就业的过程中，那么就可以称它为借梯登高之计。不管你想做什么事情，单靠个人的力量都是不行的。当你有了一些新想法时，为了说服对方与你合作，就得有意识地把与你的观点相同的人拉在身边，让他们做后盾。没有他们，只靠你自己是很难说服对方的。因为在一般人的眼里，单枪匹马多数心血来潮，而有了其他人的支持则不同，对方会认真考虑你的问题。也许他会想，既然有这么多人支持，他的想法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当然，你所找的人应该是对方信任的人，而且知识水平能力都能够胜任你所要办的事情。假如你的朋友水平很低，那么对方又如何能够信任呢？但是有时想办一件事，说服对方或许会有许多的困难，但把这件事情讲给朋友，让朋友一起去说服就容易一些。当然了，你的事情只有在切实可靠时才能够说服朋友，连朋友也说不服，那就说明事情的可行性太小，甚至是不可行。当你遇到困难，想要说服对方，可以借助别人的力量，也可以借助事实的力量。比如向对方要求做某些工作时，就得让对方相信你的能力，而要让对方相信你的能力，就可以把你做过的一些重要的事情讲给对方听，至少也得说上3件，因为这样对方就可以断定你是否有能力完成此事。而且你所举例的3件事应该与你要做的事情有一定的关系，可以证明你有能力完成这件事情。还有一点，就是可以借助一些有权力的人或是一些知名度较高的人的力量，像是著名的专家学者等。因为这些权威人物都有一定的威慑力量，他们的判断能力
鉴别能力是被社会所公认的。他们同意的事情，一般人相信是对的，不会产生怀疑。你可以请他们参与你想做的事情，或是为你们提个词等。而且这些东西可以向对方证明你的实力。有了这些东西，再说服对方也就不会那么困难了。而且有的时候，对方看你有后台，也会更加愿意与你合作。对那些准备求职就业的人来说，这里的梯指的是他人之力，如名人、亲戚、朋友、同学等的地位、名望、财富或是权力等。而高则是指求职就业者将要获得的某种较为理想的社会职业。他人有时是你接近成功或是走向成功的桥梁与阶梯，尤其是那些德高望重的名人，他们的力量更能够帮助你寻到走向成功的捷径。其实自古以来，借助于名人之力成功的事例真是数不胜数。比如那汉高祖刘邦立太子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说到汉高祖，他一共有8个皇子，生母不一，为了争夺太子之位，展开了子与子、母与母之间的明争暗斗。刘邦有意立戚夫人之子如意为太子，可吕后想立自己的儿子嬴为太子，他便找张良去帮忙。张良献上一计，皇上一直想招聘4个在野的贤人出山，但他们始终不肯。若将他们迎为宾客，太子常请4人赴宴，便会被皇上看见，问其原因。果然不出张良所料，高祖看见嬴能够请来不肯为自己出山的4位贤人，认为嬴为人恭敬仁孝，能让天下名人慕名而来，终于立嬴为太子。其实嬴的成功完全是仰仗了4大贤人的盛名，借助他们的名望得到了皇帝的宝座，当然这也包括他母亲吕后和张良的妙计。在当今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在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的屏障面前，互相利用是人性的弱点，但它也是人类所共同需要的心理倾向，而这正是借梯登天之计的实质所在。俗话说，一个篱笆3个桩，一个好汉3个帮。如果不懂得或是不善于利用他人的力量，光靠着单枪匹马闯天下，那么在现代社会里是很难有大作为的。在现代社会，提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人与人之间相求相助，是共同走向成功的必备条件。要想事业成功，就必须会求人。在现实中，我们会看到，有人身负旷世才学，行走于世上却步履维艰；有人资质平平，却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那么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其能够审时度势，善于求人，从而安身立命，立于从容之地。在当今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求人与个人的生存发展更是密不可分的。求人者生，只有肯求人、广求人、善求人，才能在人生之中立于不败之地。弄懂了好风凭借力，登梯能登天的道理，也就能够使你在人际关系中如鱼得水，在深陷困境之中一求即应，出奇制胜，在事业不顺之时仍然能够呼风唤雨，心想事成。关键时刻拉人一把，这句话道出了人在艰难之中的渴望。帮助别人等于帮助自己，给别人一根火柴，自己的心也会亮起明亮的灯。给了别人一只手，就等于给了希望帮助者一片蓝蓝的天。腾出一只手给卑微者，赞扬他们；腾出一只手给狂妄者，规劝他们；腾出一只手给勤奋者，推进他们；腾出一只手给绝望者，点拨鼓励，拯救他们。在生活中，如果我们用友好的行动去帮助别人，往往会得到同样友好的回报。有这样一个故事，
说有位商人把一枚硬币丢到了路边卖铅笔人的杯子里，但没有拿走铅笔。但过后想了一下，又立刻回去取了几支，并抱歉地解释说，大家都是商人，既然商品有价格，就算是在做生意了，应当尊重卖铅笔的人。就是这样一个小举动，深深影响了卖铅笔的人，因为终于有人当他是个商人了。几年之后，在一个隆重的场合，两位商人是再次相遇。但当初的销售铅笔的乞丐已经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商人，因为他找回了自信，使他改变生活的境况。而有趣的是，后来这位昔日的乞丐帮助那个商人推销出了积压的商品。有时这人生就像是一场梦，你无法预测将来会发生什么奇迹。不要相信自己永远有着坚固的地位，谱写腾出一只手去给那些需要他们的人。或许正是你的适时帮助，成就了别人，也成就了你自己。相信你所做的一切，也都会有美好的回报。微笑是最好的礼仪。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必要的礼仪是不可缺少的。那么如何做才是最好的呢？那就是对别人微笑，因为这微笑就如同一面平静的湖水，能够给人一个安定的信念。生活中的我们应该面带微笑，这不仅是一种心情舒畅，更是一种心灵的洗涤。它是获得成功的前提。换句话说，它是人类社会里最为祥和的一种无声的言语。只有对别人微笑，你的人生才会更加的精彩，你的事业才会飞黄腾达。不管在任何方面，微笑都是必须的，因为它是一种礼貌，是一种对人的尊重。所以，如果你是一位企业家，那么在与人谈判时，一定不要丢了微笑。这时你的微笑就是促进你们合作成功的催化剂。微笑有一种影响他人的力量，也具备一种自我暗示的力量。微笑是人的心境、心态的外现。微笑完全源于职业人健康积极的心态，源于职业人认真负责的社会责任和价值追求。对他人真诚微笑，同样在培养着自己乐观宽容的心态和对生活充满期待的美好精神境界。微笑犹如把真诚和爱心写在了脸上。记得在每天出门之前对着镜子笑一笑，不但整理好了妆容，而且还可以整理好自己的心情，以积极自信的心态面对每一天的生活。还记得有一位商界的成功人士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在世界上之所以能够做一点事儿，有一点成就，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奥秘。我给别人一个什么样的表情，别人就会回报我一个什么表情。我给一个怨恨，就会得到一个怨恨。我给一个善良的微笑，也就会得到一个善良的微笑。当你给了千百人一个微笑的时候，那么千百人回报你的也是千百个微笑。这样你的人生也就成功了。微笑富有魅力，它招人喜爱。微笑被人誉为解语之花，忘忧之草。确确实实，微笑可以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化解那令人尴尬的难堪僵局。同样的道理，在滚滚的商海之中，面对如此的激烈竞争，还需不需要微笑？答案也是肯定的。曾经有人说，脸部是人的心灵的真实写照，那么微笑也就体现了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它是一种理解、宽容、信任的信号，给人一种亲切可敬的感觉。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微笑在社交礼仪中的重要作用。举世闻名的希尔顿大饭店，其创建人希尔顿在创业之初，他母亲希望他能够找到一条简单易行、不花钱却又长久的经营秘诀。他苦苦思索，最终发现微笑同时符合上述的标准。因此，他要求所有的员工
无论饭店本身遭遇的困难如何，服务员脸上的微笑永远是属于顾客的阳光。就是这束温暖的阳光，最终使希尔顿大饭店赢得了国际国内的一致好评。从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已经知道了微笑的巨大作用。那么，我们又将如何运用微笑这神秘的武器来搞好自己的人际关系呢？第一，即便是微笑，也要运用恰当。一般朋友偶尔在公共场所相遇，点头微笑是最好不过的。若距离较远，更适于微笑致意，而不应该大声的喊叫。当你遇到熟悉的面孔时，你的微笑会使对方马上明白你的问候。而如果你漠然冷面，那么对方就会认为你是个高傲的人，这样就不会利于以后你和朋友的交往。第二，要注意，微笑一定要发自内心，因为真正发自内心的微笑渗透着自己的情感，表里如一，毫无包装或矫饰的微笑才有感染力，才能被视作参与社交的通行证。只有发自内心的微笑才是最美丽的。有这样一则故事，一位老妇人在希尔心情不好的时候去拜访他，希尔不耐烦地抬起了头，他看见的是一张微笑的脸，这张笑脸的力量是那么的不可抗拒。希尔立刻请他坐下，两人开始了愉快的交谈。在交谈中，他发现这老妇人真的是那么的慈祥，她脸上那真诚的微笑完全的感染了他。发自内心的微笑最具魅力，而装出来的微笑是不会长久的。这种微笑给人们的不是享受，而是难受。在我们日常学习生活中，应该时刻不忘送别人一个微笑。你不妨试想一下，在你即将上战场的时刻，如果一位朋友冲你做出 OK 的手势，并冲你鼓励的微笑，你会不会感到一股暖流在心中流淌，而信心百倍的全力以赴呢？如果你意识到了这两点，你就可以拥有最为自然大方、最为真诚友善的微笑。全世界各族人民普遍认同的微笑是基本笑容或是常规的表情。在人际交往中，你只要能够常常保持微笑，相信有很大的作用。表现心境良好，常常面露平和欢愉的微笑，说明你心情愉快，充实而满足，乐观向上，善待人生。也只有这样的人才会产生吸引别人的魅力，说明充满了自信。总是面带微笑的人，那就表明对自己的能力有充分的信心，以不卑不亢的态度与人交往，使人产生信任感，容易被别人真正的接受。代表真诚友善，微笑也反映出了自己心底的坦荡，善良友好，待人真心实意，而非是虚情假意，使人在与其交往中自然放松，这样就会在不知不觉中缩短彼此的心灵距离。表现乐业敬业，在工作岗位上保持微笑，说明热爱本职工作，乐于恪尽职守。比如在服务岗位，适当的微笑更能够创造出一种和谐融洽的气氛，让你的服务对象倍感愉快和温暖。同时，微笑也是一种交际上的世界语。微笑是没有国界也没有阶级之别的，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有权利享受别人的真心微笑。达芬奇的传世名作《蒙娜丽莎》，以画中人含蓄迷人的微笑在世界人民心中留下的美好的印象，也树立的微笑的经典。但有些年轻朋友说，我天生不爱笑，也不会微笑。这样没关系，因为微笑是可以培养的。你看空姐们接受的微笑训练，每天练习微笑，最终他们的成功也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微笑反映了一个人的素质和道德风貌，微笑会使你在人群之中大放异彩。人生如书，有了微笑的书籍，才会有闪光的主题。在汽车销售界，吉拉德的笑容可谓是闻名遐迩。
他那不仅用嘴和眼睛，而且还用手臂甚至整个身体发出的笑，很富有感染力。他那宛如婴儿般的笑容是那样的天真无邪，如此灿烂夺目，令用户无法抗拒，使陌生人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我们常说笑是他制胜的武器，一点也没有夸大其词。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当你在笑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在笑。要记住，你一脸苦相之时，没有人愿意加以理睬。杰拉德曾经这样深情地说：从今天起，直至你生命的最后一刻，用心去笑吧。助人发财，自己沾光。英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强国，海运事业的高度发达可以说是起到了重大的作用。酒店、咖啡店这些地方成了这些闯荡大海的人必到之地。1960年，劳埃德在英国的泰晤士河边开了一家咖啡馆。在很短的时间内，这家咖啡馆就成了船老板、商人还有船员等聚会的地方。很多信息都在这里交流，这里成了一个信息的集散地。就这样，他们在这里畅谈海外的奇闻异事，回首航海中的风雨历程。这里有喜怒哀乐，这里有悲欢离合。高兴的人庆祝自己一帆风顺，满载而归；悲伤的人哀叹自己海上的遇险，血本无归。这天，咖啡馆的老板劳埃德听到一个海员在喝咖啡的时候说，有一个伦巴第人在搞海运保险。这是随随便便的一句话，却在劳埃德的心中掀起了波澜。他心里想，我为何不利用现在的条件，与这些老顾客们联手搞一搞海运保险呢？后来他把这个计划告诉了别人，很多人都说这是很危险的，大海无情，海浪很容易把一条大船掀翻的，你赔得起吗？这就等于是拿着英镑往大海里扔。这也让他感到有些犹豫，又不断地咨询那些从事海上贸易的老板，老板们对此很感兴趣。接着有很多的船长、船员、货主、商贩纷纷表示，假如哪个人愿意来搞海运保险，他们都会参加。这些人观点明确，在有了保障的前提之下，谁都想去碰碰运气，哪怕是失败了，也不会血本无归。因为有了这些人的支持，最终劳埃德下了决心。保险业开始的时候是不需要很多的资金的，只需要物色好了机构办事人员就能够开张。过不了多久，一家劳埃德保险公司就在泰晤士河畔成立了。事实证明，他保险公司的生意一下子就火了起来。昔日小小的咖啡馆的老板摇身一变成了保险业的领军人物。当然了，劳埃德保险公司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他除了海运保险，还发展了大到火箭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受到战火威胁的超级游轮，小到电影明星的漂亮脸蛋、脱衣舞女的秀腿等等业务，真可谓是无所不保，无奇不有。就这样，慢慢的，劳埃德成了英国人引以为豪的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巨头。而其实，劳埃德的做法并不难理解，而洛克菲勒的举动却着实让人们吃了一惊。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战胜国决定成立一个处理世界事务的联合国。可是，联合国设在什么地方，一时间成了一个颇费周折的问题。按理说，联合国的地点应该设在一个繁华的城市，但是在任何一座繁华的城市建立联合国的总部，都必须有大量的土地来建造楼房，而且这批土地必须花费大量的资金。但是刚刚起步的联合国总部却无力支持这样一大笔巨款。正当各国的首脑们颇费踌躇之时，美国的洛克菲勒家族知道了这个消息，立即出了870万美元的巨资，
在世界级的大都市纽约买下了一块土地，无偿捐给了联合国，并同时买下了这块土地周围的全部的土地。当纽约联合国大厦建立起来之后，左右周围的土地价格是立即飙升了上去。没有人能够计算出洛克菲勒家族经营这片土地到底赚回来多少个870万美元。但是洛克菲勒家族之所以能够收获这丰厚的回报，就是因为他们播下了一颗智慧的种子。这是什么？没错，这就是睿智，是胆略，是智谋。总之啊，生活从来就不会主动向人们诉说什么，只有时间会告诉人们真理。洛克菲勒家族的成功告诉我们，帮助别人就是在帮助自己。想要收获，必须要先给予，关键就在于看准了，就要大胆的去做。管好自己的舌头，不说不该说的话。说话不当也会招致灾祸。俗话说，一张口可以容生，同样也可以夺身家性命。鸟儿会被自己的双脚绊住，人会被自己的舌头拖累。人往往会因为说错了话而自找麻烦。其实呢，爱说话，喜欢饶舌，并不是什么大毛病，只不过古语说祸从口出，却一直是屡试不爽的。虽然不少人即使职业前程栽在了舌头上，还满腹委屈地说，我也没做什么呀，甚至还有人为此而丢了性命，这不得不让我们警醒。在我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之中，被舌头误了终生的人也是不少。杨修字德祖，是东汉末年的文学家，他的出身可谓是高门士族，与曹植是好朋友。他博学能言，知识过人，但为人却是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那曹操表面上对其才华是非常的赞赏，但是心里边却甚忌之。虽说曹操爱才不假，但是那一定是可以驾驭的人才。像杨修这样恃才狂妄、牙尖嘴利，最终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杨修这个人呢，总是自认为绝顶的聪明，而且呢，有事没事就爱炫耀。曹操嫌工匠造的辕门太宽了，就在门上写了个活字。其实这种小伎俩，别人未必就看不懂啊，但别人不会扫上司的兴致。那杨修一看，赶紧就公布了答案，不就是说这门太阔了吗？后来曹操在一盒点心上写了一盒酥，杨修又急于表现，告诉大家一人一口就给分吃了。曹操的疑心病重，曾经杀了半夜给自己盖被子的内侍，这事儿说出去当然不好听，就谎称是梦中杀人。杨修猜到了真相，忍不住在葬礼之时感叹，丞相非在梦中，君乃在梦中耳。无意知道了他人的隐私，你保持沉默就好了呀，这么口无遮拦，四处张扬，只会是自找麻烦。杨修非常好为人师，曹操欲考察儿子曹丕和曹植的能力，经常给他俩出难题。按理说这是家事儿，别人不好瞎掺和。可是这杨修寄养难耐，经常就给曹植出招。有人就把此事告到了曹操那儿，你说这杨修的处境会好吗？曹操兵退斜谷之时吃了败仗，正在这进退犹疑之间，随口传令以鸡肋为夜间口号。杨修非常理解曹操这进退两难的心情，猜到他可能会退兵，并教随从准备归城。一时大家就都知道曹操欲归之意，纷纷做起了退兵的准备。曹操夜里边心烦意乱，看到此情此景，肺都快气炸了。他叫杨修前来询问，然而杨修呢还是振振有词。
鸡肋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吗？有此之亡意。而此时曹操正怕军心涣散，盛怒之下就斩了杨修。说到底啊，我们跟人谈话无非是以下几种目的，或者是为了加深了解，发展相互之间的合作关系，或者是托人办事，有求于人，或者呢是批评别人的错误，使对方弃旧图新，或者是申述事情的原委，让对方弄清楚真相。但要达到这上述目的中的任何一种，都必须使对方乐意听你的话。我们说话时候应该经常去考虑，为什么有的人常常就被人误解呢？为什么有些人的原意是为了安慰别人，反而引起了别人的反感呢？为什么有些人的原意是赞美别人，反而却使人以为他这是讽刺呢？为什么有些人的原意是要和别人和好，反而却引起了一场战争呢？或许这当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说话的时候没有分寸感，可能是这用字措辞方面用了不恰当的词语，使对方发生了误会，而更多的呢是说话的表情和声调失去了分寸感。办公室说话注意分寸。在这办公室里与同事交往离不开语言，可是你会不会说话呢？俗话说，一句话说得让人心跳，一句话说得让人笑。同样的目的，但表达的方式不同，造成的后果就会大不一样。那么在办公室说话要注意哪些事项呢？首先不要人云亦云，要学会发出自己的声音。通常老板赏识那些有自己头脑和主见的职员。假如你经常只是别人说什么你也说什么的话，那么你在办公室里也就很容易被人忽视了，你在办公室里的地位也不会很高。要有自己的头脑，无论你在公司的职位是怎样的，你都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应该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其次呢，有话要好好说，切忌把与人交谈当成了辩论比赛。要注意在办公室里与人相处要友善，说话态度要和气，哪怕是有了一定的级别，也不能用命令的口吻与别人说话。可能有的时候大家的意见并不能够统一，但是有意见可以保留。对于那些原则性并不是很强的问题，没有必要争得你死我活。假如一味的好辩逞强，那么就会让同事们敬而远之。这第三，切记不要在办公室里当众炫耀自己。假如你自己的专业技术非常的过硬，假如老板非常的赏识你，而这些就能成为你炫耀的资本了吗？要想清楚，再有能耐，在职场生涯中也应该小心谨慎。强中自有强中手，倘若哪天来了个更加能干的员工，那你一定会马上成为别人的笑料。假若哪天老板额外给了你一笔奖金，你就更不能在办公室里炫耀了。说不定在别人一边恭喜你的同时，一边也在嫉恨着你呢。这第四，办公室是工作的地方，它可不是互诉心事的场所。在我们的身边总会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喜欢向别人倾诉苦水。虽然这样的交谈能够很快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你们之间很快变得友善亲切起来，但是心理学家调查研究之后发现，事实上只有1%的人能够严守秘密。因此当你的生活出现了个人危机，比如失恋、婚变之类的，最好不要在办公室里随便找个人倾诉。当你的工作出现危机，如工作上不顺利，对老板同事有意见有看法，你就更不应该在办公室里向人袒露。相信任何一个成熟的白领都不会这样直率的。总而言之，说话要分场合，要有分寸，而最为关键的是要得体。不卑不亢的说话态度，优雅的肢体语言，活泼俏皮的幽默，这些都属于语言的艺术。当然，
拥有一份自信更为重要。而要懂得语言的艺术，恰恰能够帮助你更加的自信。能够娴熟的使用这些语言艺术，相信你的职场生涯一定会更加的成功。让自己的舌头打个弯儿。这直言直语的危害。公司那边有个中级职员甲，他的心地是人人公认的好啊，但他始终都升不了职。和他同年龄同时进入公司的同事，不是外调独当一面，就成了他的顶头上司。另外，别人虽然都称赞他好，但他的朋友并不多。不但下了班没有应酬，在公司里也经常是独来独往，好像不太受欢迎的样子。但其实甲的能力并不差，也有相当好的观察分析能力。可问题就是他说话太直了，总是直言直语，不加修饰，于是直接或是间接的影响了他的人际关系。其实直言直语是人性中的一种很可爱、很值得大家珍惜的特质，因为也唯有这种直言直语的人，才能让是非分明，让正义邪恶得以分明，让美和丑得以分明，让人的优缺点得以分明。只是在人性的丛林里，直言直语的这种性格却是人的致命伤。首先喜欢直言直语的人在说话的时候，经常只看到现象或是问题，也常只考虑到自己的不吐不快，而并不去考虑旁人的立场、观念和性格。他的话有可能是一派胡言，也有可能是鞭辟入里。一派胡言的直言直语，对方明知却又不好发作，只好是闷在心里。鞭辟入里的直言直语，因为直指核心，让当事人不得不激活自卫系统，若招架不住，恐怕也就会怀恨在心了。所以直言直语不论是对人或是对事，都会让人受不了。于是人际关系就出现了阻碍，别人宁可离你远远的，免得一不小心就要承受你的直言直语。如果不能离你远远的，那么就想尽一切办法把你赶得远远的。眼不见为净，耳不听为净。第二呢，是一般喜欢直言直语的人都具有正义倾向，其言语爆发的杀伤力也是极强的。所以有时候这种人也会变成别人的利用对象，鼓励你去揭发某件事情的不法，去攻击某个人的不公。不管成效如何，这种人总要成为牺牲品，因为成效好了，鼓动你的人坐享战果，而你分享不到多少；成效不好，你必成为别人的眼中钉，是排名第一的报复对象。所以在人性丛林里，直言直语是一把伤人又伤己的双面利刃，却并非是披荆斩棘的开山刀。有这种直言直语个性的人，应该好好的深思一番，并且建立以下两种观念。首先是对人的方面，少直言，也就是只陈述他人在处事方面的不当，或者是纠正他人性格上的弱点。显然这可并不是爱之深责之切，而是在和他人过不去。而且你的直言直语也不会产生多少的效用，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心的堡垒，自我便缩在里面，你的直言直语恰好就把他的堡垒给攻破了，把他从堡垒里揪了出来，他当然会不高兴。所以这可不可以讲是有一定分寸的，如果你要讲的话，那就迂回的去讲，点到为止的讲。如果他不听你的话，那么就是他的事儿了。对事方面，尽可能的少批评别人的不是，事是人计划的，人做的，因此在批评事时，也就批评了这个人。所谓对事而不对人，这只是障耳之法。除非你力量大，地位够，否则直言直语只会替自己带来麻烦。如果你能够改变事实，则这麻烦还值得；而如果不能，那你还是闭上嘴巴吧。如果非讲不可，也只能是迂回的去讲，
点到为止的讲，如果没人听的话，那就是他们的事儿了。直言直语可谓是伤人伤己。既然如此，为何硬话不能软说，让自己的舌头打个弯，将这话说的委婉含蓄点，既不伤人又不伤己，你说何乐而不为呢？一种非常苦的药丸，其外面裹着糖衣，使人能够感到它的甜味所在，很容易一口就吞咽下肚里。于是药物进了肠胃，药性发挥了效用，疾病也就好了。我们要对人说规劝的话，在未说之前，先给人家一番赞誉，使人品尝到它的甜，然后你再说上那些规劝的话，那么人家也就容易接受了。如果你要人家按照你所想的去做事，一定要用商量的语气去跟别人交流。譬如吧，有位主管要求下属做事情，总是用商量的口气说，你看这样做好不好呢？假如他要他的秘书写封信，他把大意讲了以后，再跟着问一下，你看这样写是不是妥善些？再比如他看了需要修改的地方，他这样去说，如果这么写，你看怎么样啊？虽然他站在发号施令的地位，但他也能了解到别人是不爱听命令的，因此就不用命令的口气。这个蛋糕新鲜吗？你是不是也曾经向一个卖糕点的店家问过这样的话呢？而且还问过许多次，你不但得不到真实的答案，还会使对方感觉好笑。你跑到这酒店里点菜时，问那个服务员，今天的草鱼好不好啊？这个问题其实是多余的，因为他一定会说好，除非你是个熟客。倘若你用另一种方法，今天有什么好的海鲜呢？那么效果就会不同，你也可以吃到真正的海鲜。今天的草鱼好不好和今天有什么好的海鲜，这两种问法引起心理上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前者的问话太过直接，好像就是在怀疑人家的蛋糕不新鲜，这草鱼不好，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而且你也得不到自己满意的答案。而后者的问法就比较含蓄而婉转，让人听到之后感觉心里边就舒服。据说某地有一家茶馆，由于有些客人喜欢在喝可乐的时候放个鸡蛋，因此侍者在客人要可乐时必须得问上一句，要不要鸡蛋呢？而某位心理学家应邀来到茶馆时，他就说不应该这样问，不要去问要不要加鸡蛋，而是要问是要1个还是2个鸡蛋。这种方法肯定就有把握多做1个鸡蛋的生意，那不是又能多赚一点吗？这就是说话的技巧。说话时让自己的舌头转个弯，比直来直去的表达，它的效果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学会说不，讲究艺术。也许你早已与别人约好去吃饭了，却依然还是乖乖的待在公司加班。明明是自己的身体不是太舒服，然而朋友还是硬拉着你要去逛街。上司在你面前常开玩笑消遣你，但是你还是得硬着头皮陪笑。面对这些强人所难的窘境之事，有多少次当你说 yes 的时候，其实内心之中最想说的是 no。 你是否曾经多次言不由衷，明明想对他说 no，却活生生的把这个字给吞到肚子里不说，回家又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当时就应该拒绝他的，我怎么这么没用不敢说出真心话。你深深的自责不已，悔不当初，最后陷入了不安与沮丧的浪潮之中。纠结出在哪儿呢？这是由于我们不想得罪一些人，然而这种老好人的态度却让自己苦不堪言。小晴经常抱怨地说，每次我的室友都要我叫他起床上课，即使那天我并没有排课，或者前一个晚上熬了夜，第二天想晚点起都不行，他从来不问我是否方便。我觉得他把我当成了老妈子一样使唤，每次都想告诉他说，你自己起床好不好呢？
但我一直都提不起勇气来，最终结果还是点头答应了。而莉莉的家里放了一大堆的营养品，有的从来就没打开过，而有的呢，仅仅只用了1-2次就束之高阁了。偏偏这东西不是无限期保存，所以除了浪费之外，真不晓得还可以用什么言辞来形容呢。问他为什么买这么多用不了的东西，原来啊，都是人情压力之下的产物，不买不好意思。而其实针对这种情况而言，小晴和莉莉完全是可以坚决说声不的。当你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假如认为不需要，那就勇敢地说不吧。每个人对自己的事情都有绝对的掌控权，不要认为不好意思或者有点罪恶感，你根本也不欠他们的。这个故事是有点寓意性质的，但也颇能说明问题。在年少之时，小强学习非常的刻苦努力，他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又经过了几年的学习，他当上了国家的公务员。这下他可高兴了，这是他盼望了很久的工作。小强决定好好的去干，为祖国尽一份力。正是因为他工作认真，所以接连的被提升，手中的权力也慢慢的大了起来。有一天，有一个人带了一堆礼物来到他的家。小强看见这么多的礼物，十分惊讶，疑惑地望着那个人。那个人笑了笑说：“这都是给您的，希望您能帮我个小忙。这里啊，还有1半的劳务费，事成之后我会把另1半给您。”说着，便从包里掏出了几沓美元，放在了茶几上。小强一看，心想：这些钱恐怕我干几年都挣不到。小强对那人说道：“你想让我干什么呢？只要我能帮上忙，我一定尽力。”那人说道：“对您来说，这就是举手之劳的事儿，只想让您在这上面签个字。”小强一看啊，原来是一张通行证。他立刻想到，这一定是走私进来的什么东西，这是违法的呀。可是他又看了看眼前的这些美元，心想就此一次，下不为例。于是小强便签上了自己的大名。从这儿之后啊，来找他的人是越来越多，而每个人都带着一份大礼。小强心里很想拒绝他们，但眼望着那一份份的礼品，便是来者不拒，统统收下了。礼品收的是越来越多，犯罪的事情也是越来越多，最终小强被抓了起来，并且判了死刑。此后呢，他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遇到了一个人。那人问他：“你年少之时那么努力，怎么长大成人了反而被人判了死刑呢？”小强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那个人。那人说道：“你的失败啊，就是因为你不会说不，你总是来者不拒。这样吧，你来跟我学说不，然后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让你重新回去。”小强便跟那人学说不，最后他终于学会了说不。那个人便让他重返了人间。这一次啊，小强又当上了国家公务员。然而这一次他学会了说不，违法的事情他不做，最后他终于是做出了一番事业。学会说不，对人的一生是非常重要的。不仅仅是像公务员要学会说不，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说。为了追求个性的张扬，要对潮流说不；为了捍卫平等的权利，要对强权说不；为了自身的健康，要对烟酒说不。学生学会了说不，便可以认真的学习；警察学会了说不，便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如果我们人人都学会了说不，对那些坏人坏事说不，那么这个世界也就会充满了正义。为了使人类社会更加完善，为了我们以后更加的美好，我们应该学会说一声不。开玩笑要讲究一个度。这几天啊，李俊常常是独自一人坐在教室发呆，他的好友同学都感到很纳闷，他这人平时挺开朗的，为什么会这样啊？原来啊，上个星期天吃饭的时候，
妈妈见他吃得慢吞吞的，就说：“你一点也不像我和你爸，干事儿悠哉悠哉的，不像我们雷厉风行。肯定是我在婴儿房里抱错了小孩，弄来个慢鬼的孩子。”李俊很不开心，他知道妈妈这是在和他开玩笑呢，可也有点像真的，因为以前妈妈也说过爸爸妈妈的皮肤白，自己的皮肤黑，可能是小时候抱错了之类的话。电视上不是经常在演被别人抱错的孩子的故事吗？难道自己真的是妈妈捡来的吗？李俊这心里越想越感到难过。其实呢，开玩笑正是融洽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好的方法，尤其是在家庭生活当中，大家开个玩笑，互相逗逗乐，调节一下气氛，可以令人感到家庭的温馨。不过这玩笑不能开得过火，否则也就给他人带来意想不到的伤害。李俊的妈妈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这一两句玩笑话竟给孩子带来这么大的精神负担。同时呢，在办公室开玩笑也得注意，这玩笑是使人身心得到快感的精神依托。当然，开玩笑必须得有个度，有一个标准，有一个规矩。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开玩笑一定要看清楚自己的地位和身份，以及互相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呢，在同辈、同级、同事和朋友之间，开玩笑大多无妨。如果对一个不大熟悉的朋友贸然的开玩笑，就会使对方感到尴尬，甚至下不了台。对于长辈、对领导、对上级随便开玩笑，就可能显示出他们的不尊重。但有的时候，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开玩笑，则更加显得随和，使下级更容易接近。然而也要注意分寸。开玩笑的时候要看清楚对方的心情。对方心情愉快时，开玩笑增强愉快；如果对方的心情烦躁、忧愁、烦恼，你还跟他开玩笑，那就属于不识相了。然而，适当的开玩笑也可以缓解对方的不快，而这就要看你掌握的技巧以及文化修养的程度了。开玩笑还应该是善意的，而不是在取笑对方、嘲弄对方的不是，也更不是制造一些恶作剧。开玩笑，他不能侵犯对方的一块不容侵犯的领地，一定得学会尊重他人，尊重他人所尊重的东西。开玩笑还要掌握一定的数量，有些玩笑一两次恰到好处就行了，开多了反而适得其反，那样就显得不好了。如果对方性格开朗，玩笑略微过头，多则也无妨，但如果对方是比较认真的，那么就要少开玩笑。如果你在办公室工作，无论以后是想仕途得意平步青云，还是想就此默默无闻的过太平日子，都有必要在办公室这个无风还系三尺浪的地方注意开玩笑的艺术。哪怕是最为轻松的玩笑话，都要注意掌握分寸。当然，这也不是要求你死气沉沉、三缄其口。假如你可以记住以下的禁忌，那么你依然可以挥洒自如地开玩笑。一定不要开上司的玩笑。你必须得记住一句话：上司永远是你的上司，千万不要期望在工作岗位上可以与他成为朋友。即使你们以前是同学或是好朋友，也不要自恃过去的交情与上司开玩笑，特别是在有别人在场的情况下，更应该格外的小心注意。也不要以同事的缺点或是不足作为开玩笑的目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要拿同事的缺点或是不足来开玩笑。你以为你很熟悉对方，随意取笑对方的缺点，但这些玩笑话却容易被对方觉得你这是在冷嘲热讽。倘若对方又是个比较敏感的人，你会因为一句无心的话而触怒他，甚至毁了你们两人之间的友谊，或是使同事关系变得更加紧张。而你要切记，这种玩笑既然说出去了，也就无法收回来了。当然，无法郑重的解释，那时再怎么后悔也来不及。同时呢，也不要与异性同事开一些过分的玩笑。有的时候，
在办公室开个玩笑，完全是可以调节紧张工作的气氛。异性之间的玩笑亦能让人缩紧距离，但是要切记，异性之间开玩笑不可过分，尤其是不能在异性面前说那些黄色的笑话，这样会大大降低自己的人格，同时也会让异性认为你的思想不太健康。也不要板着脸与人开玩笑。到了幽默的最高境界，往往是幽默大师自己不笑，却能够把你逗的是前仰后合的。然而在生活中啊，我们都不是幽默大师，想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的。那你就不要板着面孔跟人家开玩笑啊，免得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麻烦。不要一直与同事开玩笑，开玩笑一定要掌握一定的尺度，不要大大咧咧的一直在和人家开玩笑，时间久了，在同事面前就显得不够庄重，同事们也就不会尊重你。在领导面前，你会显得不够成熟，不够踏实，领导也不会再信任你，不能对你委以重任。这样一来，实在是得不偿失。不要以为捉弄他人也是开玩笑，其实啊，捉弄别人的过程之中，其实这是对别人的不尊重，还会让人认为你这是恶意的，而且事后也很难解释。他肯定不在玩笑的范畴之内，是不可以随意乱说乱做的。轻者会伤及你和同事之间的感情，重者真的会危及你的饭碗。要记住群居守口这句话，不要祸从口出，否则你后悔也晚了。好话多说，恶言必语。这好话谁都愿意听，在适当的时候多说一点好话，还能够成为优良行为的推进剂。有一个全国著名的作家，一次啊，他与同学交谈时，他说自己之所以有今天的成绩，要感谢初中的老师。他是在文革时期上的初中，那时流行写小评论，老师将题目布置之后啊，他从当村干部的父亲那里拿到了一张省报，正好报纸上有篇文章与老师布置的题目吻合，他连抄带编的写成了一篇所谓的小评论。老师说他有写作天赋，将来是当大作家的苗子。他由此啊爱上了写作，后来考上了某大学中文系，再后来就成了全国知名的大作家。今日的成就还是要源于当初老师鼓励性的评价，源于老师一句赞扬的话。办公室是一个奇怪的场所，它可以带给我们最多的快乐和成就感，但也可能会令我们感到极大的压力和挫折。特别是办公室里的人际关系，往往是影响我们工作情绪的重要因素。办公室的气氛形形色色，人际温度起伏不定，加上有职位、性别、权力、利害等种种的纠葛，如何建立和谐快乐的同事情谊，实在是现代上班族的一大智慧考验。其实，很多人际的智慧往往都隐含在日常生活的一些小事情之中。以前啊，在小王工作的环境之中，他幸运地拥有一组很优秀的工作伙伴。然而，身为部门主管的小王，由于经常要面对由上而下的压力，有时会显得疲倦烦躁，甚至感到委屈。有一次，在开完主管会议之后，小王望着最新颁布的工作管理规则，脸色极为难看，为自己必须要成为上级和下属之间的夹心饼干而闷闷不乐。一个同部门的伙伴，因为即将为人母，对世界充满了温柔的心情。他虽然不知道小王这是在烦什么，却走到他身边，轻轻地说了一句：“辛苦了。”这一句简单的话让小王精神一振，并且不禁暗自惭愧。身为部门的主管，却只想着自己的压力，沉浸在自哀自怨的情绪之中，忘却了去鼓舞其他的伙伴。从此，小王不时就提醒自己，对同事要减少苛刻批评，
多留心别人认真用心的一面，并且不忘说一句辛苦了。这是小王从这位伙伴身上学会的一件重要的事。后来小王才发现，这是一句多么简单的话，却令工作团队的气氛有了明显的改变。要下班的人会对加班的人说一声辛苦了，外出办活动的人心满疲惫的回来，也会听到留守在办公室的人体恤的一句辛苦了。这句话传达出了一种双向的正面能量，同时它让说话的人表达出了将心比心的体贴，也让听到的人得到自己的工作被人看重的鼓励以及安慰。还有一次，小王属下的一位中间干部始终坚持要离职，因为他找到了一份较好的工作。这对小王的打击很大，内心充满着挫折的情绪。另一位同事知道了，就用明朗的语气对小王说，这对他也是很好的机会，告诉他开开心心的去开始新的工作，如果不喜欢，记得再回来嘛。这番话对小王犹如是当头棒喝，让小王警醒到自己过度落入了工作的角色之中，忘记了从朋友的角度和心情去为他高兴，也忘了要好好的祝福他，同时也要鼓励他勇敢的去探索新的机会和可能性。这么一则非常重要的道理，小王也是由身边的工作伙伴提醒才慢慢学会的。办公室是一个人性的历练场，同时也让我们学习了怎样和别人合作。如果你也有幸碰到一些很好的伙伴，千万可别忘了这个简单的道理。善意和一些鼓励的话，记得一定要多说。拿破仑·希尔这样认为，人类最本性的需要就是渴望别人的欣赏。我们需要注意夸奖别人，一句看似简单夸奖的话，从我们嘴里说出来也许并不算什么，但对于被夸奖者来说，意义却非同凡响。它可以使别人的精神振奋，甚至会由此而改变他的一生。卡耐基就从用这种方式使他的一位学员改变了人生道路。这位学员叫做比希奇，在卡耐基的授课过程中表现得不尽如人意，曾经有过中途而退的想法。卡耐基用热情的话语鼓励他，并且夸奖他的一些优点，这使他喜出望外，从而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最终以很好的成绩完成了自己的学业。毕业之后，他做了一笔大生意。赞美对于友谊的重要性，就如同是润滑剂对于机器，如果没有它的话，那么人们的友谊就会生锈卡壳。朋友们在一起朝夕相处，也许把他们的某些优点视为理所当然，懒得去提。可如果你真的这么想，就错了。如果你欣赏那位朋友的优点，最好要说出来，这对你绝对是有益而无害的。世界著名的幽默大师马克·吐温曾经就说过这样一句话：自己因人间一句适当的赞美而开心了2个月，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焉能对于赞美毫不动心呢？赞美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假如赞美自己，其结果又会怎样呢？卡耐基这样说：荣耀是别人赐予你的，而不是自己说什么便是什么，应该自己去争取。但有人就是喜欢自我夸耀，有一点小成绩便是沾沾自喜，大肆的宣扬，而其实这些人往往是人们瞧不起的。只要你勤恳的工作，最终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即使你不说出来，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赞美就好比一束温暖的阳光，只有它才可以使我们的友谊之花越开越艳丽。对于好话、赞美的话，我们要多说，而恶言恶语我们要尽量不说，因为恶语伤人，并且对自己也没什么好处。闲谈时不搬弄是非，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大抵
都是现代人的通病，所以常见现在的长舌妇和长舌男们串门子聊天，他们能够把人家的私事完全当作闲谈的资料。某人资产若干，月入多少，某人芳龄几何，美容几次，某人为包不休，某人似有外遇。所以肥短流长，空穴来风，诸多无谓的事情便是由此而引起。初读马克吐温竞选市长的时候，感觉好可笑，但笑过之后又感到很伤心。流言制造了荒唐，出现这种荒唐事情的社会应该切实思考一下了。闲谈喜论人非，于人于己都没有好处，于人不免玷污重伤，于己则有损形象，有失信誉。茶余饭后适逢双休，邀三五朋友聚在一起，打打扑克，摆摆龙门阵，可以交流感情，增进友谊，增长知识。然而也有那个别人专爱在这种场合流言蜚语，说三道四的。他一会儿讲讲张三处事不行，一会儿又说说李四为人太差，要么就说说王五和某个女的关系不正常，要么他就讲讲赵六背后骂某个领导无能。总之他的消息来源或是道听途说，或是空穴来风，或是捕风捉影，或是歪曲夸大。可就是这些碎语闲言，危害还就真不小。它往往能使当事人遇上麻烦，给人际关系蒙上阴影。某单位有位同事，本人是多才多艺，工作积极主动，吃苦耐劳，力求上进，为单位争得了很多的荣誉。可是他却被这些闲言歪曲为显摆逞能，动机不纯。时间一长，这位同志在流言的困扰之下，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后来通过领导的开导和支持，他才走出了困惑的沼泽地。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由此可见一斑。背后说人是非，显然不仅仅可以在朋友之间造成猜疑、误会，影响团结，有时还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有这么一位同事，他总是见了张三说李四不行，看到李四呢又说这张三很孬，如此两面三刀，挑拨离间。后来张三李四交了心，他也马上露出了庐山真面目，而后人家对他都是避而远之。想想看，这种害人害己的愚蠢行为有什么好处啊？即使对自身有利，也不可能靠着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吧。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是己非人的短视行为，只能使自己在道德品质上丢分，人格尊严上受些损失，到最终将会失去朋友的信任。俗话说，静坐常思自己过，闲谈莫论他人非。说的就是凡事要三思，不可以以自我为中心，总认为自己什么都对，而应该学会换位思考，站在别人的角度多想想，以一颗宽容的心来待人接物，面对生活，这样定能消除隔阂，化解矛盾，赢得尊重和友谊。当然，我们也并非要当老好人，对于他人非永远缄口不言。相反，对于朋友们的缺点，应该本着对他负责、开诚布公的态度，大胆地当面指出来。但也要注意场合，讲究方式，绝不能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对他人造成不良的影响以及更多的伤害。首先，你必须得学会对人对己负责。无论你做任何事儿，说哪一类的话，你首先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一定要做到话出有据，事出有因，千万不能捕风捉影，随意推断。话说出口之前，首先要想到，我这话说出去，那当事人来问我，我是否敢于承认这是我说的？如果你敢于承认，又能否自圆其说？
如果你不能，那就趁话还未出口之前，马上把它咽下，防止说出去之后留下一些隐患。其次呢，必须要克服嫉妒的心理，努力的完善自己。搬弄是非，往往都是出自于自己对他人的嫉妒。巴尔扎克就说过，嫉妒者的痛苦比任何人遭受的痛苦更大，因为他自己的不幸和别人的幸福都会使他痛苦万分。而一方面，你想通过某种方式将出人头地的人拉回到他原来的位置，恢复他与自己昔日平等的地位，甚至低于自己的位置，是很不现实的。另一方面，因为嫉妒心使你把注意力全部都放在怎样阻碍别人的发展上，而忽视了自我完善和提高，从而使自己失去了进步和收获的机会。所以与其嫉妒别人而搬动是非，制造谣言，不如积极的等待，寻找机会来完善自己，把嫉妒心理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以求取得成功，赢得朋友。同时你也不必再小心翼翼地防范别人，这也是你内心的坦荡。委婉的拒绝艺术。在历史上有很多成功的领导人，他们都非常精通拒绝的艺术，在说不的同时也可以给足对方的面子。在19世纪，英国首相迪斯雷利就是其中的一位。一个军官一再的请求，让迪斯雷利加封他为男爵。首相知道这个人的才能超群，也很想与他搞好关系，但军官不够加封的条件，因此迪斯雷利无法满足他的要求。一天，首相把军官单独请到了办公室，告诉他说：亲爱的朋友，很抱歉我不能给你男爵的封号，然而我也能给你一件更好的东西。迪斯雷利把声音放得很低地说：我会告诉所有的人，我曾经多次请你接受男爵的封号，但都被你拒绝了。消息传出，众人都称赞这位军官谦逊无私，淡泊名利，对他的礼遇和尊敬远超过任何一位男爵。军官由衷地感激迪斯雷利，到最后他成了首相最忠实的伙伴以及军事顾问。首相的聪明主要在于他明白军官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男爵的头衔，而是封爵之后那巨大的荣耀。钱钟书先生是一位文学大师，同样也是一位懂得拒绝艺术的人。有一次，一位读过《围城》的美国女士来到了中国，她给钱钟书先生打过电话，说自己很想去拜访他。钱钟书一向是淡泊名利，不爱慕虚荣，于是他就在电话中婉拒道：如果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的话，又何必一定要见见那个下蛋的母鸡呢？钱老以其特有的幽默和机智，运用新颖而别致又生动形象的比喻，拒绝了那位美国女士的请求。这既维护了那位女士的自尊，又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喜剧大师卓别林曾经说：学会说不吧，那么你的生活将是更加的美好精彩。其实说不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它意味着你将对方阻挡在门外，否决了一片好意，有时会让对方难堪。拒绝是一门艺术，一门学问，很能体现一个人的综合素养。当别人对你有所求，而你办不到，不得已要拒绝他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可以学学上面的例子，用委婉拒绝的方式来进行拒绝。所谓的委婉拒绝，就是用温和和曲折的语言去表达拒绝之本意。和直接拒绝相比较，这样做比较容易被接受，在很大程度上也顾全了被拒绝者的尊严。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很难正面拒绝对方的问题，当然
这时我们要考虑根据不同的场合和对象，选择恰当的方法来进行婉转的拒绝，不要伤害对方的感情。比如，你爸爸今晚过生日，同学邀请你去看足球赛，你怎样拒绝呢？因为对方主动邀请你去看球赛，这本身是件好事，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不好一口拒绝。也许你可以这样说：哎呀，真的是非常感谢你的盛情。我记得你爸爸过生日的时候，还邀请了不少同学去参加他的生日 party 呢，多热闹啊！你看你爸爸多开心啊！今晚的足球赛啊，是我梦寐以求的，但是今晚上也是我爸爸的生日，你看我是该去看球赛，还是该留下来陪我老爸呀？这个回答既有谢意，又从对方的经历来说，那么对方就会理解和支持你留在家里陪你的老爸。我们在拒绝别人的时候啊，语言不要太过生硬，不要损伤别人的自尊，要讲究拒绝的艺术，给对方一个台阶，给对方留有余地。这第一呢，不要立刻拒绝，想都不想就做出拒绝，会让人认为你是个冷漠无情的人，更甚者啊，会认为你对他是有点成见吧。平时性子很急的人，在拒绝人的时候啊，一定就得改掉这种作风。因为当别人说出意见之后，你想也不想便立刻拒绝了，很自然会让他觉得你这是对他有成见，对人而不是对事儿。所以应该是先重复一两句别人的意见，来表达你留心想过他的想法，然后呢，可以轻轻地带过说，你的意见不错，但是别人这时啊就知道你的拒绝意思，然而又不是太强烈。这个担字在此刻就是起承转合最好的连接词。第二呢，是不要无情的拒绝。表情在拒绝之时，显然起着最关键的作用。也许守旧派会以为表情冷漠是权威性拒绝的应有表现，然而这种举止只会令人觉得你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因拒绝而拒绝。第三呢，是要面带微笑的拒绝。拒绝是难以避免的，也许我们不可能满足别人的全部要求，然而太多拒绝的话，多少也会影响你跟对方的友谊。拒绝时切记要将眼光放远一点，不要因为一次拒绝而失掉了朋友。在拒绝的时候一定要面带微笑，态度庄重，让别人感受到你对他有一种尊重，从而欣然地接受了你的拒绝。第四呢，是有建设性的拒绝。不要总是想着别人的意见不可采纳，一定要尽可能地将思维恢复过来。如果你所提出的要求办不到，可以启用另一个方案，也许这事情就变得好办了。这种反面的建议可以说是最为积极的拒绝方案。最后是不要傲慢的拒绝。一个盛气凌人、态度傲慢、不敢恭维的人，我想谁也不会喜欢接近他。所以当别人有求于你时，你不能以傲慢的态度来拒绝，因为谁也不愿意面对傲慢的人。懂得委婉地拒绝别人，掌握说不的拒绝艺术，会让生活少些烦恼，少些尴尬，多一些宁静，多一些快乐。不做争辩中的胜利者。威斯汀豪斯电器公司的销售员是约瑟夫·艾利森，他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向一家大工厂销售了几台发动机。3周以后啊，他再次到那家工厂里推销，原本以为对方会再向他购买几百台的，但是那位总工程师一见到他的时候就告诉他，艾利森，我可不能再从你那儿买发动机了，因为你们公司发动机太不理想了。艾利森惊讶地问工程师，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发动机太烫了，烫得连手都不能碰一下。艾利森知道同对方争辩没有任何的益处，于是他连忙说，史宾斯先生，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如果发动机发热过高，应该退货是吗？是啊，总工程师又答道。自然，
发动机是发热的，但您当然不希望它的热度超过全国电工协会规定的标准，是吧？对啊。那么依照标准的话，发动机很有可能是比室内温度高72华氏度，对吗？显然是对的，而你的产品却比这高出了很多。这时艾丽森根本没有争辩，他只问了一句：你们车间的温度是多少？大约是75华氏度。艾丽森依然继续说道：车间是75华氏度，另外再加上应有的72华氏度，总共是147华氏度。即使您把手放在这个温度的热水龙头上，那同样也会感到烫手的呀。工程师不得不再次点头赞成。那好了，那以后就请您不要用手去直接摸发动机了，请您放心，那些完全都是正常的。而最终的结果是艾丽森又做成了一笔生意。艾丽森后来告诉他的同行说，我费了多年的功夫，在生意上损失了无数之后，才懂得争辩肯定是不行的。站在别人的角度来面对问题，想办法让别人讲出对，这才能获得更多的益处，从而获得更好的成功。这些情况对于推销人员而言，一定要切记，千万不可以同客户争辩。这是由于推销员在同顾客进行争辩时，不仅争辩输了推销不利，即使赢了也不能成功的推销。所以说，对于推销员们来说，最佳的方案就是不同客户进行争论。有一次，卡耐基请一位室内设计师为他家布置一些窗帘。当账单送来时，他大吃一惊。过了不到几天，一位朋友来看他，看到那些窗帘并问起价钱时说，这太过分了，我看他肯定是占了你的便宜。他说的的确是实话，但无人愿意听到别人来羞辱自己判断力的实话。因此，作为一位平凡的人，卡耐基开始为自己辩护。他说，贵的东西最终会有贵的价值，也许你根本不可能以低价钱买到高品质又有艺术品味的东西。到了第二天，另一位朋友来拜访，看到那些窗帘就赞扬，而且表现得非常热心，说他真的希望家里边也可以买得起那些精美的窗帘。这时卡耐基的反应完全不一样了。说句老实话，他说道，我自己也负担不起，我付的价钱实在是太高了，当初我可真是后悔买了它们。每当我们犯错时，我们也要承认，假如对方处理得很精巧，而且又和善可亲，我们也会对别人承认，甚至为自己的坦白率直而自豪。但是假如有人想把难以下咽的事实硬塞进我们的食道，可以想见其最终的结果是不好的。用嘴去说动别人的腿。教官向一班的学员讲授领导与管理的课程，他给学员提出了这样一道题目，上面写着，现在由你来领导本班，要让大家全部自动走到室外，一定要切记让大家心甘情愿。第一位学员不知该怎么做，只好回到自己的座位。第二位学员对全班同学说，教官要我命令你们都出去，听到了没有？全班无一人走出教室。第三位同学是这样做的，大家都听好了，现在教室要打扫卫生，请各位离开。然而还是有一部分学生留在了教室内。第四位看了纸片上的题目之后微笑着告诉大家，好了各位，午餐时间到了，现在我们要下课了。果然不出几秒，全班的人都走光了。想要让别人为自己做事儿，而且是要他们心甘情愿地为你做，该怎么说，如何说，这也是一门艺术。用权威来压人，或用一些理由来说服，都不会收到什么效果。古语云，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其实这就是对上面这个故事最好的注解。
将自己的目的和对方的一些意愿或者切身利益结合起来，用这个来说服别人，其最终结果都会赢的。有一位中学老师接管了一个集体性非常差的班级，这时正好赶上学校安排各个班级学生参加平整操场的活动。这个班的学生们躲在阴凉处，谁也不肯干活，老师怎么说都不起作用。后来这个老师想到了一个以退为进的办法，他问学生们：我知道你们并不想干活，而且都很怕热吧？学生们谁也不愿意说出自己的懒惰，便七嘴八舌地说：确实是因为天气太热了。老师说：那既然是这样，我们就等太阳下山再干活，现在我们可以痛痛快快地玩一玩。学生们一听就高兴了。老师为了使气氛更热烈一些，还买了几十个雪糕让大家解暑。在说说笑笑的交谈之中，最终学生们接受了老师的说服，也不等太阳落山就开始高兴的劳动了。在说服的时候，首先你应该想尽一切办法来调节谈话的气氛。假如你和颜悦色的用提问的方式来代替命令，并给人以维护自尊和荣誉的机会，气氛就是友好而和谐的，说服也很容易成功。反之，在说服时不尊重他人，拿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那么说服多半是要失败的。毕竟人都是有一定自尊心的，就连3岁的孩子也有他们的自尊心，因为谁都不愿意被他人毫不费力的说服而受其支配的。成功人生，幽默机智。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有许多的名人都是以灵活应变、机智幽默，从而给人类历史留下了各个经典的故事。有一次，谢晋跟随朱元璋去金水河钓鱼，整整1个上午没有任何的收获。朱元璋感到很懊丧，便命谢晋写诗祭之。没钓到鱼已经够扫兴的了，这诗可怎么写呀？写不好，无疑是火上浇油。谢晋可真不愧是才子，他稍加思索，就信口念道：数帆绝丝入水中，金钩抛去永无踪。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主只钓龙。朱元璋一听是龙颜大喜，谢晋也成功度过了一关。话说，相声的创始人朱绍文有个绰号叫穷不怕。那朱绍文是穷秀才出身，他的学问非常的深，口才也是一流的，能够问一而答十，对答如流。有一次他进京赶考，正巧遇上了大雨，只好是躲进了门洞里暂避。不一会儿功夫，先后又进来10几个赶考的人。门洞的主人呢，是个有学问的秀才，他开门一看，哟，这门洞里好多的人呢，有点不太高兴。但转念一想，我何尝不试一下这些人当中谁是最有学问的呢？随后他就给这些避雨的人提了个上联：天流过客，谁是过客主？上联刚刚说出来，朱绍文就对出了下联：余祖行人，君记行人东。主人一听呢，这下联对的还蛮恰当的，就把朱绍文让到屋里，并给他沏了一碗茶，并随口说道：且施清茶1碗。朱绍文心想，嘿，弄碗茶还得说个上联，可真够刁难人的。于是他也对了个下联：更请便饭1餐。主人一听，忙叫家人备饭。一会儿，这饭菜就摆到桌子上。主人呢，又说了一个上联：无甚佳肴，只备园中青菜。朱绍文听了之后，探出头往窗外一看，发现这鸡笼里边有鸡，最后的眼珠子一转，道出了个下联：何劳盛传，清烹笼内黄鸡。主人听到之后认为这个人还真是不简单，
就真的是宰鸡打酒，与猪对饮，他们一直喝到了傍晚。主人喝烦了，便又出了个上联：君且听，楼上叮叮当当，几更几点。朱绍文也不太着急，高兴地对出了下联：我只敢堂前说说笑笑，一口一盅。这时主人无可奈何的只好睡觉去了。朱绍文喝酒一直喝到了天亮才罢休。这幽默的确是一种特殊的情绪所表现出来的，它是人们适应环境的工具，当然也是人类面临困境时减轻精神和心理压力的方法之一。俄国文学家契诃夫说，不懂得开玩笑的人就是没有希望的人。由此可知，在现代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幽默，多点幽默，少点气急败坏，少一点偏执极端，少一点你死我活，这样我们人人都会变得更加可爱。幽默它也可以淡化人的消极情绪，消除沮丧与痛苦。具有幽默感的人，生活永远充满了情趣，许多看来是令人痛苦的烦心之事，他们却应付得轻松自如。我们应该多用幽默来处理一些烦恼与矛盾，这样也会使人感到和谐而快乐。如何才能培养出幽默感呢？我们首先应该深深领会到幽默的内在含义。幽默不是油腔滑调，也并非是嘲笑讽刺。正如有位名人所言的，装腔作势、浮躁、钻牛角尖、迟钝笨拙、捉襟见肘的人都是难以做到幽默的。只有从容、超脱和游刃有余，才可以使人显得更加幽默。扩大我们的视野，幽默是一种聪明与智慧的表现。当然了，它必须建立在丰富的知识基础上。一个人需要具有审时度势的能力，广博的知识才能做到谈资丰富、妙语成趣，从而做出恰当的比喻。要培养幽默感，必须要广泛涉猎，充实自我，不断从浩瀚如烟海的书籍之中收集幽默的浪花，同时也从名人去世的精华之中汲取幽默的宝石，陶冶情操，乐观地面对现实。幽默是一种宽容精神的体现，要善于体谅他人，要使自己学会幽默，那就要学会雍容大度，克服斤斤计较。乐观与幽默是亲密的朋友，生活之中多一点趣味和轻松，多一点笑容和游戏，也就多了一分乐观幽默。机智幽默的能力并非是天生的，而是靠着后天生活和知识的积累，是可以通过培养而慢慢得到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想成为一个幽默的人，那么就从现在开始培养你的幽默能力吧。心机之期，勇于创新，培养励志，事在人为。在动物界中，一只小麻雀飞飞跳跳，争分夺秒，不停地寻觅食物。人生也是如此，面对残酷的竞争，唯有锐意进取，就像是做一个好前锋，把下一个进球当作目标，敢于冒险，敢于闯荡。守株待兔的事情是渺茫无期的，要想提升自我，就要有胆有识地去超越自我。何为超越呢？超越就是第一个去吃螃蟹，就是创新。创新也就意味着冒险，富贵险中求，想人家想不到的，做别人不敢做的，敢为天下先，转换思维，这才是成功的关键。事在人为，只要你有远大的志向和勇于创新的思维，付出你的行动，相信你一定会走向成功。先立志，有志就有希望。立志就是为自己确定一个宏伟的目标，也就是树立一个理想，认定自己终生奋斗的方向目标。俗话说，无志者常立志，
有志者立长志。志向如果常常改变，就可能实现不了。就像是小猴子下山来，先掰的玉米，又看到了桃子，就丢掉玉米去摘桃子；看到西瓜，就丢掉了桃子去摘西瓜；看到小兔子，就扔掉了西瓜去追小兔子。最后小兔跑得没影儿了，小猴子只能是空着手回家了。像小猴子下山那样是万万不可取的，因此我们应当结合自己的兴趣和机会，还有外在的条件，确立一个长期的志向。比如说莫扎特从小就有音乐天赋，同时他又对音乐很感兴趣。爱迪生从小就爱思考一些问题，这些都是他们成就事业的起点。再比如，从小有近视眼的人，就应当避免树立对视力有相当要求的奋斗目标。也有的人不适合选择对于身高、对于身体柔软性这些有要求的奋斗目标。因为当今时代文化知识充分涌流，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成功的道路不止一条。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最好能够确立相对顺利而且长久的现实志向。人志求高远，才能像大鹏鸟一样一飞冲天，翱翔万里。一个人如果没有理想，那么生活也就没有目标，学习工作就没有动力，就像个无头苍蝇到处乱撞，遇到了困难便却步不前，半途而废。俗话说无志空活百岁，只有树立了理想，才会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刻苦学习，认真工作，胜不骄，败不馁，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为人民为祖国做出贡献。有志者事竟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古今中外也有不少人都是少年时便有大志，日后终于成才的。英国杰出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法拉第就是其中一例。他确定了电磁感应的基本定律，从而奠定了现代电工学的基础。这位被恩格斯誉为到现在为止最伟大的电学家，连小学都没上过。他小时候一边卖报一边识字，后来又自学了电学、力学和化学知识。他立志要投身于科学事业，给赫赫有名的戴维教授写信表示，即愿逃出商界，入于科学界，因为据我想象，科学能够使人高尚而可亲。而这时法拉第是一个装丁图书的学徒工，没有这样崇高远大的理想，法拉第又怎能跨入世界第一流科学家的行列？在中国历史上，毛主席是少年有大志的典范。当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就想到宇宙这样大，物类这样多，人世间的变化又是这样的错综复杂，不禁提出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样深沉的问题。于是也就有了改造世界的雄心壮志。半个多世纪以来，毛主席领导人民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奋斗，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立志要宏伟，理想要崇高。一个人的理想如果只是为自己的个人幸福而奋斗，那他就不可能有所作为。每个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为人民所称道的人，必定有一个宏伟的志向。爱迪生、居里夫人这些杰出的科学家都是这样，他们的共同志向是为人类造福，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志向是一个人前进的方向，是一个人前进的动力，是一个人前进的希望。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要想取得人生的成功，首先就要立志。志当高远。诗人杜甫有过这样两句名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正如诸葛亮所说，志当存高远。一个人想要成大才，就必须有正确而高远的志向。
许多有成就的人莫不如此。志向的正确高远与否，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曾经有人问3个正在砌砖的工人：“你们在做什么事？”第一个人听了之后回答说：“我在砌砖头。”第二个回答说：“我在赚工资。”第三个笑着回答：“我在建筑世界上最有特色、最美丽、最实用的房子。”后来第3个人成为了世界上最有名的建筑师。为什么第3个人成了世界上最有名的建筑师呢？为什么不是第2个或是第1个人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让我们来看一看，第1个人，他没有远大的志向，他把志向放得微不足道；而第2个人，满脑子都是些庸俗的想法。然而第3个人却拥有远大的志向，所以他成功了。这仿佛又一次印证了志当存高远。志当存高远是一句千古流传的名言，古人很重视人生志向的确定，志存高远就会自我激励，奋发向上。志向远大，才能克服眼前的困难和自身的弱点，去实现宏伟的志愿。纵观我国历史上每一位有所作为、有所成就的杰出人物，不论是善于治国的政治家，还是胸怀韬略的军事家，不论是思维敏捷的思想家，还是智慧超群的科学家，他们之所以能在事业上取得不同凡响的成就，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有着远大的志向抱负，且经历磨难志不衰。苏秦曾为求知而自古自立，终于是身挂6国相印。匡衡幼年凿壁引光读书，终于说诗而扬名。立大志、成大业、做大事的人，古往今来不胜枚举。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涉，他出身贫穷，年轻时在农村当雇工，以替人耕种田地为生。当时的他就立志将来一定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在一起当雇工的伙伴都笑话他，认为替人耕田种地的下等人还想干番大事业，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异想天开了。陈涉看到自己的宏大抱负不能被一些眼光短浅的人所理解，于是感叹：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小小的燕雀是不可能知道天鹅的大志的。后来陈涉成了农民起义的领袖，由他首先发难，将秦王朝推翻了。年轻时的鲁迅曾经到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院学医，希望以医救国。在第2学年里，学校增加了一门学科细菌学。教学这一门课程时，细菌的形状全部是用科幻片显示的，有时也会穿插放映一些时事幻灯片。有一次，放映有关日俄战争的纪录片，画面上出现了许多中国人围观一个被说成是俄国间谍的中国人，这个人将被砍头示众。周围人在看热闹，画面上的观众体格强壮而精神麻木。鲁迅深受刺激，心情十分痛苦。他深深地想到，学医在当前并不是一件要紧的事儿。思想愚昧、精神麻木的人们，即使体格再健壮，也只能是被示众或视作看客。最为要紧的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文艺。于是他毅然放弃学医，而开始了他的文艺写作，最终成为我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文化运动的先驱和旗手。志向是一种改变现状的理想抱负，是一种奋发进取的决心雄心，是一种追求崛起的精神境界。而励志是干事业的需要。高尔基说，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财力就发展得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
志向是一种力量，一种支撑，是一个人奋斗的方向，奋斗的目标。人有了志向，才有自立自强，有了志向才会产生强大的毅力，有了志向才能保持旺盛的斗志。苏轼说，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抱负极大，志向极远，它所产生的力量就可能是令人惊异和震撼的。反之，如果一个人没有远大的志向，他只满足眼前，不思进取，就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精神萎靡，随波逐流，一生只会在浑浑噩噩、平平庸庸、碌碌无为中度过。为什么有些人参加工作时条件相同，机遇均等，但是经过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实践，差别却很大？有的当了标兵，事业蒸蒸日上，而有的则做了尾巴，终生一事无成。原因就在于此。立志要立大志，胸怀大志，志当存高远。一个人的志向只有同国家民族的未来大业融为一体，融入时代的潮流，与时代合拍，在干事业中建功立业，才能站在时代的最前列，成为改造社会的英雄。立大志就要立志创一番事业，不要立志做大官。立大志就要把志向定在为人民谋福利上，把心思和精力用在创业上，倾力谋求社会的进步。立大志就要立志做事关长远的事，事关全局的事，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现在有些党员干部也立志，但立的是官志，追求做大官；有的立的是钱志，信奉理想理想，有钱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有的是立名志，图名声，这些都与时代不合拍，与党员的责任和义务是格格不入的。立志要立长志。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些人，他们常常立志，但遇到困难时就退缩了，遇到险阻时也退缩了。他们不愿意付出艰苦的劳动，不敢战胜艰难险阻。这样的人没有坚定不移的意志，缺乏始终不渝的毅力，没有吃苦耐劳的作风，没有为事业献身的精神，这也注定他将一事无成，在羡慕成功者的辉煌时追悔不已。古人云，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富水不能陷也；志之所向，无坚不摧，锐兵精甲不能泄也。放眼神州大地，各地竞相发展，到处生机勃发，我们面临的形势可谓是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不进则退，慢进也要退。伟大的时代需要一大批胸怀大志并为之奋斗的人，伟大的事业又为一批胸怀大志的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立大志勇创业，既是时代的呼唤，又是时代的要求。人生能有几回搏，就让我们在时代的风云之中展翅高飞，搏击成空吧。培养成功的意识，立志为王。事业的成功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设定一定的条件，要把握住青春年华的每一个机遇。它是一个过程，一个需要付出艰辛劳动，克服重重困难的过程。它需要战胜挫折和失败，以坚韧不拔的精神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也就是在这样的经验积累之上，成功才悄然来到你的身旁。伟大事业的成功需要这样过程，便越是长久。所以你必须在这个时期激发你成功的欲望，在这个充满幻想和憧憬的岁月里，奠定你事业成功的基石，也就是立志。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想不起淘金的人，即使终日躺在沙金堆上，也不会得到一克的真金。成功最基本的前提便是有强烈的成功欲望，而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有成功的目标，那便是励志。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这句话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借鉴的。在我们看来，这句话中的提出问题，便是确定一个什么样的志向。孔子云：吾15有志于学，30而立。说的就是30而立的基础是15岁有志于学。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切都需要从零开始。立志就要做到零的突破，突破零不易。假如没有太远大的理想，这个零是不可能突破的，因为没有志向的奋斗是不会有前进的动力的。人们奋斗过程中巨大动力的形成，就源于他所确定的目标。也就是说，励志是奋斗的必要前提。夫志当存高远。我们在确定志向的时候，不应该忘记这句话。成才是每个人热切向往的目标，其实它也是人生追求的目标。这是因为岁月的流逝过程中，社会赋予才的内涵不断的丰富，人们对于才的认识也不断发展变化。但作为人生第一次选择成才的目标，它奠定着人生追求的基础，所以理想和志向的确定至关重要。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人生也就会变得毫无意义。要立志，立大志，需要有一个宽阔的视野，要纵观古今，横览中外，做长远的打算。井底之蛙所见，屋檐之雀所想，常常把我们引入封建等级的观念之中，以为立志便是选择高等的职业，时下流行的成才，上大学跳龙门就是这样。实际上，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而无成。上了大学也未必成才，这是因为成才是成社会之才，即对社会有用，对历史进步有益。这就是说，成才的社会性是它的基本属性。成才是看你本人是否充分地实现了自身的价值，这个价值是由得到社会认可的程度所决定的。大文豪高尔基曾讲，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财力就发展得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处。马克思在他的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职业选择时的考虑》中说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谋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的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自私的、有限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的、永恒的发挥作用，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正是由于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批又一批远大志向的人，才使今天的社会能够进步，同时也使他们自己获得了与世共存的光荣。三国乱世，谋赖徐庶诸葛，无有关张赵子龙，剑戈烟枪中，曹操一统天下。秦末乱世，四方豪杰并起，刀光剑影中，陈胜一夫发威而其妙辉。春秋乱世，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竹简中孔子文庙主圣，何也？孟德志在义汉换朝中灭袁绍，诛吕布，收刘表。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陈胜志在灭暴秦，救百姓，起义红旗，插遍华夏大地。圣人不拘于时，仲尼一身宽服，目视将来。
志在以礼富国强兵，儒家一门，傲立学术千载年。故曰：非有志者不成器。志从难中来，有志者在战争、伤残乃至死亡之中，都会迸发出钢花焰火。即使命运的给予以及追求的是两个极端，也仍会破沙滋长；即使枯烂，也会俨然以胜利者的姿态宣告：我绝不是悲剧。伏尔泰怀着他那颗欧洲良心，在巴士底狱的黑暗之中，在英伦三岛的流放里，用哲学通言唤醒庶民之心，用百科全书号召战友起来。那旨在划破浓血横溢、痛居丛生的欧洲社会的壮志，在无尽的挫折磨难之中，将这一伟人的故事镌刻在历史的里程碑上。志从追求中来，巨轮的明天由我们运载远航，彼岸的航线已经确定，那一幕扬帆便是追求励志的高远。志从激情中来，那个叫做梵高的潦倒的疯子，在布尔奇亚艺术家的嘲讽之中，依旧如此努力地拥抱世界，在那幅向日葵中燃烧着对艺术的激情，在自画像中宣泄对美的渴望。他有着天才的志向，有着被埋葬在巴士郊外的宏志。于是在100年之后的今天，人们发现了孤僻的潦倒天才梵高那不可鄙视的光芒。高飞的志向让他在历史的烈火之中重燃凤凰涅槃。诸葛亮也说：志者气之帅也。有了志，人的心就有了归宿。于是为了实现理想，他便会带着你的心一步步地接近由你自己设定的终极目标。专一让劣势变成优势。德国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一个有大成就的人，他必须如歌颂所说，知道限制自己。反之，那些什么事情都想做的人，其实什么事儿都不能做，而最终归于失败。其实专注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心态，你只要把心中的一切杂念清除得干干净净，对准你的目标向前挺进了，它就会成为你走向成功的起点。平庸者成功和聪明人失败，一直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人们疑惑不解，为什么许多成功者大都资质平平，却取得了远远超过他们实际能力的成就？其原因也很简单，那些看似愚钝的人，有一种顽强的毅力，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如磐石的决心。他们没有太多的奢望，有一种从不受任何诱惑，不偏离自己既定目标的能力，能够专注于一个领域，集中精力，耕耘不辍，想方设法不甘落后，一步一步积累自己的优势。而那些所谓的智力超群、才华横溢的人，却仍在四处涉猎，毫无目标，最终一无所获。杜邦公司创始人伊雷尔的哥哥维克多可以说是一表人才，他口齿伶俐，头脑敏捷，相貌英俊，是一个社交明星，给每个人留下的第一印象都是完美的。但他仅仅是个吃喝玩乐的专家，如果派他外出考察，他回来之后却拿不出多少有价值的商业信息，却能够绘声绘色地描述旅途中的美味佳肴和美女。伊雷尔做火药买卖时，维克多在纽约给他做代理。维克多凭借社交手腕发展了一些客户，其中拿破仑的弟弟杰罗姆这位花花公子与他颇为投缘。正是杰罗姆的一笔笔巨额借款，导致了维克多的贸易公司破产。伊雷尔则截然相反，他身材不高，相貌平平，对于工作和学习有股近乎痴迷的专注劲儿。小时候在法国，家境还很宽裕的时候，他受拉瓦锡的影响，
对化学着了迷，对肥料爆炸的事情尤为感兴趣。拉瓦锡喜欢这个安安静静的孩子，把他带到自己主管的皇家火药厂玩，叫他配置当时世界上质量最好的火药。若干年之后，他们全家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他的父亲在新大陆上尝试过7种商业计划，倒卖土地、货运、走私黄金，但全部都失败了。年轻的伊雷尔开始冥思苦想着振兴家业的良策。他认识到，战乱期间世界上最需要的就是火药，并立志凭借以前的知识积累，成为美国最好的火药商。后来，他靠着这股专注劲儿，克服了许多的困难，把火药厂办了起来，成就了举世闻名的杜邦公司。蒸汽机的发明者詹姆斯·瓦特从小就是出了名的心灵手巧的人。他在父亲的造船作坊里迅速掌握了修理航海仪表的技术，工匠们夸他每根手指上都刻着好运纹。事实上，在拥有自己的工作台以前，小瓦特就把课余时间消磨在车间里，观察大人们干活，静静的思考。他是一个非常内向而安静的孩子，只要是他感兴趣的事儿，无论他在准备做、正在做，还是暂时中断，他的心思都在上面。这样的人所取得的进步，是那些3心2意的人望尘莫及的。他中学毕业之后来到伦敦，从举世闻名的仪器专家中寻找自己的导师。他成了数学家、仪器制造专家约翰·摩根的学徒，在1年之中掌握了别的学徒需要3到4年才能学会的东西，而他是这样做的：每周在摩根的车间里工作5天，每天从清晨干到晚上9点，在休息时间又揽些零星的修理活来干。他用黄铜制作的法式街头量角龟被评为全世界行业之中最杰出的作品。出师之后，他为格拉斯哥大学修好了一批天文仪器，在学校里得到了一个工作间，也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后来，他又与一名建筑商合伙开了仪器制造修理厂，赚了不少的钱。自从得到了一台老式蒸汽机模型，并弄清了它的缺陷，意识到改进它的可能性之后，他就从小安乐窝中走了出来，踏上了伟大的成功之路。他沉浸在对大气压、真空、冷凝、热传、能量、效率等错综复杂的环节思索之中，在工作中，在散步时，在水壶边，在床上，不停地考虑那个模型和环环相扣的难题。一旦有所心得，就立刻扑到实验室里检验。这项研究一旦成功，将对工业文明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在此之前，人们普遍依赖自然界中不稳定的风力和水力来驱动机械设备。老式蒸汽机由于燃料消耗过大，只能在煤矿里运用，而它所发出的呼哧呼哧的噪音使几英里内不得安宁。瓦特撇开其他的事情，一心扑在蒸汽机上。他写信告诉朋友，除了这台动力机之外，我对任何别的事情都可以一概不加以考虑。就是这样一个人，在15年的时间里，把60多年中无人改进的震天响的矿井蒸汽机变成了可以牵引轮船和火车的动力。同时他自己也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和显赫的社会地位。上述的事例无一不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非专注无以作为，专注者最聪明。成功的秘诀：专注。斯蒂芬·威格是深受中国读者所喜爱的奥地利作家，他的小说代表作《象棋的故事》、《心灵的焦灼》和传记文学《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等作品，构思巧妙，情节生动，加上他刻意追求的心理描写的细致入微的特点，
其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茨威格还写过不少脍炙人口的历史特写。三联书店出版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再现了历史上12个重要的时刻和一幅幅栩栩如生的人物肖像，是广受欢迎的畅销书，已经重印过多次。茨威格是作为一个诗人开始他的文学生涯的。1901年，20岁的茨威格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吟旋集》。1906年，他又出版了早年的《花环》。虽然已经有不少人对他的作品大加赞美，但在他的内心深处，总觉得还可以做得更加完美一些。有一天，在比利时的著名作家凡拉艾朗的介绍下，茨威格在巴黎认识了雕塑大师罗丹。罗丹热情地邀请他到乡下的雕刻室去看看自己最近的作品。那是一尊女性的半身像，罗丹觉得已经完工了，但审视了一会儿之后，忽悠喃喃地自语道：“只有那肩膀上面线条仍旧显太硬。”而这时他似乎已经忘了茨威格的存在。他捡起了一柄塑像用的木质小刀，小刀在柔软的泥土中轻轻地拂过，使像身的肌肉发出了一种更为细致的光泽。老头子的手指活泼了起来，眼睛里放着光芒。还有这里，这里，他修改了别的几处地方，再退后一步，仔仔细细地观察。然后他又把架子转过背来，喉咙里喃喃地发出奇怪的声音，有时欣然的微笑，有时他眉头紧皱，有时捏了一点泥加到像身上去，又轻轻地抓掉一些。如此继续了半个小时，1个小时，他没有对茨威格说上一句话。除了创造他理想中的画像之外，他什么都忘记了。似乎天地之间只有这工作的存在，好像上帝着手创造世界的第一天那样。直到丢下小刀，他才想起了茨威格。哦，对不起，我简直把你给忘记了。但是罗丹对自己的实力非常过意不去，茨威格却十分感激地握着他的手。在他看来，这一天所得的教训比在学校里多年的用功还有益处。一个人可以如此完全忘记了时间与空间与整个世界，这个认识使我得到了空前绝后的感动。这1小时使我把握住了一切艺术、一切事业成功的奥秘，聚精会神，集中着所有的力量，以完成不论大小的一件工作，把我们容易分散、容易旁骛的意志灌注在小小的一个点上。我觉得遗忘一切其他的事物，而集中意志以求完美的热忱，就是我过去所缺乏的。除了工作，好像自己都不存在，这是成功的秘诀。我现在知道，舍此以外，别无神妙的方法了。茨威格的这篇成功的秘诀，生动传神地表现出了艺术家罗丹那种忘我的专注工作精神。而其实，那些卓有成就的人物，给我们留下的这一系列佳话，早就已经屡见不鲜。据说牛顿有一次在做实验室，一位朋友看他来，等了好半天，牛顿也没有出来。这位朋友饿了，便把牛顿作为午餐的烧鸡吃掉了，将骨头留在盘子里走了。过了好长时间，牛顿从实验室里走出来吃饭，看到盘子里的鸡骨头，不禁笑道：“我以为我还没有吃饭，原来已经吃过了。”还有一次，牛顿在实验室肚子饿了，就煮上鸡蛋继续做实验。等他想吃鸡蛋的时候，打开锅一看，煮的却是一块怀表。牛顿在精力高度集中时出现的这些异事是不足为怪的。他的助手回忆说，他很少在2、3点钟以前睡觉，有时一直到5、6点钟才睡觉，特别是在春天或是落叶时节，他常常连着6个星期一直留在实验室里，不分昼夜，炉火总是不熄。
牛顿也曾说过，如果说我对世界有些微小的贡献的话，那不是由于别的，都只是由于我的辛勤耐久的思索所致。古希腊的天文学的始祖泰勒斯，每晚都要到外面去观测星象。有一回，不留神落在了一个坑里，过路的人嘲笑他说：“你用心观察天上的情况，却看不见脚下的事情。”2000年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做哲学讲演时，饶有兴致地提起了这段事，并用充满辩证法意味的口吻点评道：“他们不知道，哲学家也在嘲笑他们不能自由地跌入坑内，因为他们已经永远躺在坑里出不来了，因为他们不能观看那些更高远的东西。”长时间专注一个目标，固然需要有浓厚的兴趣和坚韧的毅力，同时还必须具备一份甘于寂寞的心境，隔离由于嘈杂喧闹的外界环境。爱因斯坦在1905年完成狭义相对论以后，经过10年的酝酿准备，在1916年的某一天，告诉家人任何事儿都不要干扰他。接着他一连16天都没有走出房门。当他走出来的时候，手里边拿着几张写满了数学公式的稿纸，而那就是改变了人类世界观的广义相对论。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在1962年因为参与测定 DNA 的双螺旋结构，荣获了诺贝尔奖之后，登门来访和求见的人士络绎不绝。为此，他设计了一份通用的谢绝书，上面写道：“克里克博士对来访表示感谢，但十分遗憾，他不能因您的盛情而给您签名、赠送相片，或是为您治病、接受采访和来访，发表电视讲话，在电视中露面，赴宴之后做演讲，充当证人，为您的事业出力，阅读您的文稿，做一次报告，参加会议，担当主席，充当编辑，写本书，接受名誉学位。”对很多人求之不得的待遇和荣耀，克里克都一概拒绝了。但这可并不表明他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缺乏生活乐趣的人，只是因为一旦屈从，他便不能保证从事科学研究的时间。如果向克里克请教成功的秘诀，他会像茨威格那样说：“聚精会神，集中所有的力量，完成一项工作。”成大器者的基本素质，就是要对事业充满热爱，对目标十分的专注。只有深深的迷恋和高度的专注，才能让一个人坚持自己的道路，并且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成就。除了机会和运气之外，天才、智慧和态度也是成功的关键因素。但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并不能保证成功。那些取得辉煌成就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有明确的目标，不屈不挠，坚持到底，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一次只做一件事，就意味着集中目标，不轻易被其他诱惑所动摇。经常改换目标，见异思迁或是四面出击，往往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目标定了很多，什么都想做，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做好，实质就是没有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精力是有限的，好钢应该用在刀刃上。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到最好，但我们一定可以把其中的一件事情做到最好。所以一定要专注于全力打造核心竞争力。天道酬勤，勤能补拙。勤能补拙是良训，一份辛苦一份财。古往今来，许多人之所以能够成功，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么聪明，而是因为他们的勤奋。我们不否认有人是有天赋的，但有天赋而无勤奋，有天赋也成不了天才。纵观古今事业有成者，不难发现，一个人能否最终有成，为社会进步做出较大的贡献，
往往并不取决于天赋的高低，而在于他这一生是否勤奋努力。在历史上，勤能补拙有成者不胜枚举。宋代的著名科学家晏肃，他一心探究潮汐规律。虽然在晏肃以前的学者对潮汐成因和规律有过很多的研究，但他们的说法都不一样。晏肃虚心学习前人知识，但他却并不满足前人之说。为了掌握潮汐规律，对潮汐做出正确的解释，晏肃踏遍了广东沿海，花了10年的时间来实地考察，详细记录。终于他掌握了潮汐的涨退规律，提出了与前人不同的潮汐随日而应月的正确见解，并且写成了研究潮汐的专著《海潮论》2卷，汇编了《海潮图》一书。明末清初，我国出现了著名的爱国思想家和杰出的学者顾炎武。顾炎武7岁进入私塾，10来岁跟着祖父读《资治通鉴》《孙子》以及《五子》等书。顾炎武的一生之中几乎没有一天不读书，许多重要的历史著作他都能够背诵。他还阅读各朝的史录、野史、笔记以及天文、地理、诗赋、词章等，特别注重研究当时的现实问题，搜集和阅读明13朝实录以及公文、奏议、邸报等，甚至连一些州府县的地方志他都仔细研究，重要部分做上标记，以便日后再读。顾炎武读书破万卷，取各家之精华，终成一代学者。清朝咸丰同治年间，位居中兴名臣之首的曾国藩，幼时其天赋并不高。有一天，他在家中读书，一篇文章不知重复了多少遍，还没有背下来。这时他家来了个贼，潜伏于屋檐之下，想等他读完书睡觉之后下手偷东西。可是等啊等，就是不见他睡觉，还是翻来覆去读的那篇文章。贼大怒，跳出来说：“这种水平读啥书啊？”然后贼将那篇文章背诵了一遍，扬长而去。曾国藩心想，这贼的记忆力可真好，听过几遍的文章都能够背下来。可惜他没把天赋用在做正事上。我天赋不高，当以勤为敬了。于是他一生勤奋不息。他虚心求教，博采众长，不因平庸而解其志。他虽不配称天才的军事家，但他却是一个成功的军事家。而他的成功恰恰在于他善于向别人学习，最终以勤补拙，走向成功。著名的学者罗尔纲先生，他一生著述逾500万言，编辑史料达2000余万字。在他的《困学记》中曾说，自己青少年时体弱多病，但勉力向学。为搜求史料，他10年如一日，通读南京图书馆70余万册图书，终于获得了许多珍贵的史料。他留下的传世之作《太平天国史》前后共耗时30年。罗尔纲先生的成功秘诀同样是一生勤奋。爱因斯坦是举世公认的大科学家，但他生下来之后可并非天生就喜欢数学物理，且到了3岁还不会说话。他的成名也是在于一生的勤奋。正像他说的那样，人们把我的成功归因于我的天才，其实我的天才只是刻苦罢了。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张广厚上小学时，由于算术成绩特别的差，因此他没有考上初中。但他并不灰心，他相信只要勤奋学习，一定能够克服知识上的缺陷，把学习搞上去。于是他仔细检查了自己学习上的毛病，特别是数学学不好的原因。经过了几个月的苦练，他的学习成绩有了显著的改变。
并以优秀的成绩考上了中学。在中学阶段，他的学习更加勤奋了。读完中学，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最后在数学方面刻苦钻研，成了国际公认的大数学家。张广后上小学连算术都考不及格，但以后却成为著名的数学家。这件事情十分生动地说明了一个道理：勤能补拙。勤能补拙是良训，一份辛苦一份财。这是华罗庚教授说的，这也是华老的亲身经历。他读完中学之后，因为家里贫穷就失学了，在自家的小杂货店做生意。然而他坚持一边做生意算账，一边学数学。一年到头，差不多每天要花上10几个小时学习，有时睡到半夜。想起一道难题的解法，他一定会翻身起床，把解法记下来。靠着勤奋，他从一个只有初中毕业的青年，成长为一代的数学大师、教育家。所写名著《堆垒素数论》成为了20世纪数学论著的经典。连爱因斯坦也写信说，你此一发现，为今后的数学界开了一个重要的源头。勤能补拙是良训，这也是姚明的格言。作为世界体坛冉冉升起的巨星，姚明已经成为全世界年轻人的偶像。与其他的 NBA 球员相比，姚明的体质偏差。他的妈妈经常说，妈妈最遗憾的就是没能给你一个强壮的身体，你的身体条件确实没法跟其他球员相比，在弹跳、肌肉等方面总是要吃些亏。但姚明相信勤能补拙，每次训练课之前，他总要自己练上1个小时的体能。特别是他刚进入青年队的时候，虚胖没什么力量，不知怎么打球，甚至连跑都不会跑。那时的教练组非常重视姚明的训练，一天从早到晚要练上4次，即早上、上午、下午和晚上。而姚明呢，他很有上进心，训练刻苦又肯开动脑筋，所以进步也特别明显。那时负责给姚明他们洗衣服和鞋子的师傅说，姚明的训练可真刻苦，大冬天他也能出那么多的汗，鞋子倒得出水，毛巾拧得出汗来。由此可见，取得伟大的成功，同时也必定伴随着辛勤的劳动。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日积月累，从少到多，奇迹就可以创造出来。英国哲学家休谟曾说过，恒毅的天赋有如沃土，如不加耕耘，只能产生杂草，而不产葡萄或是橄榄供人享用。休谟说的耕耘就是勤奋。一个人天赋再高，没有勤奋也不可能走向成功。而相反，一个人天赋并不高，但他执着而勤奋，便可抵达理想的彼岸。勤能补拙，天赋加勤奋等于天才，勤奋是天赋的翅膀。敢为天下先。我们都需要有勇气，这是一种极高贵的气质。所谓勇气，就是我们所追求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就是我们渴望轰轰烈烈的青春，就是我们向往的一种超越的人生，就是敢为天下先的傲岸。一个有勇气的人，必然敢于向未知挑战，敢于引导时代的潮流，敢于第一个冲向迎面而来的困难。尽管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会头破血流，但这才是顶天立地的人，他敢为天下先。一颗星的出现，便可划破夜的黑暗；一艘船的起航，便可粉碎海的狂怒；一朵浪花的绽放，便可冲破冬的禁锢；一位勇者的出现，便可指引前进的方向，让我们昂首向前。回首过去，滚滚的历史长河流过了，哪个英雄豪杰
不是敢为天下先的呢？灿烂星空之下，屈原昂首问天，正是他将爱国主义这颗明星托上了华夏的天空，而从此中华民族就有了爱国的美德。赵武灵王不顾亲信朝臣的反对，坚持胡服骑射，从此中原大地之上驰骋起了矫健敏捷的身影。陈胜吴广勇敢地揭竿而起，让广大中国人民知道了什么是反抗，从此再没有人甘受压迫。鲁迅先生在中国最黑暗的时候，用自己的笔和思想为人们点燃了希望，从此中国人民找到了前进的方向。浪花淘尽英雄，时光在流，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英雄已逝，但他们所开创的事业是永垂不朽的。他们敢为天下先的气概永远回荡在这天地之间，激励着后来人勇敢地接受未来的挑战。刘翔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小伙子，着实是让世界目瞪口呆。据美国的一家报纸评论，刘翔在奥运会上夺取世界冠军，把美国、非洲等诸多跨栏高手都甩在了后面，一定是哪里出了什么错。他们认为中国人、黄种人根本没有冲击这项世界冠军的实力和可能。然而刘翔就是用自己的实力，用中国人的实力，毫无争议地向世界证明，我就是世界冠军，中国人能够成为世界冠军。他在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的话，他在领奖时高举5星红旗跳上领奖台的动作，已经成为中国人心中的经典。刘翔敢为天下先，而又岂止是一个刘翔，敢为天下先已经成为当今许多中国人的追求。几年前的那次世界田径锦标赛，在斯图加特，女子1500米、3000米、10000米的金牌接连地落入到中国姑娘的手中。一位赛前预测自己一定会拿到长跑金牌的外国女选手哭着说，这不是在做梦吧？敢为天下先，这是中国人的气魄。柯守良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我们却难以忘记1992年11月15日那个飘雪的日子。在河北省境内的长城地段，一个偏僻的角落，39岁的柯守良越过了几十米宽的长城。柯守良飞越长城有这样一段内幕。作为香港影视界著名的特技演员，柯守良开创了许多世界电影特技技术的新领域。他曾经越过许多被世人看来是难以跨越的高山、峡谷、河流，许多被人们视作是不可逾越的障碍险境，都被他用勇气和胆量征服了。长城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之一，但世界上还没有人成功的飞越长城。柯守良听说一个英国人想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飞越长城的人，他便加快了准备工作，提前进入了飞越长城的角色。那天他成功飞越长城之后，有人问他，柯先生，您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柯守良说，第一个飞越长城的人终于是我们中国人。50余米的凌空跨越，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胆量。柯守良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去飞越长城，得到的只是敢为天下先的赞誉，这看来不可思议。人与人的区别往往决定于他们对于事物的不同认识和对价值的不同判断。照有些人看来，柯守良驾驶摩托车飞越长城是一场没有必要的冒险，是心血来潮的游戏。他们认为这一跨一跃只是个人争强好胜。柯守良跨越的宽度为 58.85 米，吉尼斯世界纪录记载了这个创举。
尽管这个世界纪录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没什么直接关系，也没有创造直接的经济财富，但是当吉尼斯世界纪录记载下中国人第一次飞越长城的时刻，历史也把中国人的胆魄与能力与伟大的长城一起载入了史册。这是最高层次的精神创造，创造的是一种精神财富，而创造独特的精神财富的人将被历史和世人永远的记住。冒这种风险值得吗？柯受良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是一种冒险，但是他的冒险之举为中华民族抢了一步先，为中国人争了一口气，这就使他个人的冒险精神增添了全新的含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创造了名垂青史的人物，同时也创造了永恒的历史。在科学领域，假如哥白尼面对教会的地心说而不敢站出来提出自己的日心说，那么他的名字就不会像划破夜空的闪电一样光彩夺目。假如达尔文发现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的错误而不敢站出来发言，那么世界上就多了一个平庸者，而少了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假如我国东汉的张衡不敢冲破笼罩当时社会的谶穴，就不可能发明和制造出世界上第一个地动仪。从以上事例不难看出，这些科学家的成功凭的就是一个敢字，一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从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从原始的茹毛饮血发展到今天的空调、冰箱、卡拉 OK、电脑，如果没有哥白尼、达尔文、张衡这些敢于向错误挑战的科学先驱，没有斯巴达克、华盛顿、孙中山、毛泽东这些敢于追求真理、冲破旧社会制度的伟人，这个发展过程是不可能实现的。或许我们还会徘徊在愚昧的时代之中而自我安慰。我们从这些伟人的身上又找到了一个共同点：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敢为天下先，敢于冒险，敢于去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敢于打破常规，这是成功者必备的素质。如果你也渴望成功，你就应该具备这种精神。早结网才能捕好鱼。一只狐狸看见野狼卧在草上磨牙，便劝他说：天气这么好，大家在休息娱乐，你也加入我们的队伍中吧。野狼没说话，继续磨着牙，把他的牙磨得又刺又响。狐狸奇怪地问道：森林这么静，猎人和猎狗都回家了，老虎也不在附近徘徊，你何必那么用劲儿地磨牙呢？狼停下来回答说：我磨牙并不是为了娱乐，你想想，如果有一天我被老虎追逐，到那时我想磨牙也来不及了，而平时我就把牙磨好了，到那时我就可以保护自己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事应该未雨绸缪，这样在危险突然降临之时，才不至于手忙脚乱。临时抱佛脚，线上叫线扎耳朵眼儿，这些词语都是用来讽刺那些平常疏忽大意、不做准备，而事情到来时却惊慌失措的人。正所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就是说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有所计划，有所准备，这样才会有更大的把握取得成功，否则很可能就会荒废掉。让我们看看下面的两个故事吧，也许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启发。一个猎人带着充足的弹药，擦得锃亮的猎枪去寻找猎物。虽然老猎手都劝他在出门之前把弹药装在枪筒里，但他还是带着空枪走了。他心里想的是，我到那儿需要1个钟头，哪怕我装100回子弹也是有时间的。他还没有走过开垦地，就发现了一大群野鸭密密地浮在水面上。
以往这种情形之下，猎人们一枪就能打中6、7只，可如今他匆匆忙忙地装着子弹。此时野鸭发出了一声鸣叫，一起飞了起来，很快就无影无踪了。随后，虽然他在树林里奔跑着搜索了很久，但他连一只麻雀也没有见到。猎人只好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家了，当然他的袋子里也是空空如也。在一个漆黑的晚上，鼠王带着小老鼠外出觅食。在一家人的厨房之内，橱柜里有许多剩余的饭菜。当一大群老鼠在橱柜中大吃大喝时，突然传来了一阵令他们肝胆俱裂的声音，那是一只大花猫的叫声。老鼠们震惊之余，便各自四处逃命，但大花猫却穷追不舍。终于有2只小老鼠躲避不及，被大花猫捉到了。大花猫正要将它们吞噬之际，突然听到了一连串凶恶的狗吠声，于是撒腿就跑。大花猫走后，鼠王慢慢的从垃圾桶后面走了出来。原来这是鼠王学的狗叫，吓走了大花猫。看着已经吓得瑟瑟发抖的小老鼠，鼠王说：“我早就对你们说，多学一种语言有用处，你们总是嫌太苦太累，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多些准备的最大受益者其实是你们自己。”猎人和老鼠的故事诠释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道理。1860年，在中国的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历史上最为宏大的农民起义，一场场的战争席卷而来。战场上硝烟滚滚，一场战争随着农民的倒下血流成河，到处都飘着血腥的味道。战旗倒了，只剩下几百人痛苦的挣扎。在农民军的驻扎处，帐篷里传来了几个人的争吵声。只见洪仁玕坐在椅子上，神情异常，听着李秀成等起义军请求再来一次战争。洪仁轩后来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但要求出战之前必须要有一个详细周密的计划。和李秀成认为，我们打仗已经是家常便饭的事了，还用得着这玩意儿？打仗只要赢了就行，何必多此一举？10天之后，便偷偷地率领几百个农民一起出战去了。李秀成没有想到，因为缺乏计划，被敌人团团包围，而他自己也成了敌人的俘虏。1个月之后，清军攻破了天津，农民运动失败了，只留下了洪秀玕顿足哭声，农民运动止败于此。余音回绕，留给后人一个教训：没有科学计划，事业将一败涂地。不管做什么事情，只有事先做好准备，未雨绸缪，先结网再捕鱼，才能有计划、有步骤的把事情做好。打破规则的创意。一位年轻人乘火车去某地，火车行驶在一片荒无人烟的山野之中，人们个个百无聊赖地望着窗外。在前面一个转弯处，火车减速了，一座简陋的平房缓缓地进入他们的视野。就在这时，几乎所有的乘客都睁大了眼睛，欣赏起寂寞旅途中这特别的风景。有乘客开始窃窃地议论起这座房子，年轻人为之心动。返回时，他中途下了车，不辞辛劳地找到了那座房子。主人告诉他，每天火车都要从门前隆隆地驶过，噪音实在让他们受不了。房主早就想以低价卖掉这房屋，但多年来一直是无人问津。此后不久，年轻人用3万元买下了那座平房。他觉得这座房子正好处在转弯处，火车一经过这里时都会减速，疲惫的乘客看到这所房子，精神就会为之一振，用来做广告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很快，他开始和一些大公司联系，推荐房屋正面正是一面极好的广告墙。后来可口可乐公司看中了这个广告媒体，在3年的租期内，
支付年轻人18万元租金。这就是创新，跳出惯有的思维习惯，想别人所不想，干别人所不干。这个世界上，创新就是成功之门。数千年来，人类便一直认为4分钟内跑完1英里是件不可能的事儿。不过就在1954年，罗杰·班尼斯特就打破了这个信念的障碍。他之所以能够创造这项佳绩，一来归功于他体能上的苦练，二来是得益于精神上的突破。在此之前，他曾经在脑海中多次模拟以4分钟时间跑完1英里，长久下来便形成了极为强烈的信念，因而对神经系统有了如下的一道绝对命令：必须全力完成这项命令。而果然，他做到了大家认为不可能的事儿。谁也没有想到，班尼斯特的破纪录却给其他的运动员带来无比的影响。在此之前，没有一个人打破4分钟跑完1英里的记录，可是在随后的1年里，竟有37个人进了榜，在后面的1年里更高达300人之多。之所以会有这种现象，是因为他的成就提供给其他人一个新的依据，大家所认为的不可能，实际上是可能的。人们常常会对自己本身或是自己的能力产生自我设限的信念，其中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过去曾经失败过，因而对于未来也不敢寄望于有成功的一日。也有可能是没有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目标，对于愿望能否实现心存疑虑，长久下来，他们便开始学得务实，而终于平庸。美国有一家大百货公司的门口广告牌上写着“无货不备，如有缺货，愿罚10万”。某日，有一名法国人想获得这10万元，于是他绕店1周，细细观察一番之后，他来见经理，开口就说：“潜水艇在什么地方？”经理领他到第18层楼，当真是有一艘潜水艇。法国人又说：“我还要看看飞船。”经理又领他到了第22层楼，果然有一只新式的飞船。法国人不肯罢休，又问道：“可有肚脐眼生在头上面的女子？”经理一下被难住了，正无言以对之际，旁边的一位女店员应道：“我做个倒立给客人看看。”打破常规思维，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在一次欧洲篮球锦标赛上，保加利亚队与捷克斯洛伐克队相遇了。当时比赛就剩下8秒钟，保加利亚队以2分优势领先，一般来说已经是稳操胜券了。但是那一次锦标赛采用的是循环场制，保加利亚队必须赢球超过5分才能取胜，可要用仅剩下的8秒钟再赢3分，谈何容易。这时保加利亚队的教练突然请求暂停，许多人对此付之一笑，认为保加利亚队已经是大势已去了，被淘汰是不可避免的，教练即使有回天之力，也很难力挽狂澜。暂停结束之后，比赛继续进行。这时球场上出现了众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只见保加利亚队突然运球向自家的篮下跑去，并且迅速跳起投篮，球应声入网。这时全场观众目瞪口呆，全场比赛时间到了。但是当裁判员宣布双方打成平局，需要加时赛时，大家才恍然大悟，保加利亚队这出人意料之举为自己创造了一次起死回生的机会。加时赛的结果，保加利亚队赢了6分，如愿以偿的出现了。在一般情况下，按照常规办事并不错，但是当常规已经不适应变化的情况时，就应该解放思想，打破常规，善于创新，另辟蹊径。只有这样，才可能化缺点为优点，化弊端为有利，化腐朽为神奇，在似乎绝望的困境中寻找到希望，创造出新的生机。
取得出人意料的胜利。人弃我取，也能创奇迹。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这是战国人白圭首创的经商名言。白圭名丹，战国时人，曾在魏国做官，后来到了齐国、秦国。汉书中说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即天下言治生者祖。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白圭和范蠡都提出了农业经济循环说，即农业的丰收和天时有关，认为12年为一个周期，开始的第1年是大丰收之年，此后2年是衰退期，第4年干旱，再2年是小丰收，第7年又是大丰收，此后2年又衰退，到第10年则又干旱，随之又是2年的小丰收，到下一年重新开始第1个周期。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白圭提出了一套经商致富的原则，即治生之术。其基本原则就是乐观识变，主张根据丰收欠收的具体情况来实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当时的贸易是以货易货，而白圭的高明之处就是准确掌握市场的行情，在别人觉得多而抛售时，他就大量的吃进；等别人缺少货物需要吃进时，他就大量的抛出。这样的低进而高出，必能是从中取利，积累财富。白圭在当时的社会中，不仅懂得低买高卖的经济基本规律，并提出了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简单又高明的理论。这对于秦汉之后各代的涉世贸易、供输方式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史记《霍职列传》中也记载了一个类似的故事。战国初年，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国，厉行改革，加强统治。他实行保护农民利益和发展农业的平敌法。所谓的平敌，就是国家在丰收年份用平价来买进粮食，到了荒年时以平价卖出，使粮食保持稳定。这样也就促进了封建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国之一。李黎的经济改革，尤其是他所实行的平敌法，便是受了白圭经商经验的启发。经过反复的思考，他想出了一种适应时节变化的经商致富方法，这就是白圭所说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这个办法说起来简单，就是别人不要的我要下来，别人要的我就给予他。按照这个办法，在丰收季节，农民收的粮食很多，大家都不要，价钱也很快就便宜下来，他就大量买下粮食。这时价粮虽然很低，但蚕丝、漆器等因为不是收丝或是割期的季节，没有大量上市，价钱自然很高，他就赶紧把这些货卖出去。到了收丝的季节，蚕丝大量上市，价钱也降了下来，而粮价却高了起来。这时他就收进蚕丝，买出粮食，就在这买进卖出之间谋利致富。明代山西蒲州人王海峰也是一位深谙人弃我取，人舍我予经商之道的人。明代时期，蒲州人外出经商，大都是西到秦陇，东到怀浙，西南到蜀。王海峰一开始也是去了上述的地方，经过一段时间，他认为这些地方经商盈利不太多，便东走青苍。这青是指青州，是今天山东的益都；沧是指沧州，即今天河北的沧州。这2个地方是明代的长芦盐区，沿航北直隶和河南张德、卫辉2府。由于官僚显贵嗜好艰深，上下勾结，这一盐区的运销不能够正常进行，商人纷纷离去。但是王海峰认为，这里是春秋时期秦国管仲收鱼盐之利的地方，
陶朱公也是据此而致富千金。而经商就要人弃我取，人去我就，因此这里正是可以大干一场的地方。他到沧州之后，先熟悉该盐区的盐政，了解该盐区的运营历史，从中找出经验教训，然后他向政府提出了整顿盐制、严禁走私的建议。后来长芦盐区经过整顿，盐的运销又繁荣起来，盐商们又蜂拥而至，长芦盐区的盐税收入比过去增加了3倍之多。王海峰也成为了这一盐区著名的富商。明代大学家张四维说，他动辄万金，毫不在意，其资产之雄厚可想而知。嘉靖42年，王海峰70岁时才离开了盐商界，回到故里。张四维对他评价说，蒲州虽然多富商巨贾，但少见像王海峰这样有雄才大略的商人。尽管史料上关于王海峰的经商活动记载十分简略，但他的人弃我取、人去我就的做法，对于我们今天的商业工作者来说，仍然是值得借鉴的经商经验。人弃我取需要勇气，需要胆略，更需要眼光。逆向思维的攻守之道。当大家都朝着一个定向的思维方向思考问题时，而你却独自朝相反的方向思索，这样的思维方式就叫做逆向思维。例如司马光砸缸，有人落水，常规思维便是救人离水，而司马光面对紧急的险情，运用了逆向思维，果断地用石头把缸砸破，让人离水，救了小伙伴的性命。与常规思维不同，逆向思维是反过来思考问题，是用绝大多数的人没有想到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运用逆向思维去思考和处理问题，实际上就是以出奇去达到制胜。因此，逆向思维的结果常常会令人大吃一惊，喜出望外，另有收获。下面的这些故事就都是关于逆向思维的。孙膑是战国时著名的军事家，至魏国求职，魏惠王心胸狭窄，忌其才华，故意刁难。他对孙膑说，听说你挺有才能，如果你能使我从这座位上走下来，就任命你为将军。魏惠王心想，我是起不来的，你又奈何于我？孙膑想，魏惠王赖在自己座位上，我不能强行把他拉下来，把皇帝拉下马那是死罪，怎么办呢？只有逆向思维法，让他自动走下来。于是孙膑就对魏惠王说，我确实没有办法使大王从宝座上走下来，但是我却有办法使您坐到这宝座上。魏惠王心想，这还不是一回事儿，我就是不坐下，你又奈我何？便乐呵呵地从座位上走了下来。孙膑马上说，我现在虽然没有办法使您坐回去，但我已经使您从座位上走下来了。魏惠王方知是上了当，只好是任用他为将军。韩非子中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鲁国有一个人非常擅长纺织麻鞋，而他的妻子也是织绸缎的能手，他们准备一起到越国去做生意。有人劝告他说，你不要去，不然会失败的。鲁人问，为什么呢？那人回答，你善编鞋，而越人呢习惯于赤足走路，你妻子善织缎绸，那是用来做帽子的，可越人的习惯呢是披头散发，从不戴帽子。用你擅长的技术到越国去派不上用场，能不失败吗？结果呢，鲁人没有改变初衷，3-5年之后，他不但没有失败，反而成了有名的大富翁。许多事情的成功，问题的解决，常常就得益于逆向思维。这个鲁国人的成功也是如此。鲁人去做鞋帽生意，当然应该去需求鞋帽的地区，而不应该去不习惯穿鞋戴帽的越国。
但鲁人打破了这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认为就是因为越人不喜欢穿鞋，不喜欢戴帽，那里边才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巨大的销售潜力。只要改变了越人粗鄙的习惯，越国就会变成一个最大的鞋帽市场。鲁国人的成功秘密就在这里，逆向思维帮了他的大忙。有2个人一起出差，其中一个闲逛之时，看到大街上有一个老妇在卖一只黑色的铁猫。这只铁猫的眼睛很漂亮，经仔细观察，他发现铁猫的眼睛是宝石做成的。于是他不动声色地对老妇说：“能不能只卖1双眼珠？”老妇起初是不同意的，但他愿意花整只铁猫的价格。老妇便把猫眼珠取出来卖给了他。他回到旅馆，欣喜若狂地对他的同伴们说：“我捡了个大便宜，用很少的钱买了2颗宝石。”同伴问了前因后果，问他那个卖铁猫的老妇还在不在。同伴说：“那老妇啊，正等着有人买他那只少了眼珠的铁猫呢。”同伴便取了钱寻找那老妇去了。一会儿，他把铁猫抱了回来。他分析，这只铁猫肯定是价值不菲。他用锤子往铁猫身上敲，铁屑掉落之后，发现铁猫的内质竟然是用黄金而铸成的。买走铁猫玉眼的人是按照正常思维走的，铁猫的玉眼很值钱，便取走了。但同伴却通过逆向思维断定，既然这个猫的眼睛是宝石做的，那么它的身体肯定就不会只是铁的。正是这种逆向思维，使同伴摒弃了铁猫的表象，发现了猫黄金的内质。逆向思维会使你独辟蹊径，在没有人注意到的地方有所发现，有所建树，从而制胜于出人意料。逆向思维其实也就是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都是打破常规，创新方法，从而找到问题的解决之道。有一个广告专业的大学生，他找工作四处碰壁，怎样才能把自己推销出去呢？他考虑了很久。一天，他再次闯进那家旅游公司的总经理办公室。总经理一看，又是这前天来的那小伙子，便生气地说：“我再告诉你一次，我们的人已经足够了，不需要新手。那么你一定需要这个。”那个大学生边说边从包里掏出一块精致的匾额，上面写着：“本公司名额已满，暂不录用。”总经理一看笑了起来，他很欣赏这小伙子求职方法的新颖独特，便聘用了他，并且委以重任。如果你在众多循规蹈矩的求职者中不能显现出自己的特长，不被人重视时，不妨也是另辟蹊径，耍些小聪明，反其道而行之，以此来吸引老板的注意，这样也许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小李是某工科院校的才子，写的一手好文章。他想到当地一家很有影响的杂志社工作。当他第一次上门推销自己时，杂志社的人事主管就很明确地告诉他，学工科的不适合他们的工作。可小李并未放弃，他再次找到了该社人事主管，并告诉他自己的学业已经快结束了，学校里没有多少事情可以做，如果方便的话，他希望能够到杂志社帮帮忙，以便自己利用这段空闲的时间学点东西，而杂志社不需要给他支付工资。杂志社同意了他的要求。2个月以后，小李在工作中证明了自己的实力，顺利地同这家杂志社签订了正式的聘用合同。反其道而行之，让小王和小李顺利地得到了工作。常规思维都是按照事物的正常顺序思考，并且得出结论的。如果将这个顺序倒过来，就变成了逆向思维。而许多惊心动魄的创意都与逆向思维有关。楼房住宅只能是建成笔直向上的吗？日本人就建了一座倾斜式的建筑物，里面的一切都是正常的，大出了一番风头。商场退货一般都是比较麻烦的，
有一家商场突然间打出了退货比购货更方便的奇招，营业额顿时是上升了一大截。多年前，当冰箱厂家都纷纷降价时，海尔却宣布价格上涨10%，反而把消费者迷惑住了。加上一定的宣传，销售量同样很好，利润也高得多了。面对事情和问题，不要总是按照常规的方法去考虑，不妨换个角度，换个方向，来个逆向思维，来个反其道而行之。新奇绝妙的点子也许就在不经意之间出现了。心机之8，忍耐处事，游刃有余，才智人生。做人处事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门学问。很多人之所以一辈子都碌碌无为，就是因为他干活干了一辈子都没弄明白该怎样去做人处事。学学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说我糊涂，其实我不傻，只是世事多变幻，创业难，败家快。人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学学模糊哲学，用忍耐来处事，你才会有一种游刃有余的感觉。人生如戏，人生叵测，凡事最好能够留一手，这样方是才智人生。忍耐处事。命运常常是一种折磨，不论是谁，在人生之中总难免会身处绝境，一时又无力扭转面临的颓势，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暂时忍耐。事物总是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在忍耐中等待命运转折的时候，不能忍耐的结果往往是不得不更为长久的忍耐。忍耐是一种处事的策略，更是一种艺术。忍耐实际上是让时间，让事实来表白自己，这样做可以摆脱相互之间无原则的纠缠或是不必要的争吵。忍耐因此而成为坚持的一个代名词。坚持和忍耐，两者也许就是分不开的。如果两者具备，我们的生活也许就会因此而多了一笔财富。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就非常善于忍耐。他的妻子是一位众所周知的悍妇，他性格冥顽不化，心胸狭窄，是个动辄就破口大骂，而且喜欢大打出手的女人。有一次，苏格拉底正与学生们在一起探讨问题，他的妻子忽然闯进来，对着他就是一阵破口大骂，接着又在他的头上浇了一桶冷水。他的学生本以为苏格拉底要对他怒声斥责的，不料苏格拉底只是颇为幽默地说道：“我早知道打雷之后总是要下雨的。”这故事听起来挺有趣，极具西式的幽默。也许除了苏格拉底之外，无论是谁遇到这种情形，不大打出手也会雷霆大怒。苏格拉底毕竟不同于常人，由此可见他那超凡的智慧与精湛纯熟的人生修养。他说，精于马术的人总是喜欢猎马的，而且把自己的妻子育作一匹烈马。他选择了这样的妻子，只是为了练习自己的马术，我们称之为忍耐的艺术。试想一下，如果在当时，苏格拉底对他的妻子以彼之道还彼之身，那后果会是怎样的呢？这不但破坏了他与学生们做学术探讨的良好氛围，也会弄得大家尴尬，使人不快，而且还会变本加厉地激发妻子的怒气。这悍妇不知还能干出什么事儿来，而且一个睿智的哲学家的完美形象就会荡然无存。忍耐是一种修养，我们常常说用人要坚持德才兼备的条件，所谓的德才兼备也包括了忍耐。有人说，有才必须忍耐，忍耐才有德。自言即是，殊不知真正有才华的人往往是不会对外张扬的。所谓半桶水淌得很，正是那种自诩有才而过分张扬人的画像。在正确对待自己与别人的问题上，做到宽以待人，做到待人也轻以约，
坚持严以则己，做到则己也重以周。所谓的善则称仁，过则称己，就是忍耐所养成的标志。欲达忍耐之极高境界，必须明白克制小过独难的道理，切实做到慎微，防微杜渐，置之于微。忍耐是有智慧、有能力的表现。大忍者，大智也。忍耐能够达到貌似愚蠢的程度，是所谓的大智若愚。大忍者，大能也。忍耐能够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是谓大能若笨。能够忍耐，全凭内在的力量。英雄能够做为人所不为，成人所不能，就在于他具有平常人所没有的本领。这种本领就是善于把真实的思想和激烈的情绪巧妙地掩盖起来，而为世人所不察。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忍耐也是一种有深厚的内力所形成的韬略。忍耐是品质，是志向，是修养，是意志，是智慧，是能力。学会忍耐，做到忍耐，是成就伟大事业的需要，是养成高尚品德的需要。一句话，是做人做事的需要。凡欲成事业者，不能不学会忍耐。而说到忍耐，不能不提及历史上那湖南的曾国藩。他就是一位善于忍耐的政治家。他曾经说，居官以坚忍为第一要义。他十分崇尚坚忍卓绝之行，主张在官场上与人交往，要一味浑厚，绝不发怒。他曾经拟就一副对联：养活一团春意丝，撑起两根穷骨头，以此来明志利己免人。这固然反映了他所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的阶级特性和历史局限性，然而他之谓坚忍则是可取的。凡能忍耐者，必定是志向远大；凡志向远大者，必定能够识大体，顾大局。而忍耐就是识大体，顾大局的表现。古人云：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句话充分说明了养成忍耐与识大体、顾大局之间的关系。为了大局，可以忍气吞声，可以寄人篱下，可以忍辱负重，可以韬光养晦，甚至可以舍生取义。古今中外不乏其忍耐程度达到极高层次的风流人物。能忍人所不能忍，才为人所不能为。大丈夫能屈能伸，方能成就大业。楚汉名将韩信年轻时家境贫穷，他本人既不会溜须拍马、做官从政，又不会投机取巧、买卖经商，整天只顾研读兵书，最后连一天2顿饭都没有着落，只好是背上家传宝剑，沿街乞讨。有个财大气粗的屠夫看不起韩信这副穷酸迂腐的书生相，故意当众奚落他：你虽然长得人高马大，又配了好刀剑，但不过就是个胆小鬼罢了。你要是不怕死，就捅上我一刀；要是怕死，就从我这裤裆底下钻过去。说罢，他两腿架开，立了个马步，众人是一哄为上。且看韩信如何动作。韩信认真地打量着屠夫，想了想，竟然是弯腰趴地，从屠夫的裆下钻了过去。街上的人顿时是轰然大笑，都说这韩信啊是个胆小鬼。韩信忍气吞声，闭门苦读。几年之后，各地爆发反抗秦朝统治的大起义，韩信闻风而起，挥剑从军，终于得到了汉王刘邦的重用，拜封为大将军，统领全军争夺天下，威名四扬。韩信忍胯下之辱而图盖世之功业，成为了千秋佳话。忍耐并不容易，常言道，忍字心上一把刀，没有一定的信念和意志是很难做到的。按孙子的思想，带兵打仗需要忍耐的时候尚且那么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更应该提倡一点忍耐精神。
为了大局，为了事业，为了安宁，我们不妨忍辱负重，急流勇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忍耐是一种美德，它既能体现一个人的宽容大度，也能表现出一个人的识物。我国古代有一首六忍歌，就是歌颂忍耐精神的。富有能忍保家，贫者能忍免辱，父子能忍慈孝，兄弟能忍义笃，朋友能忍情长，夫妇能忍和睦。为了事业，为了家庭，为了美好的人生，我们需要忍耐，应该学会忍耐，学会深藏不露。如果你很有才华，在某些方面又有一技之长，那么请先不要急于露出锋芒。如果你只是以普通身份，而不是以领导身份到新的单位去的，那就更不能锋芒太露。一个人到达了一个新的单位，就像是一粒石子投入了一潭平静的池水，往往会引人注目，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在别人的视野之中。你锋芒太露，又没有可靠的人际基础，很有可能就会遭人反感。锋芒太露的表现主要有两种，一是动不动就提意见、发议论、出点子，想方设法要改变原有的运行机制；二是对自己看不惯，别人却早已习惯的事情进行批评和指责，经常以否定的姿态出现。这两种在别人看来都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高明。你高明，那就意味着别人无能，这就难免陷入别人的非议之中。因此，即使你确实比别人高明，也可以慢慢的在人际关系基本协调之后再提出也不迟。欲速则不达，这是高明者的经验之谈。如果你事事都想极力的表现自己，锋芒太露，注定不会有好的结局。看看下面这个故事我们就知道了。小范毕业于上海某大学的金融专业，毕业之后呢，到了一家国营大型企业担任销售助理一职，试用期是6个月。小范毕业以后和这家国有企业签订了试用期合同。销售助理这个职位让他觉得能够完全发挥自己的能力。在业务方面，小范完成的十分出色。有一次业务谈判，连老总都对他刮目相看。但令人意外的是6个月的试用期结束的时候，公司人事部却委婉地告诉他，5一长假结束之后，你就不用来公司报到了。现在想想，可能是我表现得太好了，有些人际关系的问题没有注意到，反而是丢了工作。丢掉工作之后，小范向朋友说起这件事时，只能是这样苦笑。在当时，通过层层面试进入单位，小范自然很想好好表现，但是有点过犹不及了。事后才知道，单位领导和同事对他的能力没有任何的质疑，但是对于他的综合表现给予了4个字：锋芒太露。过于希望崭露头角，不注意处理人际关系，对于前辈同事也不够尊重，这些都是小范的致命伤。更让领导和同事难以接受的是，对于他们的一些错误以及单位某些制度上的不健全，小范都会毫不保留地提出，丝毫不注意情面。对于自己的意外出局，小范表示无奈，可能自己对社会关系怎样处理还不是很明白，想把事情做好，反而却适得其反了。他也曾这样说，就拿那次谈判来说吧，我确实完成的出色，但后来觉得有点越俎代庖了。其实我不过就是个销售助理，很多事情应该让销售经理来处理和决定，可我当时没意识到。后来老总表扬了我，反而让我们经理脸上难看了。虽然是满肚子委屈，可小范也是无可奈何，只能接受这个事实。也许通过这件事会让他以后做事有收敛一些自己的锋芒，毕竟锋芒太露会遭人嫉妒的。所以说不管是在职场还是在生活中，都得学会掩其锋芒，低调做人，
要学会深沉，学会深藏不露。这样人生的道路才会少一些嫉妒的目光，少一些故意的陷害，多一些顺利，多一些和谐。说到这深藏不露，我们不得不提一下刘备，他呀可称得上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东汉末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势力大。刘备虽然为皇叔，却是势单力薄。为了防曹操谋害，不得不在所住之处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关云长和张飞蒙在鼓中，说刘备啊不留心天下大事，去学做这小人之事。有一天，刘备正在浇菜呢，曹操派人请刘备，刘备只得胆战心惊的一同前往入府见曹操。那曹操不动声色地说：“在家做的大好事儿。”这说者有意，听者更有心呢。这句话将刘备吓得是面如土色。曹操这时又转口：“你学种菜不容易。”这才使刘备稍稍放下心来。曹操说：“刚才看见园内枝头上的梅子青青的，想起一件往事，今天见此梅不可不赏，恰逢煮酒正熟，故邀你到小亭一会。”刘备听后啊，心神方定，随着曹操来到小亭。只见这地儿已经摆好了各种酒器，坛内放了青梅，于是呢就将青梅放在酒樽之中煮起酒来，二人对坐，开怀畅饮。酒至半酣，突然阴云密布，大雨将至。曹操大谈这龙的品行，又将龙比作当世英雄，问刘备：“你说说这当世英雄是谁呀？”刘备装作胸无大志的样子，说了几个，都被曹操否定了。曹操此时啊，正想打听刘备的心理活动，看他是否想称雄于世，于是就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富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下之志者也。”刘备就问：“那谁能当英雄呢？”曹操单刀直入地说：“当今天下英雄，只有你跟我两个。”刘备一听吃了一惊啊，手中的筷子也不知不觉就掉在地上了。正巧啊，突然是下大雨，雷声大作。刘备机灵一动，从容地低下身子拾起筷子，说是因为害怕打雷，这才掉了筷子。曹操此时才放心地说：“大丈夫也怕雷吗？”刘备说：“圣人对迅雷烈风也会失态，我还能不怕吗？”刘备经过这样的演示，使曹操认为自己是个胸无大志、胆小如鼠的庸人。曹操从此啊就不再疑刘备了。刘备深藏不露，在曹操面前不夸张显耀自大，故意装聋作哑，不把自己算进英雄之列，这让曹操很放心。他的种菜，他的数英雄，收敛和掩饰了自己的真实行为，让曹操对其不加防范，从而才有了以后东山再起，三分天下。如果刘备是个锋芒毕露的，那么曹操一定把他当做一个劲敌，必是除之而后快。刘备的性命也许就会因此而不保了，那么历史也许就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结局了。所以说，不管什么时候，为人处事还是得低调些，要学会掩其锋芒，深藏不露。俗话说：“谦受益，满招损。”才华出众而又喜欢自我炫耀的人，必然会招致别人的反感，吃大亏而不自知。真正的智者是低调处事，善于隐匿，深藏不露的人。保持适当的距离。学过书法的人，想必啊都被老师这样提醒过。作品完成之后挂起来，退后几步，站在一个合适的距离上，仔细品味品味。这样既可以看到作品的美，也能够发现作品的丑。欣赏艺术必须遵循艺术的规律，留下想象和创造的空间，这就是艺术欣赏的规律之一。达芬奇笔下的蒙娜丽莎，以一抹永恒的微笑征服了整个世界。但是蒙娜丽莎的美只在距离油画2-3米外
才能够显现。如果贴近来看，那只能是一堆皱皱巴巴、杂乱不堪的油彩。有人用显微镜来观察研究，发现蒙娜丽莎几乎就没有眉毛，于是得出没有眉毛的女子最美丽的荒谬结论。雄居五岳之首的泰山，那磅礴气势，要么从山外仰望，要么从山巅俯览。因为泰山的雄奇来自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来自于它相对的高度。真进了山中，那石、那树、那景色和别的山川几乎没什么异样。著名的世界埃菲尔铁塔，从远处看蔚为壮观，气势雄伟，可是走近了看，无非就是一堆锈迹斑斑的钢条加铆钉。艺术与生活是相通的，在生活中，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人与人的交往，也都需要留下适当的空间，否则你就会丧失生活的乐趣，甚至可能陷于盲目的痛苦而不能自拔。而巧妙的利用空间，则常常能够获得奇妙的艺术和商业效果。印度的迦纳庙，先前完全对外开放时，游人不多，参观者寥寥，后来关闭了一段时间，反而惹得许多人偷窥。于是和尚们大施遮掩之术，一道道的屏风，一把把的锁，让人觉得处处有玄机，于是游人如织，观者如云，一时香火旺盛。中国的园林以小巧玲珑而著称，为了突破空间的局限，创造丰富的园景，艺术家和工匠们常常是采取曲折而又自由的布局，用划分景区和空间以及借景的办法。苏州有诸多园林的入口处，常用假山、小院、漏窗等作为屏障，适当的阻隔游客的视线，使人们一进园门，只是隐约地看到这园景的一角，几经曲折才能见到园内山石亭阁的全貌。比如那苏州的留园，在园门入口处就先用漏窗来强调这园内的幽深曲折，园内的对景也随着曲折的平面一步换景，依次展开。又在走廊两侧开若干个形状优美的窗孔，把那园内的景物剪接成一幅活泼优美的风景画。这开开合合之间，早已将游人引入了如真似幻的妙境。再比如歌曲中利用修饰符号，文章中巧用标点符号，相声小品中适当的抖出包袱，商品广告往往只说一半，另一半留在产品说明书中讲解，而说明书又深埋在商品包装之内。其实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与人交往也要学会保持距离，这既是自重，也是尊重他人的需要。毕竟这人是有思想、有感情、有理性的，是有独立要求的完整个体。人们为了获取自己的自由，必须要有起码的生存空间，卧榻之侧不能容他人酣睡，否则就会产生不安全感。为了争取和捍卫这片自己的空间，那么个人之间就会有矛盾和竞争，集团之间、民族和国家之间甚至会爆发战争。所谓同行生嫉妒，兄弟戏于墙，其实都是因为利益接近的结果。保持距离是一种技巧，更是一份智慧。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说的就是零距离的尴尬。游山玩水也好，其他的事情也罢，莫不如此。柴可夫斯基和梅克夫人是一对相互爱慕却又从未见过面的恋人。他们从未见过面的原因，并非他们二人距离遥远，相反，他们的居住地有时仅一片草地之隔。他们之所以永不见面，是因为他们怕心中那种朦胧的美和爱，在一见面之后就被某种太现实、太物质的东西所代替。由于距离，柴可夫斯基才有了为梅克夫人而作的最为著名的第4交响曲和悲怆交响曲。
若他们天天见面在一起的话，那这伟大的名曲能问世与否就不得可知了。柴可夫斯基和梅克夫人是在用距离来创造美，创造迷人的朦胧，创造向往和动力。他们是聪明的，他们没有让欲望任意的驰骋，而是把爱的欢乐放在理性的距离位置上，让它升华成崇高的品格，升华成完美的人性，升华成一个永恒的故事。我们对于事物的好感是源于站在一定的距离的地方，对其欣赏观望。正像是王安石的小诗：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细品之，此诗由视觉而基于味觉，颇有一种距离美。美学大师宗白华也提出一种距离之美：远观风景，近看花。这就有美学的原理。在一处很美的风景胜地，也许会有一个污水塘，远观见不到污水，那景还是美的。其实赏花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太近了，你可能会发现每一朵花都不那么完美。即使欣赏齐白石的虾曲图，也得保持距离，这才能看出虾的活性。朋友也是一样，友情需要距离。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里说的便是距离，不见之隔。那么如果天天见，时时见呢？古人没有说，但是极有可能不仅失去了那种由距离而产生的美，还很可能会从彼此发现丑陋和心灵的碰撞之中产生一种隔膜的距离。人就是这么怪，有一句话说得好，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对人对事都是一样，不要轻易走得太近，留着一定的距离欣赏。那么具体到这个距离有多大，这个度就只有自己来掌握。只要谨记一点，有距离才有美。聪明的一世，糊涂一下也无妨。在春秋时期，楚王请了很多臣子们来喝酒吃饭。这席间是歌舞曼妙，美酒佳肴，烛光摇曳。而同时呢，楚王还命令2位他最爱的美人许姬和麦姬轮流向各位敬酒。忽然间，一阵狂风吹来，吹灭了所有的蜡烛，漆黑一片。席上一位官员趁机是揩油亲责，摸了许姬的玉手。这许姬一甩手，扯掉了他的帽带，匆匆回到了座位上，并在楚王的耳边悄声说：刚才有人趁机调戏我，我扯断了他的帽带，你赶紧叫人把蜡烛点起来，看谁没戴帽带就知道是谁了。楚王听了，连忙命令手下先别点这蜡烛，大声地跟各位臣子们说：我今天晚上一定要与各位一醉方休，来，大家都把帽子脱了，痛快地饮一场。众人都没有戴帽子，也就看不出是谁的帽带断了。后来呢，楚王攻打郑国，有一健将独自率领几百人为三军开路，斩将过关，直通郑国的首都。而此人就是当年揩油许姬的那一位。他因楚王施恩于他，而发誓毕生效忠于楚王。楚王具备豁达大度、宽容大度的素质。当有人调戏自己的妃子时，却做出了令那个调戏者也没有想到的决定。之所以楚王当时能够顺利地平定内乱，夺取霸业，后来又成为春秋5霸之一，这与他的宽容大度、小事糊涂、善于笼络部属是紧密相连的。曹操焚烧的下属私通袁绍书信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就是个非常有名的糊涂事。公元200年，袁绍在官渡决战曹操，袁绍被打得大败。曹操在收缴袁绍来往书信中，发现了自己军中有些将领写信给袁绍，这在别人看来是一个查明内部有什么人事不稳定因素的最佳时机。但是如果查出了这一点，
对于曹操的事业来说又没有任何的好处。袁绍被击败了，那些不稳定的因素也已经断掉了想法和希望。而此时的曹操正处于一个开始的阶段，是很需要人才的时候。如果要查的话，肯定会引起这些人的惊慌和恐惧，内部会更加的不稳定。所以曹操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非常的糊涂。他把收缴来的信全都付之一炬。他说：当少之强，孤犹不能自保，况众人乎？对于不稳定的人表示理解。事实证明，不知道不需要知道的事，下属会因此而受到信任。原本摇摆不定的人，很可能就因为受到信任而忠心耿耿，一心一意地为他的事业服务。在生活中啊，诸如功名、利益、事业、地位和家庭的成就，都是每一个人梦寐以求的东西。每个人几乎都会将自己一生的精力投注于这方面而努力。精打细算虽然有助于事业的经营，提高做事的效率，然而一个精明干练的人却难以获得大多数人的喜爱，尤其是在做人处事方面，往往会遭遇一些无法预料的阻力，这也是做人的最难啊。所以说，对于有些人和事儿，应该学会糊涂。不过，到底什么时候应该糊涂，什么时候不该糊涂，什么事儿可以糊涂，什么事儿不能糊涂，这糊涂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恰到好处的？说起来，这也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在什么时机应当从糊涂中入，从聪明中出，或是在什么时机应该从聪明中入，从糊涂中出，如此的出出入入，由聪明而转糊涂，由糊涂而转聪明，能够掌握其中要领，也就成为一个真正的智者了。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个人都希望赶快达到人生旅途的目的地，因为这路途艰难，使人心情烦躁，心情烦躁便更觉路途艰难。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静下心来，不把终点作为唯一的目的地，我们也就不会感到疲惫，就会有闲暇去欣赏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去欣赏这路边不知名的野花。珍惜每一天，把每一天当作好日子去过，充分体验伴随你的每一分每一秒，牢牢地把握住现在，这就是生活之中的糊涂学。难得糊涂这4个字啊，出自郑板桥之口。关于这4个字的来历，也有这样一段小故事。据说啊，有一年，郑板桥到山东莱州云峰山观摩郑公碑，晚间借宿在山下一老儒家中。老儒自称是糊涂老人，言谈举止高雅不凡，两人是交谈十分投机。这老人家中有一块特别大的砚台，石质细腻，镂刻精美，郑板桥看了是大为赞赏。老人请郑板桥留下墨宝，以便请人刻于这砚台的背面。郑板桥感到糊涂老人必有来历，便题写了难得糊涂这4个字，并盖上了自己的名章：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砚台有方桌大小，还有很大一块鱼库。郑板桥也请老人题写一段跋语，老人没加推辞，随手写道：得美食难，得顽石尤难，有美食而入顽石更难。美于中，顽于外，藏野人之庐，不入富贵之门也。写罢也盖了方印，印文是：诗苑第1，乡试第2，殿试第3。郑板桥看了之后啊，就知这是一位情操高雅的退隐官员，顿生敬仰之意。见砚台还有空隙，便又提笔补了一段字：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手，退一步，当下安心，非图后来报了。后来啊，这段文字就传了出来，
人们感慨其中富含的哲理，便写成横联挂了起来，难得糊涂一词也就越传越广了。这人生啊，其实不必太过计较，太过于斤斤计较的人呢，人们也会对他敬而远之，自然他做事儿就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反而是那些能够难得糊涂的人，因为其忠厚而受人欢迎，做事也一般比较容易成功。这人活在世上，谁不愿意使自己活得自然、自由、自在呢？谁不愿意自己活得潇洒、愉快、轻松呢？谁不愿意自己的事业蓬勃、财运亨通呢？谁不愿意成为别人羡慕的人？而这真的就需要我们学会培养自己的糊涂意识。扬长避短，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所以这做人要扬长避短，要十分清楚自己的长处优势，并且尽力的发挥扩张，使之成为自己的立身之本。汉高祖刘邦曾自豪地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无不如张子房。振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无不如萧何。连100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无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此例说明，人有一长，即可为杰。在非洲大草原，有一头年幼的狮子，叫做迪奥。他从小就立下了雄心壮志，要成为一头最优秀、最完美的狮子。他发现，虽然兽类都认为狮子是草原之王，但它有一个明显的弱点，那就是在长距离奔跑之中，比不过羚羊。很多时候，就因为这个弱点，羚羊就从他嘴边溜掉了。他决心改变这个缺点。通过长期对羚羊的观察，他认为羚羊的奔跑与吃草有关。为了增长耐力，奥迪便学着羚羊吃起草来了。最后，奥迪因吃草变得体力缺乏，奄奄一息。母狮子发现奥迪这一做法之后，便教育他说：狮子之所以成为草原的王，不是因为没有缺点，而是因为它有突出的优点。它是靠敏锐的观察力、优异的爆发力、锋利的牙齿和准确的扑跳动作，而不是靠完美才称霸于草原的。没有缺点的狮子是不存在的。奥迪听了母狮的话，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便不再把心思放在改变自己的缺点上，而是尽力的去发挥自己的优点。几年之后，奥迪成了那片草原最优秀的狮子。狮子之所以成为狮子，人杰之所以成为人杰，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缺点，而是他们能够尽量的避开自己的缺点，把自己的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美国广告界巨子乔安娜从小就喜欢文学，曾经立志将来要成为一名出色的作家。当她从文学院毕业之后，并没有马上去找工作，而是开始埋头于文学创作。1年之后，当他欢欢喜喜地把自己创作的2部长篇小说寄给编辑部的时候，却遭到了编辑们无情的退稿。不过乔安娜并没有因此而灰心，她认为自己缺少生活的积累，于是她借了一笔钱到各地去旅游，增长见识，沿途写下了很多的散文随笔，但上稿率仍然不高。眼看着债台高筑，入不敷出，乔安娜决定把自己的创作当成业余爱好，先解决自己吃饭的问题。深厚的文学功底使他很快被一家报社录用为记者，但由于他整天沉湎于自己的小说创作之中，工作常常出错，不久就被辞退了。是母亲的一句话改变了他。母亲说：你所爱好的也许并不是你最擅长的事业。母亲的话使乔安娜陷入了深思。她想，作为一个作家，
其实要具备很多的条件和相应的机会，还需要上天赋予的天赋，而这些自己目前可并不具备。乔安娜决定放弃当作家的念头，而开始从事广告文案写作。由于她的文字组织能力极强，很快的就在广告界崭露头角。几年之后，她成为全美最有名望的广告策划人。谈及成功的经验时，她曾说，每个人都有擅长和不擅长的东西，生活中就看你如何发挥自己的才干，而能否有特别的专长，则取决于个人的感知。这就是你对自己能不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并把这种特长发扬光大。人生的成功并不是仅仅靠拼搏和努力就能够获得的，而善于扬长避短是我们成功的关键。当然，这里边也有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这个过程考验着人们的耐心和毅力。肯德基的创始人哈伦德·山德士，在他5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14岁就辍学并开始流浪生涯，16岁参军，后来转业。他喜欢律师这个职业，曾经通过函授学习法律，可是不久又放弃了。后来他又卖过保险，卖过轮胎，还经营过一条渡船，开过一家加油站，但是都失败了。人到中年，他成了一家餐馆的主厨和洗瓶师，可是因为政府修路，他又失业了。他前半生的10几年中，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最佳工作岗位和事业的支点，直到65岁那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哈伦德·山德士用105美元创办了小小的肯德基餐馆，从此他的事业蒸蒸日上。88岁高龄时，他在事业上大获成功。他所创建的肯德基品牌在世界风靡，并且长盛不衰。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人身上都会有别人不具备，同时自己又没有太注意的特长。所谓的优势和劣势都是相对的，只要我们能够全面周到的考虑，认识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扬长避短，就会取得人生的成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其实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意思。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喜鹊、乌鸦和绵鸡的羽毛都是白色的。有一天呢，喜鹊突发奇想，如果我的羽毛变成5颜6色的，那多好看呢！于是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乌鸦和绵鸡。乌鸦和绵鸡听了，也都点头称赞。他们约好第2天在森林里集合。第2天，喜鹊拿好颜料，早早的等在森林里。过了一会儿，乌鸦和绵鸡也来了。喜鹊对乌鸦说：“你先来打扮我们吧。”乌鸦听了，接过刷子，蘸着颜料，在绵鸡的背上一笔一画的画了起来。过了2个小时，乌鸦说：“好了。”绵鸡跑到河边一看，身上是五彩缤纷，高兴的走了。这乌鸦又给喜鹊画，他在喜鹊身上胡乱画了几笔黑色，就说：“好了。”喜鹊飞到河边一看，不太满意，又飞了回来。乌鸦对喜鹊说：“该你给我画了。”喜鹊端过一盆黑水，哗的一声就往乌鸦的身上一倒，便说：“好了。”说完，喜鹊就飞走了。乌鸦到河边一看，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原来乌鸦的身上全是黑乎乎的。从此呢，绵鸡就身上五彩缤纷，喜鹊的身上是黑白相间的花纹，而乌鸦的身上却是黑乎乎的一片。以牙还牙，乌鸦得到了教训，所以它现在只能穿着一身难看的黑衣服。从前有座山，山上有个村，村里住着许多的小动物，有千里马、花猫、黄狗、乖乖兔等等。他们幸福美满地生活在这个应有尽有、世外桃源般的村子——幸福村。
这儿的村民就属黄狗、花猫最为有名，他们一个以没教养而著称，一个以有教养而著称。有趣的是，他俩还是邻居。每一天，黄狗上街就挑衅滋事，动不动就骂人，因此村民们对他深恶痛绝，能躲即躲。相反的，花猫则不同，他上街总是处处为人着想，见到村民总是笑容满面的打个招呼。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他就会伸出自己的友谊之手。他是远近闻名的助人为乐积极分子。一天，在这儿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儿。有教养的花猫向没有教养的黄狗寄去了一封邀请函，说是请他第二天到自己家去庆祝生日。奇怪就奇怪在，花猫不请其他人，就只请黄狗一个人。有些人就来打听了，千里马就疑惑地问：“花猫啊，你怎么就叫黄狗呢？”乖乖兔也问：“你是不是不明白？他可是没教养的，你这是为什么呢？”花猫听了，神秘地说：“秘密无可奉告。”第二天，黄狗如期而来，还没进门，嗓子就咿咿呀呀地扯了开来：“你奶奶的，还没准备好吃的，想饿死老子呀？不想活了？”任凭黄狗的语言是多么的难听，花猫毫不介意，默默地准备佳肴。他一直在进行着他的计划。就这样，在黄狗的骂声之中，午餐结束了。当吃晚饭时，黄狗又来了。与中午不同的是，花猫不再忙，而是在吃鱼。黄狗刚想骂，但突然听到平日里彬彬有礼的花猫，今天也是破口大骂：“好你个黄狗，到我家给我过生日，却不带礼物，还骗吃骗喝，你算什么意思？”黄狗听了不由得一愣，改口道：“我专程前来，却遭你这样的对待，你这算哪门子道理？”哟，生气了。别人对你不好，你生气，可你对别人无礼，别人又怎么样呢？远的不说吧，就今天上午你如此待我，我都没吱声。你想到什么时候才改掉你那没教养的坏毛病呢？听了这话之后啊，黄狗顿时就脸红了。小花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教训了黄狗。在现实生活中，也有着许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例子。大学生亨利是个很正派的青年，有一次他却碰上了一件很尴尬的事情。这天晚上，他走进了有名的鲨鱼酒家，只见这里面是宾客云集，有张桌子旁只坐着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亨利仔细地打量了一下，从她华丽的衣着和傲慢的态度，判断她出身豪门，是上流社会的人物。于是他走了过去，彬彬有礼地问道：“这儿还有人坐吗？”“什么？到阿夫达旅馆去？”不意这娇小姐竟然大笑了起来。亨利有些慌了，只好是稳住神，继续低声解释：“不，您弄错了，我只是想问，这张桌子上除了您还有其他人吗？”“怎么？你说今天夜里就去吗？”娇小姐的声音更加尖利了，而且露出了一种受侮辱的激动。亨利明白了，这绝对不是小姐的听力出了毛病，这显然是他预谋好的举动。他这样的喊叫，使其他人把亨利当成了一个寻花问柳的浪荡子。果然，酒店里的人都转过头来，以愤怒而轻蔑的目光盯住了亨利。他被弄得狼狈极了，只好红着脸赶紧到其他桌上找了一个空位子。过了一会儿，娇小姐主动凑到亨利的桌前，她为亨利叫了杯白兰地，以嘲弄的口吻对亨利说：“对不起，我只是想看看您对意外情况的反应。”这轮回到敏捷的亨利大叫了，他说：“什么？一晚上又$100？这价太高了！”想看别人对意外情况反应的娇小姐，这次该自己处理意外情况了。结果她也别无良策，只得在众人鄙夷的目光鄙视之下，灰溜溜地逃出了酒店。亨利略施小计，使娇小姐在众人面前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
喝下了自己酿造的苦酒。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虽然这有报复的意味，但是面对一些故意的刁难，运用这种方法则可以趁机来教训对方，有时还会使问题得到解决。所以该用的时候不妨一用。多点儿防人之心。这俗话说，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尤其是陌生人的殷勤，接受之前还是要思量一下的好。我们下面所说的刘小姐，若能多点防人之心，那么事后也不必为无端失财而懊悔不已了。那天中午，刘小姐到柜员机去取钱，前面正在用机子的2名男子一见，马上抽出卡，热情地让刘小姐先来。其中一个男子一边看着刘小姐输密码，一边不断地与她搭讪，而另一名男子则在她不注意时按了一下转账钮。刘小姐见输了密码之后，这机器老半天都没反应。2名男子忙焦急地说：“一定是你这卡被吃掉了，赶快到隔壁营业厅叫人来处理。”刘小姐也没怀疑，急急忙忙的就找来了工作人员。可谁知回来一看，卡没被吃掉，但卡上的4000元已经是不翼而飞。常言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教训时有发生。有一天，从外地来了个某市推销污水处理设备的王某，正在为一直没有推销出设备而发愁。这时电话铃突然响起，他接起电话，是一个自称曹姓的男子，声称在该市某化工厂有熟人，他们要买一批污水处理设备，所以想和王某合作，并且约好了见面详谈。王某一听非常高兴便立刻赶到与曹某约定的地点。2人见面之后，一起到饭店吃饭。曹某说已经和该化工厂谈成了买设备的事儿，对方要15000元的好处费，并且表示他和这家化工厂的管事儿很熟，一定把项目给他。饭后，曹向服务员要了2瓶饮料和1包白糖，说是喝了解酒。王就赶紧去附近的银行取了15000元。最后曹就把王带到了一个小旅馆，说要等着该厂的科长来签合同。进房间之后，王毫无提防地喝了曹倒的饮料，大约10分钟之后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醒来之后，却发现这个曹不在房间，钱也不见了，这才知道自己是让人给骗了，于是急忙地报案。王某如果多点防人之心，就不会轻易地相信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也许就能避免被骗的结局。一个学生去逛百货公司，临出门，突然有个女人匆匆忙忙地跑来对他说：“我的肚子痛，必须上厕所，可是我跟先生约好了，他就在门口一辆白色的车上等我，能不能麻烦您告诉我先生一声？”说完就塞了2包东西给他，这个也麻烦您交给他。学生还没有走出门，就被百货公司的人抓住。他抱着2包没有付钱的贵重商品，吓得呆呆地站在那儿，因为人赃俱获而百口莫辩。至于先前说肚子疼的妇人和所谓的白车，则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有个人单独去旅行，在飞机上遇到了一位投缘的乘客，2人一起下机提取行李。在通过海关之前，那新认识的朋友说：“我的行李真是太多了，能不能麻烦您帮我带一小件？”单独旅行的人心想自己的东西反正不多，就一手接了过来。跟着他就被海关的人员以携带毒品走私的罪名逮捕了。他大声地对还在另一个海关接受检查的朋友喊，而那人却说不认识他。他被架出了海关大厅，悲愤的呼喊声仍然从长廊尽头传来。大厅里的人都摇着头说：“罪有应得呀，过去不知道已经带过多少毒品了。”而飞机上他刚认识的那个朋友也叹着气：“好险呐，我差点被栽了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在这个人生价值混乱的社会，你
尤其应该慎重。学会低头。富兰克林年轻时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当他昂首阔步地进门的时候，头被门框狠狠地撞了一下，奇痛无比。出门迎接的前辈看到他这副样子，笑笑说：“很疼吧？可是这将是你今天来访问我的最大收获。一个人要想平安无事地活在这世上，就必须时时刻刻记住低头，这也是我要教你的事情。”这成为富兰克林一生生活的准则之一。年轻人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心高气盛、恃才傲物，总以为自己是鸿鹄，别人都是燕雀，眼光总是高高的向上，根本不把周围的一切放在眼里。直到有一天被眼前的门框撞了头，才发现门框比自己想象的要矮得多。要想进入一扇门，必须让自己的头比门框更矮。要想登上成功的顶峰，就必须低下头，弯起腰，做好攀登的准备。那些登上顶峰的人们，不论是在舞台上发表演说，还是趁机出访，总是微微低着头俯视脚下的人群，因为他们站在高处，而他们脚下成千上万的人们总是高高的抬起头向上仰望，因为他们站在低处。站在低处的人总是高高的抬着头，因为他们脚下什么都没有，他们只能是往上看。曾经有人问大学问家苏格拉底，据说你是天底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我想请教一个问题，请你告诉我，这天与地之间的高度到底是多少？苏格拉底微笑着答道：3尺。胡说，我们每个人都有4、5尺高，天与地之间的高度只有3尺，那人还不把天给戳出许多的窟窿？苏格拉底仍然笑着说：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能够长久立足于天地之间，就得懂得低头啊。要想抬头，必须得懂得先要低头，如果不懂得低头，就会撞得头破血流，甚至为此而失去性命。有一只蝴蝶从敞开的窗户飞了起来，在房间里一圈又一圈的飞舞，有些惊慌失措，显然它迷路了。左冲右突努力了好多次，它都没有飞出房子。这只蝴蝶之所以无法从原路飞出去，原因是它总是在房间顶部的空间寻找出路，却总不肯往低处飞。那低一点的位置就有敞开的窗户，甚至有好几次它都已经飞到至于窗户顶部只多2、3寸的位置了，可就是不肯再飞一点。最终这只不肯飞低一点的蝴蝶耗尽了力气，奄奄一息地落在桌子上，就像是一片毫无生气的叶子。常有人会抱怨人生的路越走越窄，看不到成功的希望，另一方面又因循守旧，不思改变，习惯在楼路上继续走下去，这是不是就有点像那只蝴蝶呢？其实天生我材必有用，东方不亮西方亮。如果我们能调整一下目标，改变一下思路，完全会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无限风光。该低头时就要低头。在当今社会变幻莫测，错综复杂，因此在漫长的人生跋涉路中，不得不学会低头。但学会低头并不是妄自菲薄与自卑，学会低头意味的是谦虚谨慎。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试着去学会低头，学会认输。其实这并不难，只是要知道，当自己摸到一张烂牌时，不要再希望这一盘是赢家。只有傻子才会在手气不好的时候，对自己手上的一把烂牌说：我们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有胜利。学会低头，就是在陷入泥潭时，知道要爬起来，远远地离开那个泥潭。只有笨蛋才会在狼狈不堪的时候，对自己的鞋子说：我们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学会低头，
就是在上错了公交车时及时的下车，坐上另外的一辆车子。在人生道路上，我们常常因光彩的事物而迷失了方向，以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精神坚持到底，结果却输掉了自己。所以，平和的心态，这恐怕是最基本的生活常识。学会向生活低头，学会融入生活，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必经之路。在个性化、时尚化、特殊化泛滥的今天，或许有很多人会对向生活低头嗤之以鼻，以为这是陈年旧物了。而其实，学会向生活低头，就是学会了更好地融入周围的生活圈子之中，更快地适应生活，深谙外圆内方的处世之道，就能够更好地同别人去打交道，多为别人考虑，少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损害他人，也最容易赢得大家的欢迎。学会低头，是处世的一门基本学科，是为人的一种至高境界，是认真生活的一种很好的体会和总结。不要忘了给曾经给予你帮助的人。某报纸上曾经报道过这样一则故事：张明星是一位善良的食堂老师傅，虽然他只有500元的退休金，可是他的免费餐在6年的时间里，帮助77名贫困生度过荆棘，走进大学的校门。可受过资助的77名贫困生，没有一个人回来看过自己。学生们没有一个人以任何方式对张大爷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此报道立刻引起了关注。在这里，我们不忍用忘恩负义来形容这些有幸从贫困中走过来的莘莘学子。的确，贫穷不是他们的错，他们有接受帮助、得到教育的权利。问题是，他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人生态度来对待别人的帮助呢？是理所当然，还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呢？这也是他们要拷问自己灵魂的问题。为什么社会的进步，而人们的思想却在倒退？我们号称文明古国、礼仪之邦，曾经有那么多引以为豪的传统美德：饮水思源、感恩戴德、结草衔环、投桃报李的典故，还有那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有恩不报非君子的警示名言，无不在昭示着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是如何看重知恩图报的基本人品，曾经有过何等悠久的知恩重情的民族传统。然而这一切，好多人好像是都忘了，把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忘在了九霄云外，好像别人所做的一切那都是理所应当的。既然如此，我们就来看看古人的做法吧。鲁宣公2年，即公元前670年，宣子在首阳山打猎，他看见一个人非常的饥饿，就去询问他的病情。那个人说：“我已经3天没有吃东西了。”宣子就将食物送给他吃，可他却留下了一半。宣子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离家已经3年了，不知家中老母是否还活着，现在离家很远，请让我把留下的食物送给他。”宣子让他把食物吃完，另外又为他准备了一篮的饭和肉。后来林哲做了晋灵公的武士，有一次灵公想杀宣子，林哲在搏杀之中反过来抵挡晋灵公的手下，使宣子得以脱险。宣子问他为何这样做，他回答说：“我就是您救下的那个恶汉。”宣子再问他姓名和家居时，他不告而退。这个知恩图报的故事后来成为了典故，杜甫作诗时就曾引用过它：“常以报一饭，况怀此大臣。”成语结草衔环的典故，不仅向我们讲述了成就美德的2个人那感人至深的故事，还告诉了我们善有善报是一个亘古不变的天理。结草的典故见于《左传》宣公15年。公元前594年的8月，
秦桓公出兵伐晋，晋军和秦兵在晋地交战，晋将魏科与秦将杜回相遇，二人厮杀在一起，正在难解难分之际，魏科突见一老人用草编的绳子套住了杜回，使这位堂堂的秦国大力士站立不稳，摔倒在地，当场被魏科所俘，使得魏科在这次战役中大败秦师。晋军获胜收兵之后，在当天夜里，魏科在梦中见到了那位白天为他结草而绊倒杜回的老人。老人说：“我就是你把他远嫁而没有让他成为你父亲陪葬的那位女子的父亲。我今天这么做，就是为了报答你的大恩大德。”原来啊，晋国大夫魏武子有位无儿子的爱妻。魏武子刚生病的时候，嘱咐儿子魏科说：“我死后，你一定要把她嫁出去。”不久，魏武子病重，又对魏科说：“我死之后，你一定要让他为我殉葬。”等到魏武子死之后，魏科没有把那个爱妻杀死陪葬，而是把她嫁给了别人。魏科说：“人在病重的时候，神志是混乱不清的。我嫁此女是依据父亲神志清醒时的吩咐。”贤桓典故见于《后汉书·杨震传》中注引续其邪记。杨震父亲杨宝9岁时，在华阴山北见一黄雀被老鹰所伤，坠落在树下，为蝼蚁所困。杨宝怜之，就将它带回了家，放在了金箱之中，给它喂食黄花。白日之后的一天，黄雀羽毛丰满，就飞走了。当夜，有一黄衣童子向杨宝拜谢说：“我是西王母的使者，君仁爱就诊，实感承继。”并以白环4枚赠与杨宝，说他可以保君的子孙位列3公，为政清廉，处事行事就像这玉环一样洁白而无瑕。果如这黄衣童子所言，杨宝的儿子杨震、孙子杨炳、曾孙杨赐、玄孙杨彪4代官职都官至太尉，而且都是刚正不阿，为政清廉。他们的美德为后人所传颂。后世将结草衔环合在一起，流传至今，比喻感恩报德，至死不忘。所以各位，请记住，在人生历程中帮助过你的人，请记住生活给予的每一缕善意和微笑，或者是每一份源于心底的感动，用一颗感恩的心也去对待别人以及这个世界。你将会发现，在生活中，因为有了感恩而多了欢笑、快乐、真诚，而少了虚伪、欺骗和伤害。学会推销自己。推销自己是一种才华，一种艺术。推销并不仅限于我们对于商品的推销，在生活中，我们也应该学会推销自己。当你学会了推销自己，你几乎也就可以推销其他任何值得你所拥有的东西。在工作中，我们需要向领导来推销自己的能力，展示自己的才华。只有成功的把自己展现出来，才能让领导发现你的能力，才会有机会被提拔、被重用。不要总是以为是金子就总会发光的，要知道，深埋在泥土中的一块黄金，尽管它价值连城，也会因永远沉默而失去它存在的意义。我们的人生并不长，能够做点事情的时间也就更为短了。因此，懂得推销自己，善于推销自己，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一种生活上的技能。当然，要注意的是，推销自己不是无原则的吹捧自己，也不是故意的阿谀奉承、拍领导的马屁，而是展示真实的自我，给自己的才能找到一个适当的表现机会。当你能够成功的推销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一直在追求、在渴望的东西就会不期而至。一个能够成功向自己心爱的女孩推销自己和自己心意的男孩，
就具备了赢得这个女孩芳心的基本条件。一个可以成功向别人推销自己的人，也就具备了成功的基本条件。人生需要推销，推销自己无处不在。在语音聊天室里，为什么有的人能够拥有众多的朋友，得到很多人的喜爱呢？这其实就是成功推销了自己的魅力。一个 ID 的后面的人物形象和人格魅力，需要我们坐在电脑前真实的人去塑造、去表现。然后，一个简单的 ID 符号才会逐渐的血肉丰满，概念清晰起来。当我们一见到这个符号，脑子里就立刻会有一个直观的印象，而这个符号所代表一个什么样的人，具备一个什么样的思想，有着什么样的特色。所以我觉得，赢得别人的信赖和友谊的前提是让别人了解真实的你。人类要生存，就要交流，而真正的在这个交流中，彼此展示了自身存在的价值。生活就是一连串的推销。这也是为什么那些幽默大方、善于充分运用语言的艺术、善于交流、懂得推销自己的人，总是比那些沉默寡言的人成功的机会要多得多的缘故。吉拉德是一位有名的销售人员，他也是一位懂得适时推销自己的人。无论何时何地，只要遇到了人，那么吉拉德手中就会立刻习惯性地伸向自己的口袋，然后掏出名片送给对方，这样就把自己的身份、痕迹和味道统统留给了别人。在每次饭馆吃完饭之后，吉拉德总是大方地多给一些小费，而与此同时再放上2张名片。小费比别人多，自然就引起人注意，看到名片便会知道按图索骥，好找他买车。即使是在体育比赛的现场，吉拉德也不会忘记推销自己。他随身带着1万张名片，坐在最好的位置上，等候良机。一旦观众在为比赛出现精彩场面欢呼雀跃时，吉拉德便大把大把地将他的名片向观众席抛洒出去。这个时候人们把注意力从那个凌空一脚踢进球的明星那儿，就转到了他的身上。顿时，吉拉德就成了被观众喝彩的主角了。只要是他外出演讲，那么吉拉德一定会向听众散发名片，让他们牢牢地记住自己。哪里有吉拉德，哪里就会有他的名片。他就像是影子一样，紧紧跟随着自己的主人。这位销售大师说得好，生意的机会无处不在，时时都有，遍布于每一个细节之中。要使别人了解你，知道你所做的事儿，请用好你的名片。从古至今，有本事而没有能在舞台上充分展示才华的有的是，默默无闻的更是数不胜数。据有关资料介绍，人类中被埋没的人才是被发现的人才的100倍，人类扼杀的人才是培养的人才的100倍。不知你听到这儿会有什么感想？有闲而不知，1不祥；有闲而不用，2不祥；有闲而不任，3不祥。机遇是时时存在的，它只青睐那些有准备的头脑。机遇又是可以创造的，它需要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发挥现有的优势，培养自身的价值，挖掘潜在的能力，形成独特的自己，并且勇于向别人展示你，向人们推销你自己，让人们认识到你，了解到你，从而才能让你的能力在人生的舞台上尽情地绽放，实现辉煌的人生。塔加利斯是叱咤美国商界的女强人，但她可并不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豪门千金，她完全是凭借着自己的顽强斗志和无比的毅力而赢取显赫成就的。所谓英雄莫问出处，塔迪斯出身于草根阶层，没有显赫的家庭和大学毕业的文凭傍身，唯有那天生的街头斗牛士性格，
和越战越勇的精神，令他从一名侍应生逐步爬升上社会的阶梯，成为家喻户晓的薄饼王后。一个人能否出人头地，与出身寒微没有直接的关系。就像是塔加利斯最初也只能在农场收集马铃薯和任职侍应生，但他却并不甘心于这样劳碌地过完一生。回顾过去50年的人生，塔加利斯以非常肯定的语气表示，自己从少女时代开始就已经不愿意平淡地过一生了，更加清楚地知道他不是那类打工打一世的人，因此他早就已经下定决心自立门户，闯出一番事业。塔加利斯先是在加州的格伦戴尔开设了一家名为 KT 厨房的公司，每秒能够生产5个薄饼。整个公司聘用了800名员工，每年的营业额达到了3200万美元。对于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塔加利斯认为一个人能够事业成功，有很大程度取决于意志能否坚定不移。他说，我一定要主宰自己的命运，不容他人操纵我的前途。我是一个非常主动和积极的人，热衷于不断地向前迈进。长大于华盛顿奥塞罗市的一个农民家庭的塔加利斯表示，他从小年纪便能够接触到农作物，而其中马铃薯和葡萄为主。除了帮助家人从事农耕之外，塔加利斯曾分别就任于餐厅、酒吧和供应伙食公司。在学生时代，塔加利斯专攻古典舞蹈，但他没有计划以舞蹈为生。在他的心目中，做老板是他所许下的宏愿。他更喜欢与其他生人讨价还价，不愿意接受人们的摆布。塔加利斯承认，他最初拥有有限的资金，但他并不畏惧与大公司周旋，即使他没有足够的资金与竞争对手较量，他也会竭尽全力地争取机会。尽管塔加利斯未曾拥有足够的资金，但他觉得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不应该轻易的放弃。他说，竞争对手从来没问过我是否有足够的现金，我不肯定他们是否知道我的财力有限，但我当然不能主动揭开自己的底牌。为了达到目标，塔加利斯出售了全部的资产和申请借贷，筹借足够的款项买入了 Big Boy， 开始其创业大计。而自从 Big Boy 易主之后，营业额不断的上升，将他的事业推上了顶峰。一个人如何走向成功，有很多的原因和方法，不过有一条原则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应该学会以人为本，时刻把人放在心上。日本 NHK 广播技术研究所的做法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由于生理的原因，老年人听广播往往会因为广播员语速太快了，所以难以理解全部的内容。NHK 的研究所开发的一种装置，其特点就是变换广播中播音员的语速，保证老年听众能够慢慢的听。慢速收音机不仅可以让老年人安心的慢慢听，还可以保证下一个节目仍能照常的开始。收音机里安装了一种具有记忆广播声音和变换广播语速等功能的小型电脑，它能够自动的缩短广播时句句的间隔，在收到广播信号之后，将其转换成数码信号，以缓慢速度播放出声音。如果放慢的太多，又会稍稍加快，以免耽误了后面的节目。这种慢速收音机一上市，就深受日本老人的欢迎。据悉，此项技术除了用来听广播，还可以广泛应用于助听器、步话机、电话、手机上，从而极大方便了老年人。正是这种把人放在心上的经营观念，使他们一方面赢得了关爱消费者的社会美誉，另一方面又获得了巨额的经济回报。短暂的人生，生命不过就是时间的积累。试问这世上谁不想成功？而唯有成功才能体现人生的价值，唯有追求成功才能充实人生，而唯有达到成功才能实现
人生的辉煌。成功之路有千万条，无论你选择哪一条，你都要认真的、专业的投入进去，这样成功之神才会降临到你的身上。就像是股票市场一样，若你认定了自己的投资，那么就要集中精力，专注要点，认真对待，唯有如此，你才能获得成功。常言道，360行，行行出状元，这就是对于成功的路径最真实的反应。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成功的人不会轻易的改变目标，而只改变做事的方法；而不成功的人，他们则只改变目标，不改变方法。因此，在追求成功的路上，为自己制定目标，并且持之以恒。也许你会经历重重的困难，也许会经历道道的坎坷，也许会经历无尽的痛苦，但这些都阻挡不了我们追求成功的决心。在追求成功的路上，我们不仅要有成功的心态，还应该有追求成功的方法。心动不如行动，处在幻想之中那是不能实现的。要想成功，就必须拿出实际行动。只有积极的心态，再加上实际行动，才是取得成功的最好方法。成功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也是不分大小的，不分贵贱的。在现实中，把工作做得好，也算是一种成功；能够实现自己与别人愉快的相处，也算是一种成功；能够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把公司分配的艰巨任务顺利的完成，并且得到上司的赞扬，这也算是成功。总而言之，成功没有一定的标准，每个人追求成功的方式和目标也不同，但只要你达到了自己追求的目标，你就已经获得了成功，并不是腰缠万贯、穿金戴银、威风凛凛，那才是成功。你的成功是建立在这一点一滴的积累之上的，是自己努力之后的结果，应该为之骄傲和欣慰。